这个男人有多牛逼？他养的狗可以秒杀妖皇，他家端盘子的机器人是拥有器灵的仙器，就连拿来烧火的竹子都是传说中的悟道竹。然而他却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他叫李念凡，是个穿越者。在穿越后的5年里，系统教会了他所有的高中课程，让他成为了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青年。但这好像并没有什么用，因为他穿越的是一个修仙世界，而且就在刚刚，系统因为检测到他太过完美，直接原地解散了。这也让李念凡彻底绝望，打算就此认命，安安稳稳地做一个普通人。为此，他还特意在城池的附近挑了一个比较隐蔽的山头，开始了他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现在的他就只有系统开局给他留下的院子和一个用处同小爱差不多的机器人，以及他在路边救的一条纯血统土狗。不过没关系，如果能一生平安，他觉得这样也挺好的。这天，一个被逼婚的公主来到了这荒郊野里，无意间走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他觉得住在这种地方的绝对是隐士高人，便决定进去交个朋友。但在进去之前，他还是要嘱咐丫鬟，进去之后叫她小姐就好，不能让人家知道她是天皇公主，不然对方一定会坐立难安的。说完，他便敲开了李念凡的家门。李念凡探出头一看，发现竟然是一个大美女带着一个小萝莉，顿时心脏砰砰直跳，心想身上飘着一股飘渺之气，是修仙的美少女啊，难不成是系统在天之灵给我送个女朋友来了？这时妹子也开始了自我介绍，你好，我叫洛诗雨，是偶然路过的，简简单单，没有任何背景的千金小姐，走了许久有些累了，请问可以进去坐坐吗？李念凡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还问他要住几天，可洛诗雨却说住就不住了，稍作休息就走。这让李念凡稍微愣了一下，不过还是问他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毕竟自己这里已经5年没来过客人了，也不知道能用什么招待好。随即就听李念凡朝着一个方向喊道，小白切个西瓜出来招待客人。闻言，洛诗雨本想拒绝，因为他们修行辟谷，一般的西瓜可能也吃不惯，不过他总觉得这庭院的布置很特别，有种比皇宫都过之不及的感觉。这时机器人小白端着西瓜走了过来，洛诗雨和丫鬟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也是被吓了一跳，这竟然是活物。李念凡见状还以为是小白吓到了他们，让小白赶快给他们道歉。而不远处的洛诗雨则是已经把小白当成了拥有高灵智的仙器。这时李念凡解释道，姑娘不用害怕，这是我的管家，名叫小白，是一个机器人。听到李念凡这样的解释，洛诗雨二人更懵了，于是他又接着表示，其实就是利用了某些原理制作出来的人形工具，没什么大用，可以理解为聪明点的小玩具。听到李念凡这样的解释，洛诗雨更加肯定这就是仙器，而拥有灵智的人形兵器，在他眼里居然只是个小玩具，他绝对是一个世外高人。随后李念凡邀请他们吃西瓜，还表示这在我老家可都吃不到这样无污染零添加的天然西瓜呢。洛诗雨看到李念凡如此热情的邀请，也只好选择恭敬不如从命。虽然这只是普通到极点的西瓜，但他也不能佛了高人的面子，于是便接过西瓜轻轻咬了一口下去。可就是这么一口，他就感觉浑身的灵气仿佛要溢出来了一样，下一秒他竟然就筑基成功了。3年来他因为少了一丝道运而始终无法筑基，然而今天在吃下了这口西瓜之后，他居然就成功筑基了。激动的他一把抓住了李念凡的手，说，感谢前辈赐瓜助我突破筑基。然而对于妹子莫名其妙的感谢，李念凡却有些不高兴了，你这么吹我不好吧，那只是个普通的西瓜而已，就算是喜欢吃也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见李念凡这么说，洛诗雨还以为是自己惹怒了高人，心中不由得猜想，高人以凡人的身份在此隐居，为的不就是感悟凡尘低调行事吗？自己刚刚直接点破他的身份，他自然会生气。于是他立马道歉道，是我失礼了公子，我一时激动，太过鲁莽冒犯了。听着妹子这么说，李念凡也有些不好意思了，表示别放在心上，我很高兴你们来我这里吃些西瓜。说着他转头喊了一声大黑，就见一条大黑狗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李念凡将剩下的西瓜扔给了大黑吃，还说他这里别的没有，就自己种的瓜果蔬菜比较多，而且大黑可喜欢吃了。这话可是把洛诗雨给惊住了，这可是蕴含道运的西瓜呀，价值甚至超过了灵果，就这么给一条狗吃了，难道这就是天地万物为刍狗的天道吗？高人不但助他筑基，还不惜用宝瓜教他道理，莫非是识破了他的身份，想与他结交为友？想到这里，洛诗雨取下了腰间的玉佩，送给了李念凡，作为他请自己吃西瓜的回礼。在简单的一阵寒暄过后，洛诗雨便带着丫鬟告辞了。回去路上，丫鬟问他为何将那么宝贵的玉佩送给李念凡，洛诗雨轻笑2声，你懂什么？很多高人前辈修为超凡入圣，喜欢装成凡人游戏人间，那可是一位绝世高人，缔结有能之事也是身为公主的职责。虽然她心怀大道，实力非凡，但是见到那无人不识的玉佩，想必也感受到了本公主的身份与诚意了吧？她既然收下，表示良缘已结，本公主的福泽真是羡煞旁人啊。而另一边小院中的李念凡看着这枚玉佩，也很开心的表示，大黑小白你们看，虽然这块朴实品相一般，雕工勉强，不过也算第一次收到女孩子的礼物，真是让人开心呀。可他还没开心多久，大黑就一口咬住了那枚玉佩，叼着就往外跑。李念凡一边追一边喊，傻狗，那个不能吃会拉肚子的。而此时不远处的山坡上也出现了几个修士，为首之人开口道，有妖怪出没的就是这附近吧？你见过这么牛逼的土狗吗？没有血轮眼却能直接开出虚佐，还能口吞能量头，剿灭豹子精。这天李念凡很是悠哉的在自家院子里钓鱼，然而过了一小会，
他却一条鱼都没有钓到。于是他转头看向了趴在地上的大黑，我每个月放那么多鱼苗进来，怎么就是钓不上来鱼呢？是不是被你偷吃了？本来一开始我还放了一条金鲤鱼呢，现在也没了。被李念凡这么一问，大黑也是被吓得冷汗直冒，疯狂摇头。李念凡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正在献殷勤的大黑，想想还是算了，明天再下山去买一些吧。第二天他留下小白看家，便来到了镇上。这里的乡亲们都是热情地朝他打招呼。虽然李念凡没能修仙，但系统在那5年里也教会了他不少有用的东西，让他能够帮助别人。城里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所以这里的人以为他很厉害，但这不过就是些基础科学罢了。实际上他连鱼都养不活，不一会的功夫，他就来到了一个卖鱼的摊位前。李念凡跟老板也是老熟人了，老板上来就问：李公子又来买鱼苗了？别提了，我明明把鱼苗养在池塘里，但愣是没钓出一条鱼呀。水质环境都确认过了吗？完全没问题。那不会是进了妖怪了吧？听到妖怪，李念凡也是被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这时老板顺势拿出一只象龟道：李公子，我这里刚好有一只象龟，这种龟一般只会待在一个地方，而且每天中午都会从水中出来晒太阳。你可以将之送入池塘，若是它平安无事，就说明这个池塘是安全的，相当于替你探探路了。如果中午它没有从池塘里出来，那8成是被妖怪吃了。闻言，李念凡当即掏出钱袋子就要买下，不过老板却表示：李公子，如果不是你，我这摊子早就倒了。这象龟还只是幼年，又不是什么宝贝，当做赠品送给你就好。既然老板都这么说了，李念凡也是开心的收下了。但就在他准备走的时候，却突然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伤心的哭着，说是囡囡被妖怪抓到山里去了。听到这个消息，李念凡顿时大惊，囡囡是张大娘的女儿，那是个可爱的小姑娘，每次见到她都会叫哥哥，像天使一样。这时一旁的人劝张大娘，不是有3个修仙者上山去了吗？肯定能救回囡囡的。但张大娘也知道，修仙者是从别处来的，他们人生地不熟，山这么大，等他们找到囡囡，说不定已经晚了。可这山里有个妖怪，普通人又不敢进去。这时李念凡站了出来：山里我熟，我去给他们带路。随后李念凡便带着大黑来到了山里。刚进山，大黑就发现了修仙者留下的标记，李念凡也放心了不少。看来这些修仙者已经找到妖怪的方向了，那么囡囡就拜托这些修仙者吧，他也可以先回去了。就在他准备叫大黑回去的时候，转头就看到大黑已经冲上去了，这把李念凡都给看傻眼了。你这傻狗是要冲上去送吗？而此时那3位修仙者正站在3个不同的方位，将一只豹子精团团围住，但豹子精却是十分的不屑，仅是一个照面的功夫就把2人给秒了，只剩一个小师妹苦苦支撑。这时豹子精闪现到了他的身前，就准备做些什么，突然不远处出现一道残影，几人转头看去，发现竟是条路过的土狗。豹子精转头骂了一句：吓老子一跳，哪里来的土狗？今天豹爷心情好不吃你，滚一边去。骂完就准备继续，可这时大黑却开口了：豹子精你自裁吧，不要逼我动手。闻言豹子精十分的不屑，今天遇到的傻子格外多了。黑狗，你知道你在和谁说话吗？大黑轻蔑一笑：我平时不出门，确实不知道，那给你吹吹风吧，醒醒脑子你就知道了。说罢豹子精抬手便释放出了一道紫色能量炮，朝着大黑轰去。大黑也是不慌，狗嘴一张就将这能量炮吞了下去。这一招他吃了个8分饱，顿时场面一片寂静。豹子精也是被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自己的大招竟然就这样被吃掉了。不过大黑可没时间跟他废话，李念凡马上就要追上来了，现在得赶快把豹子精给解决了再说。只见大黑狗爪一抬，周身气息瞬间暴涨，顿时天空中乌云密布。大黑猛地一跃而起，灵气幻化成一只遮天蔽日的狗爪，朝着豹子精轰了下去。仅仅只是一爪便将豹子精轰成了肉泥。待乌云散去，2位修仙者连忙朝着大黑跪拜了起来，感谢仙狗救命之恩。大黑转头瞥了他们一眼：起来吧，我主人喜欢以凡人的身份体验生活，你们记住，这豹子精是你们杀的，跟我无关。等我主人来了，你们不可以提任何关于我的问题，把我主人当成一个普通的凡人，而我只是一只普通的土狗，记住了吗？闻言3人不由得心想，如此厉害的狗妖，他的主人又是何等经验滔天的人物，于是连忙答应了下来，表示他们记住了。这时李念凡也匆匆忙忙地追了过来，3人激动地转头看去，这就是游戏红尘的大人物吗？这个男主在修仙世界有一个现代化的家，家里的加湿器能够将空气转化成灵气，饮水机流出来的水是纯净的灵水，随手丢弃的草稿更是蕴藏大道剑意，而他却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李念凡在追到大黑后，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幕属实是把一旁的3人给吓傻了，这究竟是什么高人，居然能像对待普通畜生一样对待仙狗？那可是狗爪遮天的神犬啊，连他们的师傅都未必能接下来一击狗爪。但是令他们感到疑惑的是，李念凡的身上居然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怎么看都是一个凡人。这时李念凡也注意到了他们，激动的就一把握住了大师兄的手，说：抱歉抱歉，我家傻狗有没有给你们添麻烦？我叫李念凡，今日多谢3位少侠斩妖，不仅出手救了囡囡，也给了洛仙镇一份安宁。听到念凡这个名字，大师兄不由得心想，念凡不就是流念凡尘的意思吗？他顿时就悟了，难怪高人会隐世在凡尘之中，连名字都这么有意境，高人不愧是高人啊。
想到这里，他连忙将师弟的脑袋也按了下来，对着李念凡就是一阵行礼。这时小师妹也站了出来，自我介绍道：“见过李公子。”两位师兄生性活泼，让李公子见笑了。小女子白落霜是万剑仙宗宗主之女，今日与公子相识，实属缘分。可他话还没说完，李念凡的目光就被那只豹子精的尸体给吸引走了。毕竟豹子在前世可是保护动物，实属难得一见。这时他突然注意到了妖怪尸体上的一颗闪闪发亮的珠子，好奇地问道：“这是什么？”作为万剑仙宗理论考试满分的罗浩当即站了出来解释道：“像豹子精这样强大的妖怪，他的妖丹也是非常宝贵的，如果用来提升修为，至少能提高3层境界。”闻言，李念凡顿时双眼放光，这东西他前世只在电视剧里见过，原来是这么宝贝的东西。随即他便将这枚妖丹塞到了洛霜的怀里，这让洛霜顿时感到有些受宠若惊。见状，一旁的罗浩表示：“李公子，我们杀这头豹子精完全是运气，他的妖丹不敢奢求，那豹子精既然是你们所灭，妖丹自然是你们的。”李念凡虽然说得很理所当然，但洛霜却以为这是前辈在考验他是否诚实。如果他收了这个妖丹，就是不幸，8成就要凉凉。所以即便万分舍不得，他也必须还回去。当即便打算说出真相，可他才刚开口，就被大黑的汪汪2声制止了。李念凡看了一眼大黑，仿佛明白了大黑的意思，当即表示大黑提了个主意，妖丹给你们，你们若不介意把这豹子精的尸体给我，我们想尝尝金钱豹是啥味道。听到李念凡居然要吃豹子精，几人都是一脸懵逼，不过还是同意了李念凡的请求。这时李念凡又笑盈盈地对着大黑说：“太好了，大黑，这尸体好重，不如你来扛吧。”大黑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对着3人使了个眼色，3人顿时就明白了，于是很自愿地接下了扛尸体的这份任务。一路上，洛霜还不断地邀请李念凡去万剑仙宗玩，这让李念凡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心中不由得感叹：现在的修仙者都这么友善吗？也许我穿越了一个比较和谐的修仙世界。随后几人一起把囡囡送回了镇上，并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感谢。李念凡为了表达谢意，还邀请他们来自己的住处尝尝这豹子肉的味道。可几人才刚到李念凡的家门口，就被出门迎接的机器人小白吓了一跳，纷纷认为这是欺凌。李念凡看着他们也是有些无奈，这个桥段每次来客人都要上演一遍吗？随即解释道：“这不是欺凌，只是一些特殊的小手段而已。”但这话落到几人的耳中，却皆是震惊不已。能有这么高灵芝的欺凌，居然只是一个小手段？难道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等几人到了屋内，看着屋里现代的装修，也是再一次被震惊到。这无比完美的方形与圆形，这比铜镜还光滑的地板，还有这椅子如此柔软，仿佛抓住了自己的屁股。这就是大佬的世界吗？在坐了一会后，二师弟秦竹忍不住问道：“请问这是何物？”听到秦竹开口，两人都是十分激动，因为秦竹也问出了他们想问的问题。李念凡解释道：“这个是空气加湿器，功能是让空气变得更加新鲜。这何止是新鲜啊，这可是……”秦竹话还没说完，罗浩就假装摔倒打断了他。正在他疑惑师兄为什么要打断他的时候，慢慢起身的罗浩脸已经黑了下来。“你疯了吗？狗大爷说过，这位高人想要体会凡人的生活，我们要把他当成凡人。高人说变得新鲜，那就只能是变得新鲜。”闻言，秦竹当即便不敢再多说了。这时李念凡又介绍起了他这里的水，可是净水器净化过的哟。说话间，他还给3人倒了一杯。3人闻着这股气息，瞬间精神了起来。这是灵水灵气神物啊！见3人不说话了，李念凡便打算先去后院做饭，让他们要喝茶自己添就好了。李念凡走后不久，秦竹就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卷轴。几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卷轴打开，在卷轴打开的瞬间，一股蕴含大道的剑意突然扑面而来，只是一眼就将他们带入了画中。可就是这等神物，居然会被李念凡扔到垃圾桶里，这让他们很是不解。这时做完饭的李念凡也走了过来，罗浩拿着卷轴就走上前抱拳道：“我们擅自动了你的东西，失礼了，请莫见怪。”哪知听他这么说，李念凡却是有些害羞了。“那是我画的草稿，我都丢掉了，是我随手画的，不代表我的真实水平。”听到这竟然是草稿，3人顿时被惊掉了下巴。这是哪路神仙，竟然连草稿中都蕴含着大道剑意？过了好一会，罗浩才勉强缓过神来，对着李念凡抱拳道：“那既然是草稿，不知能否割爱，把这珍贵的草稿赠予我们？”李念凡一听自己的草稿居然有人喜欢，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当即表示喜欢的话拿走就是，还说赠与不赠与的，这多不好意思啊！见李念凡答应了，3人当即行了一个大礼表示感谢，生怕李念凡突然反悔。随后罗浩更是为了以防不测，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将宝画送回宗门，简单寒暄了2句，便告辞离去了。李念凡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也是有些不解，难道这就是修仙者吗？救了囡囡却不图回报，只要一幅破画，比起他们这份高度，我真是逊爆了。难怪系统说我没有修仙的天赋，对吧？大黑瞥了一眼自家主人，也不知道该说点啥。这个男主穿越修仙世界，只是随口说出了36计中的几计，就将一个修仙皇朝玩弄于股掌之中。然而他却觉得这只是电视剧里的剧情。这天，李念凡原本在家里悠闲地烤着肉，却突然听到了敲门声。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洛姑娘啊！而与她前来的还有她的娘亲皇后钟秀。钟秀看了一眼李念凡的模样，感觉很是不屑。隐士高人就这？李念凡看到她的表情，顿时一惊。这位洛姑娘的娘亲看上去好像不是很友善，不过是美女，所以凶一点也行。随即便邀请2人一起进来吃个午饭。
可才刚进门，钟秀就被正在烤肉的小白给吓到了。骆诗雨看着母亲的表情，摆了摆手，见怪不怪道：“这在高人家中不过是司空见惯的小玩意，母亲真是少见多怪。”这时，只见小白屁颠屁颠的走了上来，很是礼貌的和骆诗雨打了个招呼。这一幕都把钟秀给看呆了，这是什么器灵啊？不仅能做饭，还能撩妹。皇朝的镇朝之宝跟他比起来，完全就是个渣呀！想到这里，他当即摆正了姿态，决定有必要认真对待一下了。但骆诗雨却是更在意这烤豹子肉真的好吃吗？被人质疑，小白也有些生气了。姑娘，虽然你很漂亮，但这不是你质疑我厨艺的理由。李念凡见状笑了笑，心想：等下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香定律。随即对着小白开口道：“赶紧给2位女士上菜。”收到命令的小白当即行动起来，在一通操作过后，一盘米其林规格的碳烤金钱豹被端上了餐桌。闻到香味的母女2人顿时便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竟是不顾形象的大口吃了起来。就连李念凡也没想到他们居然这么喜欢，一盘豹子肉这么快就都吃完了。于是他端来了最后一块肉，表示：“我本来准备留着当晚饭吃的，你们谁要？”母女2人谁也不让，齐齐朝着李念凡扑了过来。不过姜终究还是老的辣，肉最后还是被钟秀给吃了。见2人吃的差不多了，李念凡问道：“对了，你们今天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被这么一问，骆诗雨才突然反应过来，光顾着吃都把正事给忘了，随即正色道：“李公子实不相瞒，我乃乾隆先朝长公主，今日突然造访，确实有事相求。我父皇登基不久，皇权不稳，2位权臣掌朝我们苦不堪言，父皇委曲求全，不得已将我许配给其中1位奸臣之子，想还一时安宁。”说到这里，骆诗雨看了一眼李念凡，发现他竟然没有丝毫意外，但是转念一想，好像也对，李公子是在野高人，想必早已看穿一切。但实际是李念凡好像懂了，又好像不懂，表示：“我虽然对你们的政治架构不太了解，但是我至少听出来一件事，这是电视剧里的剧情啊。”闻言，母女2人都是一脸懵逼。电视机是什么意思？李念凡笑着表示：“意思是这种套路，我看过很多版本的了。”听李念凡这么说，2人都是被吓得不轻，还以为李念凡说的很多版本是他曾见证过无数皇朝的交替。骆诗雨更是喜极而泣道：“看来寻求李公子的帮助是正确的选择，有救了。”李念凡看到他哭成这样，也是不由得心想，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姑娘被老爹包办了婚姻，想必委屈坏了吧。随即便让骆诗雨别着急，把详细的事情说来听听。他已经准备好了无数素材来帮他出主意。看着李念凡兴奋的样子，骆诗雨虽然有些懵，但还是开始讲起了关于仙朝的情况。修仙世界主要势力分为仙朝和宗门。仙朝是由修仙者统领的皇朝，占据着修仙资源，就连士兵也都是修仙者。仙朝的修仙者统治着凡人，也守护凡人免受妖怪迫害。而乾隆仙朝则是这世界众多仙朝之一，视修仙为第一要务。大部分修仙者心思单纯，不善权术，才导致2大权臣联手圣皇形同虚设。朝中宰相气焰滔天，国师势力虽略逊丞相一筹，但同样居心叵测。他们狼狈为奸，圣皇几次拉拢都不见成效，眼下是再别无他法，所以还请李公子明示，我们该如何是好？听完了整件事，李念凡想了想，感觉这剧情听上去就是个老套的设定，随即问道：“你们可曾听过36计连环计？36计从未听说过，还请李公子明示。”李念凡一听他们不知道36计，顿时心中暗喜，那就容我装一波了。先用一计无中生有，放出流言传选国师之子为驸马氏国师的意愿，目的是与圣皇交好，意图臣权浸透皇权。再用一计离间，公主与丞相儿子相谈甚欢，情投意合，却与国师之子说，都是那丞相儿子日日缠着我，他爹也正计划破坏我们的婚事呢。这样国师之子定会大怒，然后回去告诉他爹。如此一来，胜局已定，只需最后一计隔岸观火，看他们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闻言，钟秀直呼妙啊，实在是妙啊！而李念凡也很是得意，解决这种问题，3国几页纸就绰绰有余了。这才是穿越者该有的剧情吗？爱了爱了！看着李念凡的模样，钟秀也是不由得感到有些后怕。这就是高人风采吗？不仅仅手段通天，实力高深莫测，就连随口的一个计策都可以搅动血雨腥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可怕，太可怕了，绝不可与此人为敌。随后几人简单的寒暄了几句，母女2人便告辞离去了。回去的路上，骆诗雨将自己上次把父皇给他的成年礼送给了李念凡的事告诉了母亲，希望他不要生气。然而钟秀却是转头道：“傻孩子，别说传家玉佩了，再贵重的东西送李公子都不为过。身为皇室，为求得贤能相助，这点气量和觉悟是必要的。此番再受李公子帮助，回去后需到国库中备一份更大的礼才行。此人若是交好，便是天大的机缘。”而此时在家中悠闲躺着的李念凡，也是开始打量起了上次骆诗雨送他的玉佩。之前他还以为这是地摊捡漏呢，没想到是仙朝公主的东西。虽然东西不咋地，但也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这也算是和乾隆皇朝结了个善缘。正巧他最近也打算练练雕刻，于是干脆就把这个玉佩重新修整了一下，挂在了门前当做装饰。他养的狗是能开出须佐秒杀大妖的存在，随手丢掉的草稿蕴含大道剑意，可以让人原地突破。
简单修整的玉佩挂件都能化生火凤凰看家护院，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会怕妖怪。李念凡自从把象龟养到湖里后，就每天蹲在湖边的草丛里观察，看着自家主人这副怂样，大黑和小白都是有些无语，而李念凡则像是不打自招一般的转头道：“怎么了？我又不是修仙者，会害怕妖怪很正常好吗？”这让大黑和小白都不知道该咋说了，他们好像还没说啥呢。不过象龟这么多天都还在，应该就说明了这池子里没有妖怪。想到这里，李念凡也安心了不少，哼着小曲就回了屋。而与此同时，双剑锋的万剑仙宗却即将迎来末日，弟子们皆四散逃离，只剩老宗主一人站在宗门的门口。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把魔剑。3年前剑魔横空出世，手持坠魔剑，以一人之力挑战天下剑宗，至今未曾一败。一旦被他打败，全宗上下无一活口，世间各宗无人能拔出其剑。老宗主也自知不是对手，便提前将弟子们遣散走了。等罗浩3人回来时，看到同门在四处逃窜，才知道宗门发生了大变故。可还没等他们问清缘由，老宗主便朝着他们挥出了一道剑气：“你们不该回来的，走！你们若是不走，我便送你们走。”这时罗浩站了出来，说道：“师父，你且听我一言，想必是我宗德上天眷顾，我们此次出行得到了一件宝物，也许能助我们渡过难关。就是此话，我们此行遇到了一位高人，他养的狗能一招秒杀大妖，有一个方盒能源源不绝产出灵气，日常饮水泡茶都用灵水，此话就是他给我们的。”闻言，老宗主根本不信，表示你们这是被上门推销给骗了吧？别人吹这么扯的牛也信，你们还是太年轻了。说完，他便一把夺过了洛霜手中的卷轴，抛向了空中，随即一剑刺出，就要毁了这画。这时画中走出一人，只凭一根手指便挡住了这一剑，顿时一股强烈的剑意直冲云霄，周围上百里发生了地震。是老宗主突破了，在这个世界，修仙境界从低到高分为炼气、筑基、金丹、元婴、出窍、分神、合体、渡劫、大成，到达元婴之境才可勉强称为强者。而刚刚老宗主仅仅是看了那画一眼，就从元婴突破到了出窍。见状，3人皆是欣喜不已，师父实力大增，明日即便对上剑魔也有胜算了吧？可他们还没高兴多久，就见屋顶之上的魔剑突然腾空而起，飞到了一个红发少年的手中。这剑魔居然感应到了老宗主突破的气息，提前来了。面对来势汹汹的剑魔，老宗主只好被迫迎战，掩护弟子撤退。然而就算他已经突破到了出窍境，但仍旧不是剑魔的对手，只是交手了几招便倒在了血泊中。这也让剑魔没了兴致，打算就此离去。但倒在地上的宗主却是不甘地说道：“若能再给我2日参悟画卷，想必就能护住万剑仙宗了。而如今只能委屈你随我一同赴死了，只差那么一点点，真是可惜啊！”听到自己的手下败将居然说差一点就能打败自己，刚准备离开的剑魔瞬间就来到了老宗主的面前，一把揪住了他的领子，质问道：“死老头，你说只差了一点点，我刚刚怎么秒你的，你自己没数吗？”这时只见老宗主拿出了李念凡的那卷草稿，说道：“你剑意虽强，但与此画作者相比宛若尘埃。”闻言，剑魔当即松开了老宗主的衣领，就打算看看这画，可就只是看了一眼，他就气急败坏的将画甩在了地上，就是一通乱走，随后又嘤嘤嘤的哭了起来：“一定是假的，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人画出如此剑意？带我去见他，我要杀了他！”说罢，剑魔身后凝聚出一道恐怖的血色虚影，眼神中杀意显现，仿佛要杀光现场的所有人。这时洛霜站了出来：“我带你去，可你要答应我放过我宗的弟子，还有我爹娘。”剑魔呵呵一笑：“那不行，我顶多答应你先杀了这画的作者，再回来杀你们。”无奈洛霜颤抖地答应了下来，但罗浩却在这时劝道：“若是惹怒了李公子，怕是会有更大的麻烦。不过话虽如此，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是唯一的机会，你们留在这，我一人带他去便是。即便李公子怪罪，也是我一人之责，我以身相许就是了，不会牵连万剑仙宗，我去就回。”说完，他便御剑带着剑魔朝着李念凡家飞了过去。一路上，剑魔也想了很多，他觉得这画中剑意虽强，但想必是耗尽作者的全力之作，他若抢占先机，必定能杀了对方。没过多久，2人就来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可他们前脚才刚到，洛霜就发现自己爹娘居然也跟了上来，还说无论是何结果，他们3人都要一起承担。这温馨的一幕，属实是把剑魔恶心的不行了。不过他看到这破房子，也倒是放心了不少，因为他没有从这间房子中感受到丝毫的灵气波动，觉得肯定是个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凡人而已。于是当即便嚣张地喊道：“剑魔大驾光临，还不出来跪迎？”但过了许久，里面愣是没有传出丝毫回应。这时洛霜疑惑道：“难道李公子不在家？”听到不在家，老宗主顿时就傻眼了：“那我们不是完蛋了？”但剑魔却是笑道：“什么不在家？必然是感受到我的剑意吓跑了，以防万一，还是斩草要除根。看我先拆了你基地，再杀你本体。”说罢，剑魔便唰的一声飞到了院子的上空，使出全力一击朝着李念凡的院子劈去，但却被一个金色防护罩挡了下来。看到这一幕，剑魔也是愣住了，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可还没等他想明白，身后就突然出现了一只火凤凰。凤凰只是一张嘴，便将剑魔烧得连渣都不剩了。随后又变回了那枚玉佩，安安静静地挂在了李念凡的家门口，事情就好像没发生过一样。看到这一幕的3人瞬间呆愣在了原地，剑魔居然就这么没了，高人真是绝世高人呢！
屠杀万人不可一世的剑魔，连对手的面都没见着，竟然就被一个玉佩挂件秒杀了。当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过虽说剑魔没了，但他们也毁坏了画卷，而且还引来了剑魔。这要是被高人怪罪起来，可怎么办呢？就在老宗主准备一个人担下这份责任的时候，洛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爹娘，要不趁李公子没回来，我们跑吧。闻言，两人顿时大惊，决定先跑路再说，打算等回去筹备好谢礼，再回来报答高人的救命之恩。这时，洛霜看着地上的魔剑，本想一起带回去，可老宗主却是拦下了他。这把剑不可动，坠魔剑本身就是魔剑，虽然可以很快提升使用者的实力，但代价却是被侵蚀心智，成为只知杀戮的怪物。既然剑魔是高人所杀，那装备也理应让高人来捡。洛霜，你看到什么都想捡的习惯也该改了。说完，三人就御剑离开了此地，而那把魔剑也被留在了李念凡的家门口。他本是修仙界令人闻风丧胆的绝世魔剑，如今却被拿来砍柴。想反抗，却发现自己竟然是柴房里最垃圾的存在。先是被一只煞笔吊打，又被一个柜子碾压，最后还被一本书给毒化了。原来就在刚刚，李念凡打柴回家时发现了插在门口的魔剑，随手拿起来试了一下，感觉挺锋利的，就打算带回家以后拿来砍柴。可就在这时，魔剑的剑灵却跑了出来，飘到李念凡的耳边就是一通蛊惑：少年，你渴望力量吗？想要天下无敌，站在世界巅峰吗？你渴望无尽的财富，想坐拥天下美女吗？你想一雪前耻吗？把曾经看轻你的人踩在脚下吗？然而他说了这么多，李念凡却是一句都没听到，只以为身边是有蚊子在飞。看到李念凡居然对自己的致命三连无动于衷，剑灵还以为他是一条咸鱼。随后李念凡将魔剑和捡好的柴火放在了柴房的角落，便带着大黑离开了。看到李念凡居然无视自己，小骷髅剑灵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气势汹汹地跑了出来，打算去找李念凡算账。可他才刚飞起来，身后就突然传来了一道光束，把他的下半身都给打没了，吓得他赶忙又躲回了魔剑中。过了好一会没动静，他才敢从魔剑中出来。这时他才发现，刚刚攻击自己的居然是一支毛笔。不对，这不是一支普通的毛笔，而是一支大煞之笔，简称煞笔。但一个凡人家里怎么会有比他还要高级的仙器？小骷髅感觉这一定是凑巧，他只要绕过这个毛笔，就一定能走出这里。于是他重新规划了行进路线，蹑手蹑脚地跳到了柜子上，打算绕过毛笔离开这里。没想到连这柜子都是仙器，于是他又一次被打碎了。但作为一把专业的魔剑，高等级的物品，他就不信自己出不了这个门了。很快他又振作起来，再次开启了尝试。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失败后，他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竟然是这个屋里等级最低的存在。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过了许久后，小骷髅依旧不死心，又开始了尝试。这次拦住他的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和尚。小和尚自称是棱家经变的，还劝他放下屠刀皈依佛门。闻言，小骷髅气得不行，笔也好，柜子也好，现在连一本书都要来玩弄我，行吧，就让我来教教你吧。说罢，他便突然暴走，朝着小和尚攻了过去。没想到却被小和尚反手一招秒了。小和尚一边劝他冷静一点，不要动手，一边又对着他重拳出击，这可把小骷髅委屈的都哭出来了。最后小和尚更是说道：怎么样，施主，现在能好好考虑一下了吗？现在皈依的话还有很多福利哟。小骷髅绝望地看着小和尚，下一秒柴房内就传出了他崩溃的咆哮声。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而与此同时，在后院浇花的李念凡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转头一看，原来是象龟啊！看到象龟长得这么好，李念凡也是不由得感叹，才2个礼拜就已经长得这么茁壮。可转念一想，好像不对啊，这未免太快了吧？难道说鱼摊老板送他的是很珍贵的品种？想到这里，他便打算去好好感谢一下鱼老板。可他前脚刚走，水池下就出现了一条金色的尾巴。不久后，李念凡来到了鱼摊前，对着老板感谢道：上次你给我的那个象龟可太好了，才2个礼拜就长得快有我高了。鱼老板笑了笑：李公子，你说话太夸张了，怎么可能会长那么大呢？不过我的鱼比那象龟还要好很多。先朝的王孙公子为了吃我这鱼都要打架呢。就昨天的事，先朝2公主出来逛街，经过我这里说喜欢吃鱼，丞相的儿子和国师的儿子为了抢我的鱼当街打了起来。他们可全是修仙者，还都那么喜欢我的鱼。听着鱼老板所说的事情，李念凡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洛姑娘居然把计谋落实得这么好，她还真是厉害啊！这个男人居然在修仙世界做了一台剖腹产手术，还给刚出生的婴儿针灸，成功救回了2条人命。话说李念凡在鱼老板那边买完鱼后就打算回家，却突然发现天空中飘散着纸钱。凑上前一看，原来是陈府的陈夫人在出殡，周围的街坊邻居都在议论，陈夫人可是个大善人啊，临盆的孩子说没就没了，喜事变丧事真是作孽啊！听到出殡的人是陈夫人，李念凡也是有些疑惑，前几日进城不是都好好的吗？怎么才几天就突然出殡了？李公子你不知道，这就刚才的事呢。陈夫人难产，最好的产婆大夫都没救回来，这带着求死的人不能留在宅邸里，会化成厉鬼的，所以就只能先出殡了。得知了事情的原委，李念凡也是不由得叹了一口气。陈夫人那么善良，人还没凉就要被盖棺，未免也太可怜了。这时陈夫人的遗体被抬了出来，
前来围观的街坊邻居都是低头默哀相送。可就在这时，李念凡脚边的大黑却突然狂吠了起来。看到大黑居然在这种场合大声喧哗，李念凡刚想训斥，就见大黑又是对着他汪汪几声。这也让李念凡明白了，大黑是说这个女人还活着。于是就在陈夫人即将盖棺时，李念凡站了出来说道：“先别盖棺，陈夫人还没有死。”闻言，陈管家顿时大惊：“什么？我家夫人还没有死？李公子从何得知？我的狗告诉我的。”听到这么扯的理由，陈管家觉得李念凡绝对是在逗他，只好叹了一口气道：“李公子，陈府与你无冤无仇，请不要在这种时候拿夫人的丧事开玩笑。”可他话才刚说完，抬头就发现李念凡已经不见了，还自顾自地来到棺材前检查了起来。经过一番仔细的检查，李念凡发现陈夫人这是拟死现象，医学上也称假死现象。一般情况很难发现假死状态的脉搏和呼吸，只有通过按压眼球观察回弹状态区分。也不怪这些人盖棺定论。总而言之，陈夫人还没死。于是李念凡当即转头说道：“陈夫人我能救。”但陈府的下人们却没有一个人相信，纷纷让他离夫人的尸体远一点。好在这时陈员外拦下了他们，抱着一丝希望对着李念凡问道：“李公子，玩笑不可乱开，我夫人当真有救？”“是的，请让我一试。”闻言，陈员外沉默了一会后，答应了让李念凡试一下。但周围的街坊邻居却都不看好李念凡的这一举动，纷纷觉得他这次太鲁莽了。随后就见李念凡将手术所需的器械摆好，还给自己换上了一套手术服。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李念凡又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巨大的手术灯。这一幕把现场的吃瓜群众都给吓傻了，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看着众人吃惊的表情，李念凡不禁暗道：还好狗系统人跑了，把空间留给了我，也庆幸这5年里还教了我现代医学，我暂时原谅你了，狗系统。看到李念凡能够凭空变出东西的神奇手段，陈员外等人也是安心了不少。谁曾想下一秒，众人就看到李念凡用手术刀将陈夫人开膛破肚，血都直接溅到了陈员外的脸上。此时的陈员外开始后悔自己所做的决定，而李念凡则是转头叫产婆过来帮他一下。他准备剖腹产，把孩子拿出来。一听要剖腹产，产婆顿时就被那血腥的场面给吓傻了。等李念凡让他帮忙剪脐带的时候，他被吓得眼泪都出来了，迟迟不敢下剪。不过好在有李念凡的引导，脐带还是被顺利的剪断了。但看到孩子刚出生，一点声响都没有，产婆疑惑地问道：“这孩子当真还活着？”李念凡笑着点了点头，让产婆把孩子抱好，他现在要立刻刺激孩子苏醒。说完，他便使出了秘技普通针灸法，朝着孩子的天灵盖刺了下去。一针刺下，婴儿当即哇哇大哭了起来。陈员外也是喜极而泣，抱着儿子就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感谢李念凡的救命之恩。周围的百姓也是纷纷夸赞李公子真是神了。但就在李念凡说话的这阵功夫，下人们居然趁他不注意又要盖棺，还说夫人牺牲自己诞下小少爷，他们实在不忍心他的尸首如此暴露在外。一听这话，李念凡气得直接大喊：“他还没死呢，都开膛破肚了还没死！”李念凡也懒得跟他们解释，当即动手将陈夫人的肚子缝好。肚子缝好后不久，陈夫人也开始有了呼吸，居然真的活过来了。看着起死回生的夫人，下人们皆是激动不已。这时李念凡说道：“现在好了，快把你们夫人接回去好好休养吧，真是的，差点就冤死在你们手里了，而且还说什么不祥，你们的迷信也差点害死你们夫人，知道吗？不过事情解决了就好，以后可不能这么傻乎乎的了。”事情解决了，周围的百姓顿时就将李念凡围了起来，对着他就是一顿乱夸，这搞得李念凡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而此时不远处的一个客栈内，凌云仙阁的圣女林青云也目睹了这一幕。刚开始他看到李念凡掀人家棺材的时候，他还以为对方是个江湖骗子，没想到居然真把死了的人救活了。这是怎么做到的？九转回魂，起死回生，虽然确有先例，但仙级的灵药与渡劫期的修为缺一不可，即便凑齐了2个条件，也难有一成的可能，终归是得看天运。想到这里，林青云当即莞尔一笑，真有意思，我知道了，这就是你们拒绝凌云仙阁帮助的理由吧？乾隆仙朝真是藏了个大宝贝啊！闻言，对面坐着的洛诗雨脸刷的一下就红了，结结巴巴的想否认，但却被林青云一眼看破。得了吧，公主殿下别装了，你看他的眼神情意绵绵的，已经说明一切了。从实招来吧，那个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1个月前你们说丞相和国师威胁更甚，请求凌云仙阁帮助，结果等我来了之后，却发现这哪是人家威胁你们，分明是你在玩弄人家国师和丞相的2个儿子。你们父女3人一向没什么心机，也藏不住事，再加上你瞧那公子的眼神，我大胆猜测就是这位高人替你们解了围吧？不是什么？他不是你们乾隆仙朝想要独占的高手吗？别装了，我已经看出来了，我才不是喜欢他呢。说完，洛诗雨害羞的跑了出去。这听得林青云都有些懵了，我们不是在说隐藏高人的事吗？哦吼，有意思，我定要知道这究竟是什么人物。另一边，李念凡拿着陈员外送的东西，心满意足的就准备回家，却突然被人给叫住了。转头一看，原来是张大娘和囡囡。张大娘一看到李念凡，就直接跪了下来，求他救囡囡。原来是囡囡上次被妖怪抓走后人回来了，但是魂没了。张大娘也是急得没办法，所以才求到了李念凡这里。李念凡一听魂没回来，将手放在囡囡的面前比划了2下，发现他都没有任何反应。通过一系列的观察，
他得出了结论：囡囡这是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不过虽然得知了病症，但他也是无能为力，因为他没有学过临床心理学，所以只得告诉张大娘，如果我想到办法，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来给囡囡救治。看着张大娘和囡囡离去的背影，李念凡的心里很是失落。我终究只是个没什么用的凡人，帮不了什么人。如果我也是白姑娘他们那样的修仙者就好了。之后有机会问问白姑娘他们是否有办法吧。他们是修仙者，一定比我有办法。然而李念凡不知道的是，此时正有一位修仙者就在他的身后，并一路尾随来到了他的家。而这位跟踪他的修仙者，正是凌云仙阁的圣女林青云。他家喝的周蕴含大道法则，只要喝上一小碗就能原地突破。修仙门派的正宗之宝，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块能发光的石头。然而他却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的凡人。林青云尾随李念凡来到他家，正打算试试他到底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时，万剑仙宗三人组突然从草丛中跳了出来，这可把林青云给吓了一跳。随后几人简单寒暄了一番，林青云心中不免有些疑惑：万剑仙宗虽然比不上我们凌云仙阁，但也是一宗之主，一个元婴期的老怪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深山里？而且我师父说万剑仙宗被剑魔挑战绝对完蛋了，为什么他们还好好的？这时白宗主捋了捋胡子，得意地说道：小青云啊，我们上次见面你还是个孩子呢，过了这么久，你师父那个云老怪可还健康啊？听到白宗主对自家师父的称呼，林青云顿时心中一惊，以前他都叫我师父前辈，为何突然改口叫云老怪了？许是看出了林青云心中的疑惑，白宗主直接笑成了猪叫：白某得高人相助，突破到出窍了，高然还助我们从剑魔手下存活，我万剑仙宗真是福泽深厚啊！闻言林青云震惊不已，又转头看了一眼李念凡的家，这时他突然意识到，难道献祭乾隆仙朝助其脱困，救万剑仙宗于水火，帮助白无尘老头突破出窍，救陈夫人起死回生，都是这一人所为？这究竟是什么人？世界上真有可能存在这样的人吗？林青云越想越害怕，最后只好用力地拍了自己2巴掌，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心想有如此神仙人物，乾隆仙朝和万剑仙宗都已结交，我凌云仙阁又怎可落于他们之后？不能输，我们凌云仙阁不能输！看着一旁疯癫的林青云，洛霜有些疑惑他在干嘛，但白宗主却表示别管他了，他和他师父一样神经兮兮的，我们先去拜访高人，可不能误了吉时啊！说完几人便敲开了李念凡家的门，见李念凡开门了，洛霜连忙向他介绍自己的爹娘，但也就在这时，林青云突然冲了出来，大喊道：还有我！这可把李念凡给整不会了。姑娘你是？我叫林青云，是洛霜的好朋友。见林青云如此不要脸，白宗主一家顿时大惊，这货怎么也跟过来了？不过李念凡也没在意，就将几人请进了屋。而林青云的反应与其他修仙者也是如出一辙，先是被机器人小白吓了一跳，又被饮水机里的灵水吓了一跳，最后又被沙发抓住了屁股吓了一跳。看着他一惊一乍的样子，李念凡有些尴尬地笑道：林姑娘真是活泼幽默呀。随即表示：对了，我正好熬了粥，可香了，我拿点给你们尝尝吧。说完，李念凡就进厨房端粥去了，而林青云则像是土包子进城一样的惊讶道：才发现空气中也都是灵气啊！瞧着他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洛霜也有些看不下去了，一把抓住他的手说道：林师姐在高人这里看到什么都不稀奇，高人游历凡间，不要提关于修仙的事情，扰了他的兴致。看到洛霜突然变脸，林青云也是被吓得冷汗直冒，连忙嘤的表示知道了。这时李念凡也把粥端了出来，看到林青云突然安静了下来，他也感到有些意外。不过林青云也是很快调整好了状态，撩了撩头发笑道：稍许有些累了，便坐下歇歇。同时暗自心想：大意了，一时太过惊讶，表现失礼。此人绝非凡人，必须结交，留下好印象才是。而李念凡看到他这样也没在意，当即便把粥端到了他们的面前，让他们尝尝这粥吧。哪知白宗主和林青云都不好意思喝，但就在他们谈话的这阵功夫，洛霜已经端了一碗上来。白宗主转头一看，惊讶地发现这粥上居然蕴含着大道法则，这才意识到自己失算了。可他刚想反悔，转头就看见那锅粥已经被大黑吃完了。这一幕看得他直接当场石化，而喝下了那碗粥的洛霜，效果也是十分的显著，竟直接原地突破到了筑基中期。这么多年总算是进阶了，一家人瞬间喜极而泣地抱在了一起。这一幕把林青云都给看傻眼了，这就突破了吗？还好我今日发现了，不然以这突破速度，万剑仙宗极有可能会威胁到我凌云仙阁的地位。我必须将这位高人抢过来，不能让万剑仙宗占了优势。这时白宗主又将手伸向了袖中说道：李公子，上次小女从你这里带回一幅画，我们受益良多，今天还赐珍贵白粥，为表谢意，我带了一点点心意，还请你不要嫌弃。说完他便打开了盒子，里面放着的正是万剑仙宗的正宗之宝剑匣灵玉。看到白宗主居然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了，林青云震惊不已。他可是知道白无尘能有元婴修为，靠的可全是依赖剑匣灵玉修行，而且不只是他，万剑仙宗高阶弟子也都是靠着1年1度瞻仰剑匣灵玉提升修为。可即便是如此宝物，李念凡给出的评价却也只是会发光的石头，晚上可以拿来当灯泡用，我很喜欢，谢谢你们。这话属实是震惊林青云100年。然而这时洛霜又给他补了一刀：林师姐，你登门拜访不会是空着手来的吧？被这么一问，林青云顿时感到一阵尴尬，在身上摸索了半天，才发现自己因为出门太急，
好像忘记带宝物口袋了。好在李念凡这时帮他解了围，说道：“林姑娘不用这么见外，你们光临寒舍我已经很高兴了。对了，我正好有一事想向各位求助，有一个小女孩受了惊吓而精神失常，你们有没有办法？”一听李念凡有事要帮忙，林青云当即便打算好好表现一下来挽回刚刚的失礼，随即说出了第一个办法：受了惊吓许是神魂受损，我凌云仙阁有许多治疗神魂的药物。可他话才刚说完，一旁的洛霜就立马出来拆台了。他年纪尚小，神魂强度太弱，用不了那些药物，那不如佩戴养魂玉，长期佩戴可以治疗人的神魂。可养魂玉要起效，少说的佩戴10年甚至20年。林师姐，你们凌云仙阁最厉害了，可还有其他办法？是啊，林姑娘，你还有其他办法吗？被两人这么一问，林青云顿时紧张的冷汗直冒，闭着眼略带羞涩的说道：“我小时候受惊昏迷，师傅曾在我床边讲故事陪我，可非要说办法，师傅他当时也焦头烂额，无计可施。”见林青云没有办法了，一旁的白宗主当即站出来接着补刀：“连你师傅都没有办法，凌云仙阁也不过如此嘛。”闻言，林青云也不知该如何反驳，只得委屈巴巴的撅起了小嘴。不过李念凡却在这时兴奋地说道：“不，林姑娘，多亏你的提醒，我想到办法了。这个男主居然在修仙世界讲起了《西游记》，开口便是天地之理，还收获了一堆迷弟迷妹，让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们以为这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李念凡受到林青云的启发后，想到了一个办法，这让林青云感到十分诧异。三魂七魄唯有神魂最难治愈，李公子真有办法？我只会些凡人的笨办法，不过是事嘛，总没坏处。听到李念凡这么说，四人皆是不由得感叹，不愧是高人啊，神魂受损居然能用凡人的手段修复。随后李念凡交代小白看家，就准备进城去救囡囡。万剑仙宗三人组一听到李念凡要出门了，立马表示想要同行。很快李念凡便带着人来到了囡囡的家里。张大娘看到李念凡还带着4位修仙高人来了，连忙上前请求道：“你们若有办法，快救救囡囡吧，囡囡她就这半晌又更严重了。”看到囡囡变成这样，洛霜也是心疼的不行，直呼作孽啊，连忙走上前安慰起了张大娘。而李念凡则是来到囡囡面前，温柔地说道：“囡囡，念凡哥哥给你讲故事，希望你听了故事就不怕妖怪了，好不好？”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西游记》。听到这个名字，大黑顿时就没了兴趣，因为这本书他在家里书柜看过，于是直接趴在地上就要开始睡觉。这时只听李念凡缓缓开口：“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自从盘古破鸿蒙，开辟从兹清浊变。”李念凡只是说了几句，四人就已经兴奋的喜极而泣，直呼这是天地之理。紧接着便规规矩矩的坐在一旁，认真的听李念凡讲《西游记》。听了一会后，居然又哭了起来，直呼大道至理啊，这是万事万物发展的规律吗？看到他们这样，连大黑都是直摇头，而李念凡则是在心里盘算着，若是让囡囡觉得孙悟空是个调皮可爱的存在，他兴许就不会再怕妖怪了。但当李念凡再次睁眼时，却发现自己的面前已经坐满了人，大家居然这么喜欢听故事，这搞得他都有些害羞了。随即轻咳2声道：“好吧，那我也要进入正题了。石猴在花果山统领群猴逍遥快活，后为求长生而以竹筏过海拜师学艺，好不容易拜在菩提祖师门下，得名悟空。但悟空却问祖师：我学这个可得长生吗？”说到此时，四人皆是被震惊的无以复加，感觉这简直就是大道之音啊，纷纷认为这就是李念凡的亲身经历。不久后，李念凡也觉得差不多了，随即表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同时也在心中暗喜，难道我要以说书先生的身份出道了？我要红了吗？这时他又转头看了一眼怀中的囡囡，就是不知道对囡囡有没有效果。好在这时原本双眼无神的囡囡终于是回魂了，看到囡囡终于恢复了，李念凡也是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但这些听书的观众们却是有些意犹未尽，白宗主更是兴奋地上前问道：“李公子，明天我们还可以继续旁听吗？”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李念凡当成了仙界的某位至尊，否则估计也没办法把故事讲得如此详尽。就是不知道这等天机，他们这些小小修仙者是否有资格听呢？李念凡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也是很高兴地答应了下来，并提醒他们明天可以带个凳子来，坐在地上容易着凉。这话可是把他们给感动的不行，直呼李公子真是无私大爱啊。随后三人便御剑离去了。这时还没离去的林青云则是一脸害羞地表示：“今天一点忙没帮上，是我凌云仙阁的失礼。”闻言，李念凡连忙摆了摆手道：“怎么会？今天多亏你提醒，我才想到用故事纠正孩子的认知，真是疗愈心病的好办法呀！以后有空可以多去我那坐坐呀。”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李念凡也在心里想着，听说凌云仙阁是超厉害的修仙宗门，结交准没错。而听到李念凡这么说的林青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便一脸兴奋地贴到了李念凡的面前，说道：“好的，李公子，妾身明天一定再来听您教诲。”随后李念凡告别了张大娘，就准备回家。可就在这时，他却被人给叫住了。转头一看，竟是一位书生。前一秒天空还乌云密布下着大雨，下一秒就因为男主说了句没带伞快停下，就瞬间放晴。放晴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养的鲤鱼变成金龙从池子里飞出来了。就在李念凡准备回家的时候，被一个书生给叫住了。书生自称孟良君，也是刚刚李念凡讲《西游记》时的听众。他叫住李念凡，就是想问这世上是否真的有长生之道。李念凡一听是这个问题，直接就懵了。长什么？孟良君兴奋道：“我追寻长生已久，找遍所有书籍却都一无所获，直到听闻公子故事，你定然知道如何长生，还请公子教我。”看着孟良君激动的样子，李念凡也是冷汗直冒：“你读书读傻了吧？
这都能看出来吗？我确实不太聪明，一直以来我都沉浸在书的世界中，好像知道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却什么都不知道。听到孟良君这样的回答，李念凡也是彻底无语了，这人是真傻呀。随即长叹了一口气道：古往今来追求长生的没有一个善终，10年可见春去秋来，100年可证生老病死，1000年可探王朝更替，10000年可见斗转星移。凡人如果用1天的视野去窥视100万年的天地，无异于井中捞月。小伙子，专注当下，好自为之啊！我只能言尽于此了。说完，李念凡便转身离开了。而愣在原地的孟良君细细品味着李念凡刚刚的话，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直呼真是大智慧啊！而不远处的李念凡听到他的这阵笑声，当即就跑得更快了。唯心主义惹不得呀，赶紧跑，赶紧跑！而与此同时，万剑仙宗的山门前，一老一少正在朝着万剑仙宗走去。徒弟问师傅，万剑仙宗遭遇剑魔挑战，想必已经惨遭灭门了。我们赶过去又是为何？师傅转头叹了一口气，我与白无尘同为剑修明争暗斗100余年，如今他惨死于剑魔之手，除了我还有谁会替他收尸呢？可他话音刚落，抬头就看到了刚从李念凡家中回来的白无尘一家3口，顿时被吓得大喊诈尸了。听到声音的白无尘转头打趣地问道：哎呀，赵老头你怎么来了？赵老头看他真的没死，眼睛瞪得老大问道：白无尘你怎么没死？我还准备过来给你收尸呢，莫非是剑魔向你挑战？你逃了？逃？不存在的，你且看这个。说罢，白无尘便在手中凝聚出了一团灵气。见状，赵老头顿时大惊，他知道白无尘这是突破到处撬劲了。看到赵老头吃惊的表情，白无尘也是笑成了猪叫。想必是我万剑仙宗福泽深厚，受上天眷顾，那剑魔也只是我的一次小小历练罢了。赵老头，你也不用太羡慕人各有命。闻言，赵老头当即对着白无尘拱手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恭喜白前辈了。修仙者追求长生，但长生者又能有几人？看来你要活得比我久了。赵老头，莫非你寿元将近？是啊，不出50年了，还以为能替你收尸，没想到只剩我一个人走了。看到昔日老友寿元将近，白无尘叹了一口气，实话跟你说吧，助我突破并消灭剑魔的另有其人，我们冤孽一场，我也不忍看你灯枯油尽，莫非你有办法？是的，明天带你去听个故事。第二天，李念凡又来到了镇上说书，可才刚进城，他就碰上了孟良君。刚一见面，孟良君就是一脸兴奋道：李公子，我等你好久了。李公子，我悟了，谢谢您昨天的教诲。李公子的意思是万事万物都有自身规律，我必须从当下的现实中感受，才能真的有所领悟，才能打破这些规律。所以你还是想着长生吗？是的，李公子的大道远不止这么简单，我只能悟出其中一点皮毛，但是我会仔细观察世上每一样东西，感悟其中的规则，争取早日明白李公子话中的深意。听到这里，刚想跑的李念凡也是懵了，他这是悟出了格物致知啊，这比我想的还要唯心主义啊！惹不起，惹不起，赶紧跑！随后，李念凡来到小院，又开始讲起了《西游记》，可这次他却发现了2个生面孔，这2人正是赵老头和他的徒弟。李念凡看他们俩出了这么多汗，随手就递了一块干净的毛巾过去，让他们擦擦汗。赵老头颤抖地接过毛巾，结结巴巴地说道：多谢高人，我没事。而他们之所以被吓成这样，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发现一旁的凌云仙阁圣女都变成花痴粉了，这也让他们更加肯定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绝对是他们惹不起的存在。这时只听李念凡开口道：书接上回，祖师道，你今有缘我一喜说，当传与你长生之妙道也。听到长生之道，3人皆是眼冒金星，而李念凡则是接着说道：祖师云，显密圆通真妙诀，悉修性命无他说，都来总是精气神，紧固牢藏修漏泄，修漏泄体中藏，汝寿无传道自昌。闻言，3人皆是大惊，这就是长生之大道啊！寥寥几句就说了出来，一个字也听不懂啊！这时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李念凡则是最后说了一句：贯通一性生归本，只待容谦先露明，毕竟不知怎生结果，居此界终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李念凡话音刚落，天空中就下起了雨，然而这却让众人以为他是言出法随，引来了天地变化。这时李念凡看到屋外下起了雨，自己又没带伞，随即懊恼地朝着天空大喊：突然下这么大的雨，多麻烦呀，快停下吧！他的这番话属实是把旁边的2个老头给吓了一跳。李公子居然以凡人之躯让天停雨，而与此同时，10里开外的李念凡家中，一条5爪金龙从水池中飞了出来，这一幕把大黑和小白都给吓坏了。主人的鲤鱼飞走了，他会不会生气啊？伴随着金龙的飞出，李念凡这边的雨也停了，天空开始放晴。见状，李念凡还以为是自己做了好人好事，上天都舍不得他淋雨回家，但这却把一旁的几人惊掉了下巴。李公子，你还说自己不是仙人，这下是猪都不会信了。这时孟良君突然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凑到李念凡的面前，激动道：李公子，我将你讲述的都记下来了，若是李公子不介意，我希望能让这故事广为流传。看他靠得这么近，李念凡连忙表示：你这个想法倒还可以，不过别凑这么近。那作者留您姓名可否？这千万不行，书不是我写的，作者要写吴承恩，知道吗？听到吴承恩这个名字，孟良君又悟了。李公子大才，我这就回去编纂。看到他莫名其妙又悟了，李念凡不禁感到一阵无语，而一旁的几人也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如此，吴承恩呐，李公子真是了不得呀，这落款实在是高，《西游记》绝对会在修仙界引起轰动。李公子不但甘心将这博大的智慧分享，而且自己取名吴承恩，意思便是悟承恩，不需要承恩，
李念凡听着这些人说的也是感到很无语，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个男主居然在修仙世界涮起了火锅，还把3只妖王拿来切片涮肉，就连吃的蔬菜中都蕴含着道运，只要多吃几口就可以让人突破。李念凡讲完《西游记》后就准备回家，在和众人告别时随口说了一句：“下次再到我那里做客吧，到时候我们一起打些野味吃呀。”听到李念凡说野味，白无尘有些疑惑，转头询问洛霜野味是什么意思。这时洛霜说道：“我与李公子相识最早，自然能懂他的言外之意。上次豹子精伤了囡囡，被李公子做成了野味，想必是这气还没消。李公子心中对妖怪有恨，所以想让我们去打些野味过来，也是暗示我们这大道智慧的故事不能白听，得有所作为。”见洛霜已经说出要办的事情了，林青云笑道：“这还不简单，我这就打死几只大妖给李公子送过去。”这时一旁的洛霜提议：“我知道一处地方住着一只元婴期的妖王，不如从他下手。”闻言林青云当即双眼放光：“虎妖王好啊，大补！”这话说的一旁的白无尘直摇头，年轻气盛，那可是只妖王啊。然而林青云却是轻蔑一笑：“若能让李公子开心，区妖王多少只我都整整齐齐的把他们送过去。”这话听得一旁的赵老头都是感到一阵后怕，没想到凌云仙阁的圣女竟然是这种性格。而与此同时，百里开外的虎山内，在家中悠闲坐着的虎妖王脑袋上也多出了一个微字。第二天早上，李念凡正在家里晾着衣服，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开门一看，居然是白无尘和赵老头，两人也没白来，还带了3只野味，一脸恭敬的笑道：“小小心意不成敬意，打的不多，但是都很新鲜。”看着这些野味，李念凡心想，这要是在上辈子，老底估计都得坐穿吧。但好在他现在穿越了，穿越真好。接着他便将3只野味拖了进去，让他们先做，自己要去准备食材。随后李念凡开心的跑到了厨房，思考着要做什么好呢？修仙者登门居然带了这么多好东西，我也得好好招待才是。突然他想到了可以吃火锅涮肉啊，于是在过了一会后，一盘盘妖王级的涮肉卷就被摆上了餐桌，还有这标准的鸳鸯锅底。但当李念凡叫他们来吃的时候，几人看到这火锅的形状和涮菜，却都是一脸的懵逼，完全看不懂啊！这个肉为什么是这个形状？这是什么好可爱？还有这个锅，居然是太极的图案，这分明就是阴阳之道啊！万万没想到，此锅意欲阴阳调和太极混沌。正所谓锅生一，一生二，再分清汤之麻辣，备荤素之食材，享食材之精华，在腹中炼化过肠胃之精炼，后以菊花排除滋润大地万物，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学到了，学到了！看到这些修仙者吃个火锅还有这么多话，李念凡也是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心想一个锅而已，这些修仙者可真有意思，随即便招呼他们过来吃。但面对如此阵仗，这些修仙者也是不知该如何下手。这时只见李念凡拿起筷子就要给他们示范一番，先是夹起一块肉，放到锅里熟了之后再蘸点酱汁，然后吃掉。看到李念凡吃的这么享受，一旁的两女有样学样的学着吃了一口，瞬间就被这麻辣鲜香的味道给征服了，纷纷不顾形象的开始了大口吃肉。看到两人的吃相，白无尘不由得说道：“姑娘家的太不矜持了，老年人吃多了肉不消化，我尝尝蔬菜。”但只是尝了一口，他就立马瞪大了双眼，这蔬菜中竟然有道运。这时李念凡说道：“这些蔬菜都很新鲜，全是我自己种的。”闻言，白无尘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既然是李公子种的有道运，也不足为奇了。说到此时，白无尘还不忘对着一旁的赵老头使了个眼色：“赵老头，你多吃些蔬菜对身体好，怕是能让你多活几年呢。”闻言，赵老头瞬间心领神会，我明白了，以这蔬菜中的道运，我多吃几口兴许就能突破了。李公子真乃神人啊！随后几人也正式开始了他们的火锅之旅。这是一只有着9条尾巴的千年狐妖，如此修为在妖界也算是一方大妖，寿命更是悠长。但今日他却要冒死化形，以身相许去报男主的救命之恩。原来3年前的他还是一只7尾妖狐，遇到修仙者受了重伤，所幸被李念凡救了，不但伤势痊愈了，还只花了3年就长出了9尾。为了报答恩公的救命之恩，他决定化形以身相许，但化形的过程十分危险，要经历数道天雷，稍有不慎便会魂飞魄散，到时候千年道行也会烟消云散，得从头修炼才行。而且就算化形成功了，也是最为虚弱的时候，方圆几十里的修仙者知晓后都会来取他的妖丹。因此6尾劝姐姐还是不要化形了吧。9尾轻昵地碰了碰6尾的头，说道：“我若是化形成功，就算奄奄一息，不还有你吗？你可要保护我呢。”好了，时机到了，我也该去了。只见9尾凌空跃起，便朝着远处飞去，心里想着：我固然知道化形危险，但是这行我非化不可。人妖殊途，只有化为人形才能到公子身边伺候他，报他救命之恩。这时一道硕大无比的闪电直劈而下，天空中也下起了大雨。外出打柴的李念凡看到这雨说下就下，顿时就被气得不行，连忙朝着一个山洞跑去。突然又是一道闪电劈下，把李念凡吓了个半死，赶忙躲进山洞里瑟瑟发抖。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雷？是要末日了吗？这时李念凡突然发现，这雷怎么好像都劈在了一个地方，而与此同时也有2名修士发现了这里的异样。9道天雷有千年狐妖化形，什么妖怪这么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真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能拿到他的妖
妖丹突破还不是轻而易举。说罢，两人都是露出一抹邪笑。不久后，雷劫散去，天空开始放晴，九尾成功化形成了一个粉发美少女。恰巧这时李念凡也从山洞中走了出来，看到了刚刚化形成功、穿着很是清凉的九尾。看了好一会儿，李念凡才反应了过来，瞬间老脸一红，连忙转头缓解尴尬，嘴里还嘟囔着：“真是祸国殃民的苏妲己啊！”九尾看到李念凡，当即便想要相认，但一转头却发现李念凡竟然已经开始脱衣服了。见状，九尾有些紧张地问道：“你要做什么？”结果他话还没说完，就见李念凡将外衣披到了他的身上，有些害羞道：“别担心，我不是坏人，你不会有事的。你很虚弱，我带你去治疗。”说完，他就将九尾妹子背在身上，朝着家里走去。而此时躲在不远处的六尾看到这一幕，却是怒了：“可恶的人类！姐姐虽然度过天劫，命脉却被打散了，只靠最后一口气，吊着1个月都活不了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男人，姐姐就不会选择化形，也就不会死。姐姐离世之时，我定要送这个男人下去陪葬。”此时方圆百里的修仙者也都知晓了有妖化形，纷纷赶来。看到这么多修仙者朝着李念凡家的方向飞去，洛诗雨也担心了起来。虽然他不知道这妖怪放弃千年修行化形究竟图什么，不过他知道这千年大妖的妖丹珍贵无比，必然会招来无数人争抢。如果闹得太凶，打扰到李公子休息，那就不好了。如果被吵得睡不好，损了健康，那不就糟糕了吗？听到自家女儿是担心这个，一旁的钟秀也是很无语。这时洛皇发话了：“绝不可让此事发生。自从你们向我讲述了高人事迹，我便觉得高人选择在我乾隆仙朝栖息，这是我们仙朝的荣幸。若是被人冒犯了，便是我们招待不周。如果因为被人打扰了离开，那这个损失就大了。施与我们出发，谁若是吵到高人清闲，我们就替高人当场解决。”而与此同时，在李念凡家不远处的上空，白无尘和赵老头正凌空对坐。就见白无尘说道：“赵老头，恭喜你突破至出窍了，这下又成老不死的了。这还得是多亏了高人的白菜呀。不过白老头，我们彼此啊。只是你才突破就来李公子这里当门卫，看上去很悠闲啊。我当然不是想独占机缘，只是单纯担心高人被苍蝇扰了清修罢了。英雄所见略同，确实是有些吵闹了。那不然我们比比看谁赶走的苍蝇比较多。”说完，两人便一起动手凝聚出了一个太极图，朝着不远处轰去。伴随着一声巨响，无数修士被轰飞了出去。而此时李念凡也将化形的九尾放到了自己的床上，随即一脸认真道：“你放心，我这里很僻静，很安全的。”可他这话才刚说出口，屋外就传来了轰隆隆的声音。李念凡转头看了一眼，说道：“没事，兴许是刚刚的雷没打完，我这里很僻静，很安全的。”九尾笑着连连点头：“听公子的。”这时李念凡又接着说道：“你伤得很重，有生命危险，我替你医治好吗？”“听公子的。”“你休养一阵，如果没有别的去处，就先暂住我这吧。”“怎么样？”“听公子的。”“那你叫什么名字啊？”“都听公子的。”听到妹子连这个都要听自己的，李念凡顿时脸色一黑：“这个不能听我的吧？你没有名字吗？”闻言，九尾一脸呆萌道：“不能吗？”听到妹子这样的回答，李念凡突然想到了，难道说她是有钱人家的婢女，生来就没有人权，受尽苦难，连名字都没有，好不容易逃了出来，无家可归，还遭人劫掠，受了重伤，这也太可怜了吧？不过转念一想，那我今天救了她，岂不是成了她的救命恩人？按照剧情发展，如果我对她好些，她可能就以身相许报答我了，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同居了。一想到这，李念凡当即转头对着妹子柔声道：“别害怕，无论你以前受过什么苦都过去了，从今日起我会照顾好你的。你如果没有名字，我就叫你妲己好不好？”听到李念凡为自己取了名字，九尾顿时满脸通红，一脸害羞道：“都听公子的。”可当他再次抬头正想表明身份的时候，却见李念凡已经走到了门口，说要去帮他煎药。说完就啪的一声把门给关上了。从屋里走出的李念凡也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开始了胡思乱想。哎呀妈呀，我可从来没孤男寡女一个房间离得那么近说话过，他不会觉得我是个轻浮的男人吧？真是紧张死我了。不过我的友善一定有好好传达给他吧。想到这里，李念凡就开开心心的跑去煎药了。而屋内的妲己也察觉到了李念凡刚刚的举动，不由得笑出了声，接着便满脸幸福的开始重复自己的名字妲己。而此时白无尘和赵老头也解决完了那些烦人的修仙者，出窍境以下的杂鱼在他们和林青云的联手下，甚至连靠近都做不到。这时不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林姐姐，你们在说谁是杂鱼啊？”三人转头看去，皆是被惊掉了下巴。圣皇居然亲自来了！注意看，眼前这个威武霸气的神龙乃是上古火龙精魄所化，生性高傲，向来谁都不服。但当他看到男主时，却是瞬间秒怂，缩回了珠子，还放了几个烟花讨好男主。白无尘三人看到落皇亲临，连忙对着他抱拳行礼，同时他们也在心中暗自盘算了起来。他们的宗门虽然各自为政，但皆在乾隆仙朝的管辖之内。落皇虽然才疏学浅，却血统纯正，本是乾隆仙朝顶端的存在。没想到他竟然离开皇宫亲自过来了。而落皇看到他们也是翻起了白眼，心想这两老头怎么都出窍期了？什么时候出窍期这么容易了？洛诗雨也是看出了自家父皇眼中的疑惑，连忙凑到一旁提醒道：“
想必是得了李公子的帮助。这时白无尘说道：“不错，李公子助我万剑仙宗消灭了剑魔。”赵老头也是笑道：“李公子赐我火锅助我突破，延长了我这原本枯朽的生命。”而林青云则是满脸通红道：“李公子传授大道智慧西游记，有幸耳闻，受益匪浅。”听着几人所说的事情，洛皇羡慕得不得了，但又不能直接说出口，只能选择转过身去默默流泪。平稳了一下情绪后，洛皇再次开口道：“我们去拜访一下李公子，看看是否还有其他帮得上忙的地方。”很快几人便来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还没进门，洛皇就认出了挂在门前的那枚玉佩，是他之前送给女儿的成人礼。不过这块璞玉上此时却是被雕刻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这时白无尘和赵老头凑了上来说道：“这就是洛皇你那块凤凰佩吧？看来被李公子重新雕过了呀，难怪上次里面能飞出凤凰来，这是烂石头变神物了呀。”被两人这么一调侃，洛皇肠子都悔青了，想必是高人觉得玉佩太过低端，难怪后来什么好事都没叫上我们了，这是被高人嫌弃了，得补救啊。这时李念凡也是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打开门问道：“你们怎么一起来了呀？真热闹。”看到正主出来了，洛皇当即摆正了姿态，对着李念凡行了一礼。洛诗雨则在一旁介绍道：“李公子，这是家父洛惊鸿。”闻言，李念凡也是被吓了一跳，对方是洛诗雨的父亲，那不就是乾隆仙朝的圣皇，也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吗？想到这里，他连忙对着洛皇就是回了一礼。随后李念凡表示：“我这正好有件事想咨询你们帮忙。”一听李念凡有事需要帮忙，众人皆是热情高涨的表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看到他们说的这么严重，李念凡笑了笑：“有你们保护我，可有安全感了。不过我要说的其实是另一件事，刚刚电闪雷鸣劈到了一个姑娘，我想请你们帮我看看这姑娘怎么就好些。”众人一看到妲己，顿时大惊，这竟然是内化形的妖怪。而妲己看到这么多修仙者，也是被吓得瑟瑟发抖的缩在了角落。他们是来抓我的。闻言，李念凡也是有些懵，尴尬的转头问道：“你们是来抓他的？”这可差点把众人给吓死，连忙开口否认，心想这要是被高人误会，我们是来抓化形妖怪的，岂不是原地爆炸？于是众人当即表明了立场，我们都是好人啊。见状，李念凡连忙凑上前小声道：“这姑娘应该是谁家的丫头，受尽了苦，好不容易逃出来，把你们误以为是来抓她回去的坏人了。”虽然没听懂李念凡说的是什么，但众人也是齐齐附和：“李公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和众人解释完后，李念凡还不忘转头给了妲己一个自信的手势。妲己一看到李念凡就害羞的脸红了，既然公子说他们是好人，那就听公子的。这时李念凡端起一碗药说道：“可怜他被雷劈中，现在身受重伤，你们要是能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医治，就帮大忙了。”闻言，林青云也想帮忙，但是对方被天雷劈中，生机已然断绝，就如同枯死的树木一样，他想帮忙也是有心无力。可他刚想说没办法，就见喝下李念凡手中汤药的妲己身体竟开始散发金光，一股浓厚的生机向外溢出。看到这一幕，众人皆是震惊不已，这狐妖分明是必死之人了，但仅仅是一碗药，居然就扭转了乾坤，那可是天雷啊！这等于是从天道手里抢人，李公子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呀？而李念凡看到妲己喝完药发光，还天真的以为原来美少女吃药是会发光的呀。这时林青云表示，我们凌云仙阁中有不少灵药，想必对妲己姑娘的伤势有帮助。见状，白无尘和赵老头也跳了出来：“我万剑仙宗传承千载，也有些世间罕见的灵药，说不定您能用上，我这就去把我珍藏的灵药搬来。”看到几人都出手了，洛皇也不淡定了：“李公子，我这就回宫给你取药，不过还请你先收下这个，感谢你出谋划策解了乾隆仙朝之困。”为了挽回形象，洛皇这次也是拼了，上次送玉佩送差了，这次他直接搬出了国宝。李念凡看他们这么客气，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不过话虽如此，他手上的动作却没有停下来，当即便打开了洛皇所送的礼物。在盒子打开的瞬间，一条五爪金龙从里面飞了出来。这时只见那金龙霸气地说道：“何时召唤本尊？”见状，众人皆是被震惊的说话都有些结巴了。这就是乾隆仙朝的国宝龙火珠。可当这金龙看到李念凡的脸时，竟是瞬间怂了，呲啦一声就又躲回了珠子里。这一幕把洛皇都给看傻了，我堂堂乾隆仙朝国宝的龙火珠居然会躲起来。而一旁的林青云则是分析道：“龙火珠乃上古火龙精魄所化，是乾隆仙朝的无上至宝，向来品性高傲。与其说圣皇拥有龙火珠，不如说他才是主人。可就是这样的存在，居然只看了李公子一眼就直接怂了。”而相比众人的震惊，李念凡却是一脸激动地问道：“他刚刚是不是喷火了？太快了，我都没看清呢。”闻言，洛皇赶忙殷勤地凑了上来说道：“确实他会生火。”听到这珠子这么厉害，李念凡当即对着龙火珠命令道：“再喷个火看看。”收到李念凡的命令，龙火珠也是很上道的放了个小烟花讨好。见识到这东西的功能后，李念凡转头开心地对着众人道：“上次的灯泡，这次的打火机，你们修仙者好玩的小东西真多呀！李公子喜欢就好，不过我也不能总白受你们照顾，下次我也得好好回报你们才是。”听到李念凡这么说，众人皆是激动不已。和李念凡简单寒暄了几句后，就急匆匆地飞走了。一回到宗门，林青云就命令长老立刻将阁内所有的灵药通通带来。
他要马上给李公子送过去。他原本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书生，却因为看了男主门前的一副对联，就悟出了长生大道，随手一击就秒杀了2位妖王。但即便如此，他也从未被男主邀请进门过。李念凡带着妲己来到了参观的花园，和他介绍了一下大黑和小白。小白也是很上道的对着妲己说道：“见过女主人，给女主人请安。”听到小白竟说这些大实话，李念凡也是瞬间老脸一红。但他身后的妲己此时却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一个普通人家里有神犬和器灵，而且院子里到处都是灵草，这正常吗？我原本想着化形报答公子，为他生儿育女，保佑他一世平安，可看现在这情况，我这哪是报恩啊，分明变成抱大腿了。如此神仙人物能看得上我吗？妲己看着正在训斥大黑和小白的李念凡，当即就感到有些不自信了。公子，我真的可以住在这里吗？当然可以了，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闻言，妲己扑通一声便跪了下来。那妲己以后一定会服侍好您的。见状，李念凡连忙蹲下身，对着妲己说道：“你以后不用再服侍任何人了，我们平等相待。”听到平等二字，妲己沉默了一会儿，竟是说了一声不会。这可把李念凡心疼的不行，心想多可怜的姑娘啊，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啊。接着一把抓住了妲己的手，安慰道：“别担心，你以后不会的，我都可以教你。”随后，李念凡带着妲己来到了一张棋盘前，表示先从下棋开始吧。妲己看着眼前的棋盘，也是有些疑惑，刚想问这是什么，就见李念凡得意道：“这是棋，无论是谁坐到棋盘两侧，他们都是平等的。皇帝和乞丐下棋，老师和学生下棋，所有阶级都会在这一方棋盘上消失，这也是游戏的魅力。”不过尽管如此，妲己还是不懂，但李念凡却表示游戏是培养感情的最好方式。你看我教你啊，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先从最简单的开始。说话间，李念凡将数颗黑白棋子放入了棋盘之中，给妲己演示了起来。但在妲己的眼里，这已经不再是棋，而是黑白阴阳之道。他觉得肯定是因为自己太过愚笨，化形时才抵挡不了天劫。李公子下棋就是为了点拨自己大道之理。李公子对妲己真是恩同再造啊！就在妲己感悟阴阳之道的时候，李念凡却是一脸兴奋道：“你看，这样黑色的5个棋子连成一条线，黑色就赢了。你要不要试一下？”说完，李念凡转头看向妲己，却发现妲己居然哭了。李念凡还以为他是因为围棋太难没学会，所以才哭了。然而妲己却在这时喜极而泣道：“多谢公子。”妲己懂了，妲己愿听公子教诲，重新试试。可实际上2个人聊的根本就不是一件事。接着妲己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多谢公子大恩。”妲己无以为报，愿意一辈子好好侍奉公子，做牛做马做什么都可以。闻言，李念凡也是感觉瞬间被电了一下，当即开始了想入非非，服侍公子，做牛做马做什么都可以，感觉老天爷这是在考验他呀。随即一脸兴奋道：“虽然我价值观还是觉得平等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那先这样也可以了。”闻言，不远处的大黑和小白都无语了，听听主人这说的是人话吗？随后，李念凡春风得意的就打算出去摘点野菜，给妲己包饺子吃。可才刚打开门，就看到了坐在门前的孟良君。孟良君一看到李念凡，瞬间就闪现了过去。原来他是被李念凡门前的对联给吸引了。只见李念凡的门前赫然写着：“我到凡间来，到此逆长生。”李念凡看着自己以前写的对联，不由得面色一抽，心想我当时真是脑袋抽了，才写了这2句。随后有些尴尬的说道：“我乱写的，你别当真。”可孟良君却表示：“不，李公子，我本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才特意来请教。没想到还未见面，李公子就已经在门上写好了答案，我受教了。虽然只是一些皮毛，但也让我受益匪浅。小生听从李公子教导，观察万事万物，无论是蝼蚁还是星辰。”见孟良君一副说上头了的样子，李念凡啪的一声就把门给关上了，打算眼不见为净。孟良君看到李念凡把门关上也习惯了，又继续回到了那块石头上。而此时洛黄也已将仙巢中的灵药收集齐了，正在往李念凡的家里赶去。突然前方出现了一红一紫2道妖气，竟也是朝着李念凡家的方向去的。看到这一幕，洛黄顿时大惊，这妖气是2头妖王级别的大妖，怕是为了找化形妖怪的内丹而来。如果打扰到高人，那就糟糕了。不过以他们父女俩的修为，想阻止这2个妖王也是有些困难，但也只能拼尽全力试一下了。说罢，2人便急速朝着李念凡家飞了过去。而此时2个妖王也来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他们感受到了妲己的气息就在这院子里，打算趁他病要他命去取他的妖丹，径直的朝着李念凡家的院子走去。这时坐在石头上的孟良君叫住了他们：“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回头是岸，走吧。”闻言，2妖先是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转头就是喷出了一个能量炮朝着孟良君轰去。但这一击还未打到孟良君，就被孟良君周身的气旋给抵消了。见状，2妖还以为他是吓傻了，便又再次朝着李念凡家中走去。见他们如此冥顽不灵，孟良君叹了一口气，走到了2妖的面前说道：“李公子的圣地岂能被你们2个污秽之妖玷污？”没等他把话说完，狼妖就忍不住动手了，但这次依旧没有伤到孟良君分毫。这时只听孟良君缓缓开口：“尘归尘，土归土。”说罢，天空中顿时生出了无数闪电，竟是凝聚出了一个雷电风暴，朝着2妖席卷而去。只是一招就将2大妖王打回了原形。见状，孟良君叹了一口气：“动物修炼成精颇为不易，可惜你们走差了道，
从头再来吧。说完，他又看了一眼李念凡门前的对联，虔诚的鞠了一躬，就准备离去。但刚刚他秒杀2大妖王的一幕，却是被刚好赶来的落黄妇女给看到了。二人顿时被震惊的愣在了原地。这时孟良君也注意到了他们，二位是李公子的客人吗？闻言，二人连忙对着他回了一礼。哪知孟良君却是感慨道：“真羡慕你们能成为李公子的座上宾，他从未邀请我进门过，兴许是因为我太愚笨了吧？你们可一定要珍惜啊！”说完，他便准备离去。这时，洛诗雨突然问道：“请问公子要去何处？”孟良君表示：“我准备效仿《西游记》，一路向西，一边感悟天地，一边将《西游记》的道传播出去。那你走这么远的路，为何不穿双鞋子呢？双脚接触大地，才能让我更好的融于天地之间。”在目送完孟良君离开后，洛诗雨不由得说道：“真是个奇怪的人。”但洛黄却表示，或许他与我们不同，修的并非是仙，而是道。随后二人便进了李念凡家，还把在门口遇到孟良君的事情告诉了李念凡。李念凡也没想到孟良君居然在门口坐了整整1天。这时洛黄说道：“想必那位就是替李公子修订《西游记》的人吧？真是个人才啊！”但李念凡却是很不耐烦地表示：“什么人才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开口闭口都问我怎么长生，我已经解释了很多遍了，但是他怎么就理解不了呢？”闻言，二人皆是大惊：“长生之道啊！原来那个书生跟李公子学的是长生之道，难怪这么厉害啊！注意看，这些酷似游戏道具的光团乃是修仙界最为极品的灵药，随便一株都能在外界引发腥风血雨。然而就是这样极品的灵药，到了男主家的后院，却只配拿来当点缀，连种在田里的资格都没有。”随后赶到的林青云发现李念凡手上拿着空间玉镯，顿时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心想乾隆仙朝这次是把自己底裤都搬来了。不过还好，他也带来了凌云仙阁最珍贵的药草。只见林青云大手一挥，10几株灵药浮现而出，灵药闪烁的金光把落黄父女俩都给亮得睁不开眼了。这些居然全都是极品灵药。在修仙界，灵药的等级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以及极品，极品往上则是先天灵药，再往上则是先天灵根。这时只见林青云一脸肉疼地说道：“天下间能一下子拿出16株极品灵药的实力，怕是屈指可数。”看到他这样强撑着，落黄父女俩也是有些无语，这是心疼到咳血了呀。而李念凡看着这些发光的灵药，给出的评价却是像 RPG 游戏里的道具一样真好看。这时白无尘和赵老头也从墙角冒了出来，只见赵老头拿出了一个小盒子，说道：“我们剑宗的底蕴比不上乾隆仙朝和凌云仙阁，我们有的灵药相比也都不值一提了。不过我带来了一枚种子，是我的祖师在一处上古秘境中游历侥幸得到的。”看着这枚种子，落黄不禁问道：“你祖师的年代至少也有1000年了吧？什么种子能活这么久？”然而赵老头却是摇了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不过他小时候调皮，却意外发现这枚种子刀剑难伤，水火不侵。李念凡看着这枚种子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他的确还活着，虽然似乎是假死状态，所以他想试试看看能不能救活他。毕竟像这样不怕火不怕烟，活了几百年的种子可不常见，而且他也是系统封号神农的男人，倒要种出来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李念凡突然想到，对了，你们带来这么多好东西，我也给你们准备了些微不足道的回礼。说着他便朝着后院跑去。众人一听到李念凡要送回礼，皆是一脸激动和期待。片刻后，李念凡捧着几个袋子走了过来，表示后院的茶树成熟了，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但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好歹新鲜健康。一听是李念凡亲自种的，众人皆是一脸兴奋地接过了茶叶。可李念凡简单说了句告辞后，就连忙将茶叶护在了怀里，生怕如此珍贵之物被人觊觎，不敢有丝毫停留，齐刷刷的就飞走了。李念凡看到此情此景，也是不由得惊讶道：“天啊，修仙者能飞得这么快啊，和飞机一样，真厉害。”闻听此言，身后的妲己疑惑道：“飞机是鸡吗？”然而李念凡却是转头笑道：“你这个谐音梗很冷哦。不过妲己你来的正好，林姑娘他们送来了好多灵药，我把对你伤势有用的挑出来了，剩下的我准备种到后院去。这些要闪闪发光的做点缀，一定很好看。”听到这话，妲己都懵了。种灵药，做点缀？对啊，你看这多好看呀！看到李念凡身前放着的竟是一排极品灵药，妲己连忙劝道：“公子，这是极品灵药啊，此等灵药盛衰消长都是天意啊，如果是种植方法错了，这灵药就毁了呀。”然而李念凡却是得意的笑道：“这你就小看我了吧，你别看我这样，我在这住了5年，吃的蔬菜都是我自己种的呢，什么白菜啦、土豆啦，我都种得不错。”闻言，妲己急得都快哭出来了，白菜土豆怎么能和灵草相比呢？这时李念凡提出要带他去看看自己的菜园。妲己看着兴奋的李念凡，心想公子虽然不是凡人，但拿灵药与白菜相比，真不知是朴实还是有些憨憨。可当他跟着李念凡踏入后院的门时，却被一股扑面而来的道运差点吹飞，扶着墙缓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缓过神来。这是道运？不对，这只是道运的残痕。但是传闻只有当一个人对道的领悟达到超凡脱俗的境界时，他的道运才会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也被称为道运的残痕。后院中这道运与公子身上的略有不同，这里究竟存在过什么？居然有如此浓郁的道运残痕，而留下这个道运残痕的人又是什么境界？李念凡看到妲己突然站在原地捂着胸口，有些担忧地问道：“妲己，你怎么不说话了？是又不舒服了吗？”妲己连忙表示没有，自己只是过于震惊了。而李念凡则是得意地笑道：“是吧？我虽然别的不擅长，但这院子里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虽然最近来过很多客人，
不过我从来没带他们来过后院呢。妲己，你是继内狗系统之后第一个进来的人，你看我准备把那10几株种在哪，你觉得怎么样？你喜欢吗？不过李念凡说了半天，妲己确实没有听进去多少，而是在心里想着，系统是那仙人的名字吗？不，此等境界绝非仙人，应该是远超仙人。然而就在妲己还在思考的时候，李念凡却突然一把拉住她的手就往里走去。当两人来到菜园时，妲己再次被震惊到了。这是灵药级别的白菜，灵药级别的土豆，灵药级别的西瓜。不过他转念一想，也难怪了，生长在这充满道运的环境中，就算普通的东西也会成长为神物。这时一旁的水池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妲己转头看去，就见一只巨大的象龟从水池中跳了出来。这一幕属实是把妲己给雷得不轻。然而李念凡却是得意道，这就是象龟哦，鱼铺老板送我的。他叫老龟，刚来的时候只有我手掌大，不到1个月居然就长这么大了。我当时担心池塘里有妖怪，才弄它来试试水的。现在想想，我真是庸人自扰。我这里怎么可能有妖怪吗？闻言，妲己已经被震惊得说不出话了。不，我才是庸人自扰，居然担心此等神仙人物种不好去驱灵药。我的眼界太低了，怎有资格质疑公子？以后定要谨记，公子的想法就是绝对正确的。随后，李念凡将刚才赵老头送的那颗种子种到了土里，并进行了悉心浇灌。他也很期待这颗活了几千年的种子究竟会种出什么来。而此时，就在李念凡家不远处的上空，正有2名修仙者驾着一朵彩色云彩飞过。云彩之上的女子正是灵仙道宫圣女秦曼云。这时，只见一旁的女童问道：“秦姐姐，我们也要抓着九尾妖狐吗？”“非也，九尾天狐乃上古异种，与其他凡物不同。传闻只要喝1点九尾天狐的血液，就能洗精伐髓，褪去凡胎。只是狐狸生出九尾比凡人成仙更难。几千年来，九尾天狐从未出现，大家都猜测这珍贵血脉已经灭绝。如今突然出现，甚至化了形，必然会被贪婪之人垂涎觊觎。我们灵仙道宫若不出手保护他，谁还能保护他？他只有在我们灵仙道宫才能受到最好的保护，也只有我们灵仙道宫才有能力保护他。”说话间，两人已经驾着彩云来到了乾隆仙朝的宫闱上空。秦曼云觉得，既然到了乾隆仙朝的地界，理应先知会地主一声，打算先去拜访洛皇，顺便问问他地界内出现的九尾妖狐，他可知藏匿何处？这是一包怎样珍贵的茶叶？皇后仅仅是拿出1点来招待客人，就被圣皇骂成了败家娘们。修仙大宗的圣女只是朝他讨要1点，就被他果断地轰了出去。话说灵仙道宫圣女秦曼云为追寻九尾天狐踪迹，来到皇宫拜访洛皇。双方经过一番简单的寒暄后，秦曼云当即开门见山地表示自己是为了那九尾天狐而来。闻言，洛皇顿时大惊，果然是冲着那天狐来的，但却依旧不动声色道：“九尾天狐千年未曾出现一次，此次消息突然，怕是谣言不可信啊。”“非也非也，此次消息乃是银月妖皇放出，他追寻狐族已久，熟悉他们的一切，应该不假。洛皇难道有隐瞒？莫非是已经知道了九尾天狐的所在，不肯相告？”闻言，洛皇顿时脸色一黑，他也没想到灵仙道宫的人说话居然这么直接，不过还是笑着邀请秦曼云进去边喝茶边聊。而此时钟秀也已来到了藏宝阁寻找茶叶招待客人。就在他找到了洛皇所说的茶叶，准备过去的时候，突然发现了放在墙角的一个袋子，打开一看，发现竟是自己从未见过的茶叶。又对比了一下洛皇所说的那罐茶叶，钟秀瞬间秒懂。而此时皇宫的会客大厅内，洛皇有些冒昧地问秦曼云：“灵仙道宫追寻这九尾天狐是为了什么？”秦曼云表示：“九尾天狐乃世间最接近仙人的存在，也是最有希望修炼成仙的生物。我们想求他加入灵仙道宫，倾尽全力培养，助他成仙。”洛皇点了点头，原来如此。这时秦曼云又接着说道：“洛皇放心，我们对他没有丝毫的恶意，只是有些情况你也知道，不知何时仙凡之路断绝，即便是我们灵仙道宫，也久久未能有人得到成仙。这只九尾天狐的出现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若是能重启仙凡之路，对天下万千修仙者都将是福祉。”听着秦曼云所说的仙凡之路断绝，洛皇不由得心想：我本也是如此以为的，只是前2日遇到一位比仙人还牛的存在，若是仙凡之路真的断绝，他又是从何而来？九尾天狐就在他身边，我告诉你，你敢去要吗？说到底，灵仙道宫还是不能和李公子相比啊！想到这里，洛皇忍不住地笑出了声。秦曼云看到洛皇这副样子，顿时就发飙了：“洛皇，请你认真一些！银月妖皇的2个妖王部下在寻找九尾天狐的过程中失踪，他现在加派人手大力寻找。若是他们先找到了九尾天狐，吞下了他的妖丹，届时不但世间再无九尾天狐，连银月妖皇都将再无法对付，请您务必重视起来。”说完，秦曼云调整了一下情绪，又重新坐了下来。洛皇看到他这样，刚想说些什么，就见钟秀已经把茶水端了上来，于是笑着说道：“这茶水可不常见，近日有机会还请秦姑娘也品鉴品鉴。”秦曼云也没在意，端起茶杯就准备喝，毕竟他什么茶没喝过。可当他看到这茶水时，却是愣住了，赞叹这确实是好茶。见秦曼云都对自己的收藏赞叹不已，洛皇也很是得意。可当他端起茶杯时，却傻眼了，这好像不是我藏品里的茶，难道这是李公子给我的茶叶？而此时喝下茶水的秦曼云也已进入了悟道的状态。修仙最重要的是什么？并非灵力，亦非天赋，而是悟道。唯有悟道才能突破瓶颈，而一个瓶颈对大部分修仙者而言便是一生。这到底是什么茶？一杯茶就是一次悟道的机会。灵仙道宫最好的茶水与它相比都黯然失色。
想到这里，他刚想问洛黄这是什么茶叶，转头就发现洛黄的脸已经黑了下来，好像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颤抖地问着自己夫人：“这茶叶是从哪里寻得的？”闻言，钟秀还很得意地笑道：“我在宝库里的角落里寻得的，怕是你塞得太里面，自己都忘了还有这茶。”可殊不知，这其实是洛黄故意藏在那里的，结果却被他拿出来招待客人。洛黄大骂钟秀真是个败家娘们，这可是李公子送的茶，我都一点没舍得喝，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是我的命根子啊！看到洛黄如此激动，秦曼云以为他是想和灵仙道宫攀关系，所以才献上这样的宝物，于是当即提出想打包一些回去给灵仙道宫的长老们也尝尝，当然也不白拿，我们可以拿其他宝物来换。闻言，洛黄心里的火再也憋不住了，你喝了我的命根子，还想继续拿东西换？当即就把秦曼云轰了出去。这把秦曼云都给整懵了，守在门外的女童更是疑惑地问道：“圣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乾隆仙朝怎会对你做出如此无礼的举动？”然而秦曼云却是转头一笑，想巴结我们灵仙道宫的仙朝宗门从南极排队到北极，我刚刚追问九尾妖狐的下落，乾隆仙朝冒着得罪我们的风险也要刻意隐瞒，这里面一定藏了一个天大的秘密。洛黄方才提到了李公子，说珍贵的茶叶乃李公子相赠，派出灵仙道宫线人给我把这个李公子找出来。区乾隆仙朝在我面前怎可有秘密？然而秦曼云刚下完命令，就听身后传来一道声音：“秦姐姐，请你三思，我知道秦姐姐要做的事情，定会做到才会罢休。既然你知道了李公子的存在，要探查出来也是早晚的事。只是秦姐姐既然尝了那茶叶，想必多少能猜到这位李公子并非等闲之辈。若是贸然行动，莫说乾隆仙朝遭难，灵仙道宫可能也会有灭顶之灾。”见洛诗雨说的如此夸张，秦曼云也是有些不信，而洛诗雨则是继续说道：“实不相瞒，九尾天狐已被李公子从天劫之下救走，秦姐姐也不用再多费心思了。”闻言，秦曼云大惊：“从天劫下救人，这怎么可能？这大人物是何境界？莫非是仙人？并非仙人，而是仙人之上。这么替主人着想的狐妖妹子，你见过吗？不光自己以身相许认了男主做主人，还因为男主的随口一句话，就决定让妹妹也化形一起来伺候男主，这简直不要太幸福。”为了让秦曼云知道李念凡的厉害，洛诗雨带着他来到了镇上，但面对行人异样的眼光，秦曼云却有些不耐烦了。“诗雨妹妹，你带我到此处究竟是为何？”洛诗雨表示：“秦姐姐先别生气，李公子不喜人打扰，不好带秦姐姐拜访。但是另有一人，秦姐姐见了想必就能明白了。”闻言，秦曼云更加疑惑了。仙凡之路已经断绝千余年，可洛诗雨却说有一位仙人之上的人物，若是真的，这将会给修仙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即问到另有一人：“这是什么人物？”“书童，李公子的书童。”随后两人来到茶楼听书，而台上说书之人正是李念凡的小迷弟孟良君。只见孟良君坐于台上，缓缓开口：“书接上回，我们讲孙悟空是如何大闹天宫。话说孙悟空吃光了整个桃林的蟠桃，玉帝大怒，命四大天王协同李天王和哪吒三太子，共10万天兵去花果山围困，定要抓获那厮处置。”听着孟良君所说的内容，秦曼云的眼前也浮现出了孙悟空大战10万天兵天将的画面，这让他不由得感叹：这就是仙人的世界吗？10万天兵天将，我们那些成了仙的祖师前辈，兴许也就是这10万天兵中的一员吧。我们穷极一生只为成仙，耗尽生命却求而不得，而在天宫之中吃一个蟠桃就能成仙，我自诩高人一等。然而在仙人眼中，我又何尝不是一只蝼蚁？我从未思考过真正的天地浩渺，若我依然高高在上，目中无人，恐怕此生真的无缘成仙了。想到这里，秦曼云也瞬间变成了李念凡的小迷妹，连一个书童都有如此见识，那李公子得是什么样的存在啊？待孟良君说书结束后，正欲离去时，秦曼云叫住了他。小女子秦曼云心中有惑，望前辈赐教。孟良君转头看了他一眼：“我一介凡人，穷酸书生，而你是修仙者，称呼我为前辈没有道理。你若有问我们讨论便是。”小女子斗胆，请问前辈，仙凡之路因何断绝？我们此生修炼是否还有成仙的可能？闻言，孟良君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转头道：“你看，你觉得这些凡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有机会成仙？修仙要素有3：1为灵性，2为天赋，3为对道的悟性。寻常凡人大多为生活所困，失去了灵性，也就失去了资格。是资格，确实是资格。天地自有天地的规则，谁是仙谁是凡，只有那群制定规则的人决定。凡人又如何能懂？不过却有一个故事记载了这一切大道的智慧。李公子的《西游记》，你若是能把故事听完，一定会有所感悟的。”说完，孟良君便离开了。而愣在原地的秦曼云则是对这位李公子的身份更加神往了起来。到了夜里，妲己一人独自走进小树林，突然只听嗖的一声，一团白毛物体朝他扑来。没错，这团白毛正是妲己的妹妹六尾。刚一见面，六尾就是对着妲己问道：“姐姐，那个人类没有欺负你吧？你身体好一些了吗？人类的床是不是比山洞难睡多了？你习惯吗？”妲己笑着摸了摸他的头：“你放心好了，主人对我很好，你不用担心。”听到妲己居然连主人都叫上了，六尾顿时就懵了。什么主人？姐姐你不是嫁过去报恩吗？不是妻子，能做小妾也比当宠物好吧？姐姐你可是尊贵的九尾狐啊！妲己摸了摸他的小脑袋，笑道：“李公子是上仙之人，对我有大恩，认他为主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分。”闻言，六尾都绝望了，心想完了，姐姐已经被调教完成了。这时妲己突然想到，对了，我给你带了个好东西。听到好东西，六尾就开心的不行，但下一秒妲己却拿出了个苹果递给了他。看到苹果，六尾都崩溃了。什么狐狸会喜欢吃苹果呀？
不过妲己却表示这可不是一般的苹果，是李公子亲自种的，你吃一口就知道了。六伟看了一眼苹果，感到十分无奈，不过还是咬了一口下去。可就是吃了一口，他竟然直接飞起来了，浑身还开始散发金光。接着一脸兴奋道：“姐姐，这是鲜果吗？为何其中有这么厉害的灵力？”妲己摸了摸小六伟的头，笑道：“好了，吃了就快走吧，未经允许就把李公子赏我的苹果给你吃，被发现可就糟了。”随后吃完苹果的六伟就开开心心的走了。可才刚送走六伟，妲己身后就出现了一道黑影，转头一看，竟然是李念凡。李念凡有些疑惑的问道：“妲己，你在和谁说话呢？”闻言，妲己也是有些心虚的脸红了：“对不起公子，我擅自将你给我的苹果喂给了我妹妹。”“你妹妹？”“是的，她是一只6条尾巴的小狐狸，虽然呆呆傻傻的，但很乖很善良，也从不咬人。她是担心我才来这里的。”听到妲己居然拿苹果来喂狐狸，李念凡直接就愣住了，对着他科普道：“你怎么能用苹果喂狐狸呢？狐狸是肉食动物啊，下次你记得给它带点肉。上次白爷爷他们送的老虎豹子不是都还没吃完吗？公子你不生妲己的气吗？为什么生气啊？我觉得喜欢小动物的女孩子也都很可爱啊。几年前我也救过一只好几条尾巴的小狐狸，会不会和你妹妹是同一只呀？都说狐狸通人性，说不定她是来找我报恩的呢，想变成美少女来服侍我什么的。”说到这里，李念凡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连忙说自己是开玩笑的。不过你们女孩子真有意思，总喜欢认小动物当女儿妹妹。但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却是让妲己以为他是认出了自己的真身。此番言行就是暗示自己让六尾也化为原形，与自己一起伺候左右。一想到自己妹妹能和自己一起伺候主人，妲己就高兴的不行，觉得六尾要有大福了。这个男主只是在修仙世界讲了一遍《西游记》，结果却被人当成了唐僧。自从听完了孟良君说书后，秦曼云感慨颇多，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金蝉子以为列仙班之上，却为度世人转世唐僧，一路向西苦行，而李公子必然就是现世唐僧，为救我们众生而来。《西游记》就是他向世人传达的神谕，告诉世人他已来临。这时只见秦曼云双眼放光，那么还不快带我去拜见李公子？洛诗雨看到他这样都无语了，所以我说了这么多，你是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吗？我不是说过他喜欢清静吗？然而秦曼云却是说道：“我知道，若惹李公子不喜，大不了天地覆灭，但我修仙一生争的不就是这一线生机吗？”这话听得洛诗雨都崩溃了，天地覆灭不要带上我们啊！于是，在半个时辰后，两人来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不过在进去之前，洛诗雨还是要和秦曼云事先说好，就只是见一面。如果李公子不愿，你就立刻离开。秦曼云点了点头，让他放心就好。而此时后院之中，李念凡正在和妲己下棋，妲己满脸愁容，犹豫了半天都不知道下哪。刚准备下这里，李念凡就咆哮了起来：“那我往左下一走，你不就输了吗？”这可把妲己吓得不轻，结结巴巴地说：“那我下这里。”可李念凡又是吼道：“这里也不行啊，怎么练了那么多天，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被李念凡一通咆哮下来，妲己委屈的都哭出来了。这一幕看得大黑都是直摇头，真是活该单身一辈子。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声，来人正是洛诗雨和秦曼云。李念凡热情地邀请两人进门，一边走还一边说：“我倒是挺盼着你们来的。”闻言，两人当即对着李念凡就行了一个大礼。李公子有何吩咐，请尽管直言。看到他们突然行这么大礼，李念凡也是被吓了一跳。不至于，怎么能说吩咐呢？不过最近确实有个小烦恼，想看看你们能不能有办法。哪知他话还没说完，两人又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李公子尽管吩咐。这可把李念凡气得不行，你们能不能别闹了？说正事，其实是这样的，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有好多妖怪和修仙者在我附近飞来飞去，咻的，可吓人了，搞得我都不敢出门了。你们地位显赫，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是怎么回事？闻言，洛诗雨顿时一惊，是那些寻找九尾天狐的人，集万剑仙宗和凌云仙阁之力，也只能挡住修为较低的寻狐者，要赶走所有修仙者，凭他们的力量确实有些困难。但秦曼云却是满脸兴奋，终于轮到我灵仙道宫出面了，心中暗道：李公子说盼着我们来，原来是早就料到了我们灵仙道宫会来拜访，盼着我来呀。随即他便转头笑道：李公子你放心，我保证你明天出门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闻言，李念凡尴尬的笑了笑，多谢秦姑娘。虽然这话听上去有点吓人了。这时妲己也从后院中走了出来，秦曼云一眼便认出了她是那只九尾天狐，但一旁的洛诗雨却是满脸的震惊。看到她这副表情，秦曼云也是问道：你不是见过吗？怎么比我还惊讶？洛诗雨一脸羡慕地看着妲己说道：九尾天狐历经天劫修为尽失，怎么几日不见就到了金丹期？听到这话，秦曼云的心态都崩了，短短几日就从将死状态跃至金丹，修成上仙岂不是指日可待？我不做圣女了，我来高人家做洗脚丫头都行啊。这时李念凡对着两人问道：我刚刚正在和妲己下棋，二位姑娘有没有兴趣也来切磋一把？妲己初出茅庐，我们下两把示范给她看看。听到高人想要下棋，秦曼云感到有些为难，心想我自幼聪慧，琴棋书画无一不通，灵仙道功能对一胜我的也不过寥寥数人，若是不小心赢了高人，会不会惹他不快？我就假意失误让他棘手吧。然而等他看到棋盘的时候，却是直接傻眼了。
这到底是下棋还是论道啊？随后只见秦曼云拿起一颗白子，一子落下，他的灵魂也进入到了这一方棋盘。紧接着李念凡所下的黑子便朝着他砸了过来，将他直接压成了马赛克。此时在秦曼云的眼里，这已经不是下棋了，而是切磋对天地的理解。而李念凡下的每一子，都是将天地之理展现在他的眼前，此乃天大的机缘。但因为他的身体太过弱小，无法承载这股力量，才下了几子就口吐鲜血认输了。这一幕把李念凡都给看呆了。不是吧？你才下了11手啊，11手就认输，无法理解啊！没想到这时身后的妲己还赞叹道：“秦姑娘竟然能下11手，不愧是灵仙道宫的圣女，实在厉害。”妲己佩服。这让李念凡更加不能理解了，厉害吗？哪里厉害了？这都菜成什么样了？而一旁的洛诗雨看到秦曼云这么快就败下阵来，还以为他是为了讨好高人所以故意的，不过还是觉得他演得太夸张了，有些失算了。高人与人下棋意在尽兴，这么故意放水视为不敬，真是马屁拍到马腿上了。此等机会就由本公主接手了。于是洛诗雨主动提出要和李念凡切磋一把，并且自信地表示下棋乃皇族的必修课，我自幼练习，虽不至于难逢敌手，但想让公子尽兴还是能做到的。李念凡一听他这么厉害，也决定要认真对待了，随即便朝着棋盘内下出了第一子。可就是这一子，洛诗雨竟直接口吐白沫倒下了，这搞得李念凡都无语了。这个世界的人到底行不行啊？菜成这样哪来的迷之自信啊？不过转念一想，李念凡也能理解，她好像是公主，想必从小到大无人敢赢她，他才以为自己棋艺高超吧。这么一想还挺可怜的。随后醒来的洛诗雨想要解释自己其实没那么差，但李念凡却是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不用解释，我都懂，认清现实为时不晚，以后好好练习不丢人。”而一旁的妲己和秦曼云也是在心中默默点头，我们也都懂。见两人脸色有些不好，李念凡询问他们要不要到屋里休息，然而秦曼云却表示就不打扰李公子了，确实下棋耗费了太多心神，身体有些不适，今日就先告辞了。闻言李念凡也不知道该说点啥了，才下了5分钟棋就累成这样吗？只好有些尴尬地说道：“那我就不留你们了，你们回去好好休息吧。”但就在两人准备离去时，洛诗雨却突然被什么东西给绊了一下，转头一看，原来是一根竹子，但二人的脸色却是瞬间大变，这竟然是悟道竹。注意看，眼前这个竹子就是只存在于修仙界传说中的悟道竹。传说有人在菩提树下顿悟，一朝飞升，菩提树也自成道果，成为圣树。悟道竹虽不及菩提，却也是极为罕见。若非有高人常在竹子旁悟道，道运流转，竹子又如何能获得一时修的道果？千百年来已无人得道飞仙，悟道竹更是成为了传说。可即便是如此珍贵的悟道竹，到了李念凡的家，却也只配拿来当烧饭用的柴火。李念凡还表示，用这竹子煮出来的柴火饭比电饭煲做的好吃多了，这就是他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闻言，洛诗雨一脸呆萌地问道：“秦姐姐，正常来说悟道竹是这样用的吗？”秦曼云直接就崩溃了：“怎么可能啊？若非我灵仙道宫有幸得到过一根，也不知道世间还有此等神木存在，今天居然在此沦为柴火，真是造孽啊！不过今日有幸至此，想必也是天赋使命，让我拯救这根悟道竹免于烧火。”想到这里，秦曼云当即转头道：“李公子恕我冒昧，不知可否将这柴火给我？这材料难得，与我师尊一样器物契合，对我十分重要。”闻言，李念凡以为他师尊是喜欢做手工，想都没想就将竹子递给了他，还问他只要这根就够了吗？秦曼云点了点头，能得这一根馈赠，我已经感激不尽，夫复何求？足矣。那剩下的我就还是烧柴喽。看着从火堆中飞出的悟道竹怨灵，秦曼云顿时就傻眼了，心疼的在一旁默默流泪：“对不起，我只能救下你这一根独苗了。”而洛诗雨看到他这样，虽然还是不知道悟道竹是什么，但总觉得秦姐姐好可怜。随后秦曼云回到了灵仙道宫，对着一尊庄严的石像行了一礼：“曼云见过师尊。”石像内也传出声音：“九尾天狐带回来了吗？”禀师尊，没有，不过弟子已经知道了九尾天狐现在何处，更是见到了一位堪比天大的人物。什么人物能比作天大？是一位高人，从天劫下救出九尾天狐的高人，能从天雷中救人，确实了不得。此人是善是恶呀？此人收留九尾天狐，却没有利用和伤害之意，那你觉得我们从他手中将九尾天狐带回来可还行？恕曼云直言，怕是我们想抢也抢不过。沉默片刻，一个慈祥的老人出现在秦曼云眼前，此人正是灵仙道宫的公主姚梦姬。既然人家并不愿意，那便先这样吧。你奔波劳顿也是辛苦，回来就好好歇息下吧。谢师尊。不过师尊上次说天心琴损毁是不是真的？自然是真的。天心琴的琴身是由一根悟道竹为根基而成，如今琴根受损，怕是修复无望了。那若是弟子寻得悟道竹，是否有修复的可能？闻言，姚梦姬叹了一口气：“曼云为师知道你孝顺，只是悟道竹世间只出现过这一根，是祖师机缘得到，带回来时也已破损严重，遭天雷所劈，焦黑一根。若非如此，也并非是这么用几千年就会坏的东西。你还是花些心思好好修炼吧。”可他话还没说完，就见秦曼云将一根竹子递到他眼前，问道：“师尊，这根竹子是悟道竹吗？”看到竹子的瞬间，姚梦姬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喜极而泣道：“是悟道竹啊，虽然有些短，横截面好像被柴刀砍过，这里怎么还黑了一点点？也是被雷劈了吗？但确实是悟道竹啊，比咱祖师那根烧黑的还好得多呀！真是天佑我灵仙道宫，千百年来我灵仙道宫受万人敬仰，无人敢犯。
除了我们修为领先，也应有这天心琴加持。天心琴乃世间最接近仙气的宝物之一，有其在手，世代掌门战力剧增，无论大小宗门仙朝妖皇都对我们敬畏3分。如今仙凡之路断绝，天心琴受损，我灵仙道宫也面临不小危机，现在却得此竹子，以后怕是无人再敢与我们为敌了。曼云，这悟道竹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见世尊问起，秦曼云当即如实回答，正是从那高人处得来。那位高人本打算用它来烧火，而且那位高人那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悟道竹，但全都被他拿来烧火了。闻言，姚梦姬顿时心疼的一口老血直接喷了出来。随后，秦曼云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师尊交代清楚，接着表示高人还对曼云有2个吩咐。吩咐之一，因为九尾天狐现世，高人隐居之处总有修仙者出没，令高人心烦。高人让我们想想办法。那高人的意思是把他们都杀了吗？不是的，高人为人和善，应该只是想驱赶，不想伤人性命。一听原来是这样，姚梦姬当即一口答应了下来。接着又问起了第2件事。第2件事是高人喜爱千年玄冰叶，弟子许诺给他管保。听到管保2字，姚梦姬再次吐出一口老血。管保，你怎么不说把整个千年玄冰扛过去啊？看到师尊突然变脸，秦曼云也感到有些心虚，还以为他是生气了，连忙说着不敢。没想到下一秒姚梦姬就突然变脸了。对啊，应该整个扛过去。同时他也在心里盘算了起来，老朽活了3000年，能遇到此等人物，还能看上我千年玄冰，真是天赐良机。发达了，我要发达了。事不宜迟，我们这就去落实高人的吩咐。师尊英明，他本是拥有渡劫期修为的一代妖皇，如今却被一只土狗鄙视，关键这条土狗还会开虚佐，竟然一招就把他给秒了。为了赶走李念凡家附近的修仙者，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姚梦姬和白无尘一起演了出好戏。在一众修仙者面前，姚梦姬施法抓住九尾天狐，而白无尘则在人群中配合说道：实力不如人，再大的机缘也是白搭呀，机缘已失，这里不待也罢，我回了。见此情形，所有基于九尾天狐的修仙者也都散了。到了夜里，秦曼云一边指挥着灵仙道宫的弟子打扫战场，一边抱怨这些修仙者真没素质。这里可是高人的后花园，他们找个狐狸搞得乱七八糟的，这让高人怎么打猎玩耍呀？这时姚梦姬也走了过来，等待已久的白无尘好奇问道：敢问姚前辈，白天那只九尾天狐是怎么回事？姚梦姬随手一挥，便召唤出了白天的那只九尾妖狐。原来这只是一些逗小孩的把戏而已。看到姚梦姬的这波操作，白无尘顿时双眼放光，对着他就是一通彩虹屁输出。随后等白无尘离去，秦曼云又是说道：师尊，虽然修仙者已经尽数散去，确实不敢再来找我灵仙道宫要人，但是还有一人，他追寻狐族数百年，以吞噬天狐增长修为，实力高深莫测，若非受天心情威慑，怕是连我们灵仙道宫都不放在眼里。此人想必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你是说？师尊猜得不错，正是银月妖皇。而此时的银月妖皇正坐在一座山峰之上，询问手下九尾狐找到了吗？得到还没有的回答，他顿时怒从心起。他若是藏在山里，我就把山拆了；他若是藏在海里，我就把海掀了。你们若是找不到，我便亲自去找。不过那时你们都是他的配菜。好在这时一个小妖前来汇报，九尾狐找到了，只是又被灵仙道宫的人带走了。闻言，银月妖皇瞬间大怒：为什么灵仙道宫找得到，你们却找不到？灵仙道宫千百年来已无一点作为，如今天心情都坏了，不过一群苟延残喘的废人，输给他们，你们也没有活在这世上的必要了吧？银月妖皇爆发出的可怕气势，把那小妖吓得瑟瑟发抖，颤颤巍巍地说道：不过大王，我们发现了那只九尾的妹妹，一只六尾，算你们还有点用，那我就先抓小的，再去抓大的。说罢，银月妖皇便嗖的一声朝着六尾所在的方向飞去。这时秦曼云师徒也察觉到了那边的异样，知道这是银月妖皇出动了。秦曼云有些担心，因为这银月妖皇乃是渡劫期的大妖，如今世人都知道九尾天狐被他们带走，银月妖皇定会来找他们麻烦。不过好在天心情已经修复，他们倒也不怕银月妖皇。但此时的六尾处境却是十分的不妙，正在被一群妖怪追杀，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小六尾只能流着泪夺命狂奔。这时银月妖皇也赶了过来，还发现了小六尾正在凝聚七尾，这个发现可把他给高兴坏了，当即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两只狐狸身上果然有秘密，一只只用了3年就从七尾跃迁九尾，另一只也即将长成七尾，若是抓住他们，挖出他们体内的秘密，我具成仙也指日可待了。说罢，他当即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小六尾的方向飞去，不一会的功夫便拦在了小六尾的面前，接着不由分说的便挥出了一击。小六尾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攻击，只能闭眼认命。好在这时数道金光出现在他眼前，替他挡下了这一击。救他之人正是秦曼云。秦曼云转头瞥了一眼六尾，还不快走！六尾反应过来，立马转头就走。银月妖皇看到到嘴的狐狸跑了，顿时恼羞成怒，对着秦曼云二人就是一阵怒吼，不过却被姚梦姬挥手打散。这时银月妖皇问道：你究竟是谁？我乃灵仙道宫姚梦姬，带人除妖。得知来人身份，银月妖皇当即嘲讽道：姚梦姬，你宅在宫里几百年不出门，今日怎么得空出来了？灵仙道宫忽悠得了外人，可忽悠不了我。自从天心情受损，修仙又无望，你便下的门都不敢出，对外声称闭关，一闭关就是几百年，世人皆以为你是清心寡欲，只为修炼，可我们妖怪都知道你那就是怂。这时一旁的秦曼云打趣地说道：哎呀，没想到被看穿了。姚梦姬也感觉有些尴尬，当即轻咳了2声道：不必废话，一决胜负吧，我今日不除掉你，再活着也没意义了。正好为了夺得那九尾天狐，我便豁出这条刁命了。
说罢，一人一妖的战斗瞬间打响。面对妖界霸主银月妖皇，姚梦姬明显有些不敌。不过好在关键时候，他祭出了至宝天心琴，反败为胜，将银月妖皇击飞，打穿了数个山头。但一旁的秦曼云却是提醒道：“师尊，动作小声点，别扰了高人。”姚梦姬这才反应过来，哎呦喂，差点给忘了。而此时的银月妖皇也从大坑中站了起来，不敢置信道：“天心琴乃悟道主所制，天上地下仅那一根，没有悟道主怎么可能修复？”而他这句话也让姚梦姬瞬间恍然大悟，原来如此，一切都在高人的计算之中。高人赐我悟道竹，便是助我击杀这恶妖啊！机缘啊，天大的机缘啊！我原来早已成为了高人的棋子啊！而此时的银月妖皇也自知不敌，于是提出：“姚梦姬，你若不与我为敌，我便告诉你一桩天大的秘密。你可知你带走的九尾天狐，在3年前还是一只7尾，他只用了3年就蜕变成了9尾，还成功渡劫，必是遇到了天大的机缘。若是我们一起挖出这其中的秘密，成仙必定指日可待。”这时秦曼云也凑到了师尊的耳边，小声道：“这天大的机缘，想必就是李公子。”于是就在银月妖皇觉得吃定姚梦姬的时候，转头却发现两人居然用一副同情的眼神看着他。这时只听姚梦姬不屑道：“天大的秘密，就这！”闻言，银月妖皇也是彻底怒了：“够了，姚梦姬，你我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如今你不但夺我所好，还揍我，辱我，此仇不报，我枉称妖皇。”就在姚梦姬以为对方要跟自己殊死一搏的时候，却见银月妖皇只是放下了一句“我还会回来的”，就头也不回的逃走了。见状，姚梦姬二人也连忙追了上去。银月妖皇看到他追上来了，骂骂咧咧的加快了逃跑速度。就在这时，一只土狗挡在了他的面前，一雕一狗四目相对，确认过眼神不是对的人。银月妖皇怒道：“哪来的傻狗，差点撞上老子，还不快滚开！”然而大黑却是满脸不屑：“小妖怪，你自费妖丹吧，我就不出手了。”闻言，银月妖王顿时吃惊的瞪大了双眼，接着笑道：“真是凋落平阳被犬欺啊！沦落逃命，居然还被一只土狗挑衅，算你走运，本妖皇今日没空和你纠缠。”可他刚准备继续逃命，就听到撕啦一声，大黑居然顺手把他屁股上的毛给拔了。银月妖皇转头就要发怒，结果却看到了沐浴在雷电中的大黑，颤抖地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大黑狗爪一抬：“我只是一条普通的看门犬罢了。”说罢，一道巨大无比的闪电直劈而下，仅是一招就把渡劫期的银月妖皇给秒了。而看到这一幕的秦曼云师徒俩也是被吓得呆愣在了原地，哪里来的逆天狗妖，太可怕了！银月妖皇在他的狗爪之下如同婴儿。师尊，不然我们也趁狗妖没发现赶快逃吧。可两人刚想离开，转头就发现了身后的大黑。喂，你们两个都看见了是吧？闻言，姚梦姬这怂货毫不犹豫的就跪了下来：“狗爷饶命，我是爱狗人士啊！”还示意秦曼云一起跪下。这时只听大黑说道：“我知道你们是主人的客人，主人的规矩都懂吧？”听到大黑所说的主人，秦曼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竟是李公子养的狗。于是如同小鸡啄米般的连连点头：“懂，规矩我懂。那好，你们记住了，我只是一只擅长打猎的土狗，那只雕不过是只寻常的山雕，正好被我寻得而已。”闻言，姚梦姬又是对着大黑连连磕头：“懂了懂了，狗爷简直是世界第一猎犬，技术卓绝，我等佩服佩服。”大黑也是满意的看了他一眼：“你倒是悟得挺快的。”就在这时，一旁的草丛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将两人一狗都是吓得一激灵。这是一座能够生产果冻的千年玄冰，别人舔它10年才能得到1枚果冻。然而当他看到男主时，却是瞬间化身舔狗，秒变喷泉。正在山中打猎的李念凡忽然听到了大黑的声音，转头一看，竟是一道闪电朝着山顶劈了下来。李念凡大惊，还以为是大黑出事了，连忙哭着向山顶跑去。结果到了山顶一看，发现大黑正好好的和秦曼云两人待在一块，于是他下意识的以为是他们救了大黑，对着他们就是一通感谢。秦曼云也趁着这个机会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师傅。这时李念凡突然注意到了大黑身后的大雕，好大的雕啊！大黑你真了不起。接着又转头对着秦曼云二人说道：“这段时间附近总有奇怪的家伙乱晃，今天清静了出门打猎，没想到突然打雷还往我家狗头上劈，吓死我了！多谢你们照顾大黑，不嫌弃的话到我那坐坐吧。”能被李念凡邀请，二人当然是求之不得。同时姚梦姬也在心中暗喜，看来是高人见银月妖皇已除，自己这波机缘是稳了。一路上为了拉近关系，姚梦姬抬出了之前秦曼云跟他说的《西游记》和对联，对着李念凡就是一通彩虹屁输出，这也让李念凡很是开心，下意识的认为他是一个文化人。这时姚梦姬突然发现李念凡身后的剑竟然是悟道竹做的，居然把悟道竹做成剑，那岂不是射一根少一根？没等他反应，就又发现这弓也是悟道竹做的，吓得他一口气差点没喘上来。还好秦曼云及时扶住了他。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勉强缓过神来，说道：“曼云，你曾说你带回来的悟道竹是李公子丢的垃圾，为师叔听时还有所怀疑，直到现在所见，我才不得不相信啊！真的好想跟在李公子身边捡垃圾啊！”想到这里，姚梦姬又看了一眼被大黑驮在身上的银月妖皇，心中暗道：能死在如此人物手下，也算是你的福分吧。等回到家，李念凡就对着后院兴奋地喊着：“妲己，我们回来了！”妲己开心地走出来，正想问打猎是否顺利，就看到了李念凡背上的大雕，眼珠子都差点瞪出来了。我勒个去，这是打了个银月妖皇回来啊！然而李念凡却是将大黑递到了他的面前，说这都是大黑的功劳，让妲己夸夸他。妲己看着大黑，艰难地抬起手摸了摸他的狗头，
但心里实则懵的一批，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大黑瞥了他一眼，表示是我干的没错，但我说只是路过顺手杀的，你信吗？妲己虽然还是一脸懵，不过最终还是和大黑达成了一致的结果。总之别让主人起疑心就对了。李念凡看着没回过神的妲己，连忙问他怎么了，不开心吗？妲己立马兴奋地说道，只是第一次见如此大的山雕，有些惊讶，想必这雕这么大一定很下饭吧？是啊，我们晚点煮来试试。看着李念凡和妲己有说有笑的讨论怎么吃银月妖皇，身后的二人顿时就傻眼了。在调整了一下情绪后，姚梦姬才走上前，笑着说道，李公子，曼云和我说你喜欢一种叫做果冻的食物，我今天特意给您带来了，只是此物不小，还需一处放置。李念凡一听在修仙界居然能吃到果冻，顿时开心坏了，表示这个好解决，当即撸起袖子就在院子里给姚梦姬铲出了一块空地。这一幕看得二人都是心疼的吐血，那可是灵草啊，说铲就铲了呀。随后只见姚梦姬大手一挥，一块巨大的冰块凭空出现在眼前。李念凡看到这冰块，顿时兴奋得不得了，他本来还以为生产果冻的是机器呢，没想到居然是一块冰。这时姚梦姬解释道，果冻正是由此物产出，此山名为千年玄冰山，可惜果冻10年才能产一枚。但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看到千年玄冰山居然已经变成了喷泉，李念凡要多少他给多少。这一幕看得姚梦姬直接吐出了一口老血，千年玄冰真有你的，我舔了你上千年，你抠抠搜搜的10年给我一滴，这下好了，遇到高人就屁颠屁颠的给人当舔狗去了。而李念凡收下了这么贵重的礼物，也感觉有些不好意思道，姚伯伯，你救了大黑，又给我带这么重的礼物，我有什么能报答你的吗？我只是个凡人，只会种地，家里也没几个值钱的东西，你不嫌弃的话，想要什么就直说吧。听到李念凡让自己想要什么直说，两人顿时就懵了，下意识的以为这是高人的考验，若是谎称毫无所求，必定被高人看穿心有不成，若是直言所求，又未免尽显贪婪之姿，稍有不慎就会机缘尽失，要如何作答，可把姚梦姬给为难坏了。片刻后，姚梦姬才勉强组织好了语言，实不相瞒，老朽有一把古琴损坏已久，多亏李公子赠与曼云的悟道竹才能修复，如此恩情姚某没齿难忘，回一点薄礼也是姚某的心意应该的。姚梦姬话虽如此，但说出这话的时候心里却是在滴血，而李念凡也是被他的这番话感动得不要不要的，心想我居然用一根树枝就换走了人家一台果冻制造机，这就是文化人吗？如此豁达淡泊。这时姚梦姬也说出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姚某想请李公子指点一二。闻言，身后的秦曼云也是在心里为师尊捏了把汗。李公子对修仙之事一向闭口不谈，师尊此举实乃冒险，那么李公子会如何回应呢？结果没想到李念凡居然一口答应了下来，随后便带着两人来到了一把古琴前，笑道，正巧我也很久没和人交流琴技了，你们别看我这样，我对音律也是懂一丢丢的。闻言，秦曼云叹了一口气，果然还是被拒绝了吗？然而姚梦姬却是满脸激动，不愧是李公子，一眼便看出了老朽修行琴道，真是福泽呀。随即姚梦姬便想邀请李念凡合奏一曲，不过却被李念凡当场拒绝，因为李念凡心里想着，我是弹琴，你们修仙者那是弹内力，一不小心把我震没了怎么办？于是他让姚梦姬先弹一曲，自己则先旁听。可当姚梦姬准备试琴时，却是再次被震惊到了。他本是修仙大宗堪比仙器的镇宗之宝，材料更是由天上地下仅一根的悟道竹所制，历经千年为宗门闯下赫赫威名，无人敢犯。但今天他却在一把普通的古琴面前自卑了。姚梦姬还未碰到李念凡的琴，就感觉到了自己的天心琴在自卑，这就像是一方街头自诩美女的东施，有朝一日进城见到了真正的倾国倾城之貌，曾经的自信与骄傲被彻底击碎。现在就连姚梦姬也觉得天心琴与此琴相比，被称为柴火也不为过。随后姚梦姬壮着胆子艰难地抬起手，轻轻地拨动了一下琴弦，没想到竟是吐出了一口老血。这一幕把一旁的秦曼云都给看呆了，但姚梦姬却是连忙说自己没事，此琴等级太高，弹奏确实需要耗费些心神。李念凡见状，本来还想劝他若是身体不适就先算了吧，可一转头就发现姚梦姬居然又开始弹了起来，而且弹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就连树上的小鸟都是听得挺开心的。一曲过后，姚梦姬不由得在心中感叹，真是仙气啊，老朽修炼琴道一生，今日能弹此琴，死有何惜？而李念凡听着姚梦姬的弹奏，也觉得确实还可以，若是狗系统来评，应该也能评上个8级了吧。这琴声也让他想起了当时被系统逼着练琴的日子，想当年他呕心沥血练到了10级，以为已经成为了大神，却被系统告知这才是菜鸟入门，一天24小时与琴相伴，那段日子真是痛彻心扉，不堪回首。弹奏完毕，姚梦姬问李念凡觉得如何，李念凡起身回道，姚伯伯一切尽在不言中，我们用琴音交流吧。说罢，李念凡便撸起袖子准备给他们录一首，同时也在心里想着，既然姚伯伯如此爱琴，我也必须倾尽全力，不能让他败兴而归。于是就在两人一脸期待的目光中，李念凡开始了弹奏，伴随着琴弦的波动，一股巨大的灵力向外溢出，李念凡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门户，缓缓打开，这竟然是传说中的道境。下一秒，周围的场景开始变成金戈铁马的战场，这就是战的道境。如此浓郁之战，居然会真存于世。看到浑身浴血的将军手持长枪对着自己，秦曼云下意识的就想逃走，
但也是为时已晚。只见将军提枪上马，一枪直接贯穿了姚梦姬的身体，这一枪也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境。下一秒，两人的意识回到了现实。不过人虽然回来了，但他们却发现现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恐怖。伴随着李念凡战至秦音的撩拨，院中的这些生物也全都展现出了原形。此时此刻，姚梦姬也终于明白了，李公子并非不想点评，而是我情艺太差，不屑点评啊！真没想到我引以为傲的琴技竟然菜至如此地步。看到师尊被打击成这样，一旁的秦曼云问道：“师尊，这院中随便一只妖都足以秒杀银月妖皇了吧？”是啊，李公子是仙人，不，乃仙人之上啊！为师修炼3000年，修的就是与他相遇的缘分啊！片刻后，李念凡也结束了弹奏，有些不好意思地问他们觉得怎么样。这个问题问的两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回了，居然问我们觉得怎么样？每天聆听如此琴音，难怪这些生物都能修炼成精。现在他们当然除了羡慕还是羡慕了。良久后，姚梦姬缓过神来，对着李念凡行了一礼：“多谢李公子姚某受益匪浅，敢问此曲名何？”李念凡笑着回道：“十面埋伏。”听到这个名字，可是把两人吓了一跳。群妖潜伏不就是十面埋伏吗？好险好险！还好没做出什么失礼之举，不然可就要尸骨无存了。于是两人当即又是对着李念凡一通彩虹屁输出，而李念凡则在这时提出：“拿树枝换姚伯伯的果冻机，我也挺不好意思的，不然我下次把曲谱写出来送给姚伯伯吧。”这话可是把姚梦姬给激动坏了，直呼3000年啊，我没有白活呀！他本是拥有出窍巅峰修为的仙阁阁主，如今突破在即又遭功法反噬，急需灵药来帮助完成突破，结果一出关却被败家女儿告知，宗内所有灵药已经全部送人了，气得林沐风直接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趴在地上直呼家门不幸啊！如此多的极品灵药，你怎么舍得都送人了？哪知林青云却是瞬间进入了迷妹模式，说道：“是一位李公子，他乃绝世高人，他为人低调，喜欢以凡人的身份隐居于尘世中，但实际上连天上的仙人都比不得他。”林沐风一听这话，顿时就呆住了，接着又是一口老血喷出。现在他可以断定自家女儿绝对是被渣男骗了，才估计是1分不剩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被骗色。但看这花痴样，估计色也难保了。于是当即痛心疾首起来，突破无望也就罢了，为何让我女儿也遭受此结束啊？说罢，他便挥手将弟子们遣散，准备稍作调整后就去把那个祸害自己女儿的渣男碎尸万段。这时林青云想到了李念凡之前所送的茶叶，说不定能帮到自己爹爹，当即一脸兴奋地拿出了那包茶叶。林沐风转头一看，发现自家女儿居然用16株极品灵药换回1袋茶叶，却是哭得更厉害了。我宝贝女儿自幼机智过人，怎么遇到渣男会变得这样的草包啊？这时林青云打开了茶叶的包装，顿时一股耀眼的金光散发出来，将林沐风身上的黑气尽数驱散。此时林沐风也变成了一个帅气逼人的中年大叔，他也真正认识到了这茶叶的不一般，说不定内有乾坤。于是当即便让林青云泡了一壶茶，一杯茶下肚，他整个人仿佛置身于道境之中，竟是直接原地突破到了分神境。这是道运，不，还不只是道运，还有神识。这小小一杯茶居然能泡出分神的境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突破后的林沐风连忙让女儿把茶叶拿来，他要好好瞧瞧还有多少，一看竟然还有这么多，更是直呼这16株灵药换的值啊！如此宝物足以保我凌云仙阁繁荣昌盛，万年不败。不愧是我的小青云，竟如此机缘带来如此宝物。那位渣男呢？啊呸！那位公子在哪？何时带来见我？林青云也知道自家老爹估计是误会了什么，于是便和他解释起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而此时离李念凡家不远处的6尾，在消化了妲己那一天喂他的苹果后，也已经长出了7尾，强大的妖气甚至吓跑了银月妖皇手下的2个妖王。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十分胆小，看到妲己的瞬间便一把扑到了她的怀里，向姐姐哭诉着这段时间他被银月妖皇追杀的事情。哪知妲己却是问他后来逃脱莫非是受人所救。小七尾一听，姐姐真是神机妙算，这个都能知道。然而妲己却是笑了笑，并非我神机妙算，你看那是什么？小七尾顺着妲己所说的方向看去，就见一只大雕正被架在树枝上烘晒，被吓得说话都有些结巴了。姐姐，银月妖皇死了。是啊，死的不能再死了，不仅被拔了毛，尸体也被处理干净，说是先严赎1日，明天就该上桌了。想必是公子算到你有危机，才特意派人搭救。原来一切并非巧合，而是都在公子的掌控之中。到时我看能否有机会为你留一碗公子的东西，对你修为提升大有益处。而且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呀，姐姐？公子曾暗示我让你也化为人形，与我一同服侍他左右，可我尚未确认自己是否会错了意，怕是把你带回去唐突了公子。正好近日群妖无首四处作乱，我想让你去当新的妖皇，整治群妖，为公子创建良好的打猎环境。等你立了功，我也确认了公子的心意，再把你接回院子服侍公子。闻言，七尾吃惊的瞪大了嘴巴。姐姐，你这想法我已经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吐槽了。紧接着就见他趴在地上捂着脑袋，哭喊着我不当妖皇，我当不了的。但妲己却表示你已经快是七尾的灵狐了，实力足以当这妖皇，
只是胆子太小。那些小妖没有了银月妖皇撑腰，反而得怕你几分。那姐姐你为何不做这妖皇啊？被问起这个，妲己顿时就害羞了起来。我已被公子圈养，没有公子的允许，在外抛头露面实在不成体统。这话听得七尾都无语了。随后妲己端来了一碗汤，让小七尾先吃了晚餐再说，表示妖皇的事情我会替你筹谋的，你不用害怕。这个男人明明是有着分神期修为的修仙大能，如今却只是劈了几根柴就直接口吐鲜血，近乎昏厥。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劈的柴不是普通的木头，而是灵木，手上的砍柴斧也是外界凶名赫赫的绝世魔剑。话说林青云在跟老爹说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便带着他来到了李念凡的家门口。进门前他还一再叮嘱自己爹爹务必要记住李公子的忌讳，不可冒犯。看到自家女儿居然开始唠叨自己了，林沐风一脸欣慰的笑着答应了下来。紧接着他们便敲开了李念凡家的门，在一阵简单的寒暄过后，两人也被请到了客厅。林沐风上来就开始了查户口般的询问，不知李公子师从何处，家中几口人修炼至什么时期，薪水如何，可曾婚配。还没等他把话说完，林青云就用力的踩了他一脚，直接物理打断，疼得林沐风一口老血喷了出来。这时只听李念凡笑着表示，上次林姑娘你送了我许多灵草，也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今日不然留下来吃个午饭吧，我正准备煲鸡汤呢。林青云自然是笑着答应了下来，但等李念凡离开后，他却是瞬间换了一副面孔。爹，你是想死吗？看到女儿突然暴走，林沐风也是被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说，李公子此等高人已经返璞归真，证得了大道也说不定。仙人与凡人于他而言没有区别，宝物与凡物在他眼里也没有了区别。好比凡人爱财，而真正的有钱人却早已对钱没有了任何兴趣。若是一个穷鬼整日在自己面前叨叨生财之道，有钱人反而会心生厌烦，因为双方各方面层次早已不在一个境界。高人得道论道自然不行，反而话些家常可能更合高人心意。林青云一听，感觉好像还真有点道理。这时林沐风又是说道，高人此时去生火做饭，你可知我们该怎么办了？说罢他便带着林青云来到了厨房，一脸兴奋地表示，我们不能坐享其成，打算帮李公子一起做饭。李念凡见他如此热情，也不好拒绝，于是便将砍柴这项重任交给了他。可才刚劈了一根柴，就见林沐风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直冒冷汗，这看得李念凡都无语了，怎么才砍了一根柴就累成这样了？于是他让林沐风如果觉得累的话，还是不要太勉强了。但林沐风却是一再坚持说不累，完全没有问题，同时也在心中暗自腹诽，是完全没有问题。除了我正在砍的其实是灵木，砍柴斧则是坠魔剑之外，一切都很合理，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但令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坠魔剑如今竟然魔性全失，甚至还有一丝圣洁之气。但据他所知，坠魔剑自诞生以来嗜血成性，传闻若有魔修得到它，便可等同受到魔界至尊的祝福。可现在这又是什么情况？而这灵木看似与一般柴火无异，但他每一次劈砍却都需用至80%的功力，每一次劈砍体内的灵力通路都在经历剧烈的地震。想到自己现在居然成为了如此奢侈劈过灵木的男人，林沐风就兴奋地吐出了一口鲜血，随后便被反震到意识模糊，整个人摇摇欲坠。但就是这样，他还在嘴硬地说着，没事，李公子，初次见面怎可让你见笑，我还能劈。你见过这么奢侈的蘑菇大雕汤吗？要做成这碗汤，不光要先宰一头渡劫期的妖皇，还要以灵木做柴，龙火猪生火，灵水为汤，灵药做配，千年玄冰为饮，加以慢炖。在林沐风劈完柴后，李念凡也将做好的汤端了过来，笑着表示禽类煲汤都很补的。林伯伯，你稍作劳动就体力不支，是不是身体不好，多喝一点补补身体才行啊？如果有什么就让我帮你看看也可以，若是能治好，也不至于以后劈几根柴火就累成这样。闻言，林沐风瞬间石化，心想糟糕了，连劈柴这种小事都没做好，得想办法挽回才是，不然李公子的机缘怕是要完了。不过说起来，这汤香的实在是有点让人无法集中精力，估计就连银月妖皇自己也想不到会在死后走上飙升巅峰。林沐风从李念凡手中接过了一碗汤，还没喝下就感受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如此闪烁的油脂浓白的汤汁，实在是让人馋得把持不住啊。接着他便咕噜咕噜的一口闷了下去，一口汤下肚，林沐风感觉自己此时仿佛身处碧海蓝天的沙滩之上，道运如潮水一般向他涌来，膨胀的灵力也从丹田中升起，仿佛随时要冲破他的身体喷薄而出，这种感觉简直太舒服了。现在他都想在李念凡家砍一辈子柴了。不久后，两人便喝完了手上的雕汤，并给出了一致好评。随后林沐风将手放进了袖子中，说道，初次登门拜访，我给李公子带了个小礼物，这是我们凌云仙阁代代相传记录了所有阁主修炼心得的传道舍利，也是我们凌云仙阁的一点小小心意，还请李公子收下。这时只见那枚舍利突然散发出一阵耀眼的白光，随后便朝着空中放出了百家讲坛的投影，上面还有个老头在讲解修仙课程。李念凡看着这投影不由得愣了一下。这时林沐风解释道，传道舍利乃凌云仙阁最高权威的象征，为每一代阁主所有，只要将术法或道术在脑中所想，就可以生成传道印记，印入传道舍利，后人通过观摩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共享前辈的修炼所感，从而飞速提升修为，可谓是凌云仙阁的立阁之本，还请李公子不要嫌弃。李念凡一听，这不就是电视机吗？然而林沐风却是有些疑惑，请问公子，电视机是何物？就是我家乡的特产，一个方盒子，但是能放映很多节目，在家里就能看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说起来，我当时就很喜欢看修仙的电视剧呢。听着李念凡所说的东西，
父女俩皆是一脸懵逼，信息量太大，实在是脑补不过来了。这时林青云小声说道：“爹，莫非李公子所言的是指仙界？想必是如此了。而电视机应该是比传道舍利高出多个等级的仙器，比起我们传道舍利只能储存心得与经验，那电视机却能收容展现各种神通，一目千里，任由选择。”想到这里，他不由得在心中叹了一口气。本想好好表现挽回劈柴的失策，没想到即便拿出了传道舍利，也入不了李公子的法眼。万事休矣啊！不过就在他对传道舍利不抱希望的时候，李念凡却是说道：“这东西长得真好看，还能随身携带。只是节目怎么和网课一样啊？一说到网课，我的应激障碍都要出来了，不能换吗？”他话音刚落，投影便显示了内存已清空，请录入新图像的提示。看到这一幕，林沐风整个人都傻了，他凌云仙阁千年的传承就这么没了。这时李念凡问起了怎么录入新图像，林沐风表示只需心中所想，他便能将你心中画面刻录出来。一听这么厉害，李念凡当即一脸淫笑地看着传道舍利。他本来想试试能不能投射点福利镜头的，不过最后想想还是算了，吓到林伯伯和林姑娘就不好了。于是他决定先试试把《西游记》投影出来看看，随即心念一动，将孙悟空大战如来佛祖的画面录入了进去。只见孙悟空手持如意金箍棒立于空中，如来佛祖一掌落下，将孙悟空镇压在了五行山下。看到如此震撼的场面，林沐风父女俩都是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天啊，这是远古的仙界吗？没想到竟能一睹仙界之容，机缘啊，真是天大的机缘。而比起两人的吃惊，李念凡则是笑着表示，可惜屏幕有点小，如果能大一点就好了，还能看得更爽呢。不过这确实是个好东西，真的谢谢你们了，我很喜欢。见李念凡喜欢，二人也是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挽回了点面子。随后李念凡就准备收拾餐桌，让他们去院子里歇一会儿，自己要先去把这些剩下的汤倒掉。一听李念凡居然要把这么珍贵的汤给倒了，父女二人顿时就傻了。然而李念凡却表示这雕实在太大了，根本喝不完，放久了又不新鲜，只能倒掉了。妲己他们也都喝饱了，这天气放不住啊，如果有冰箱就好了。听到李念凡所说的话，父女俩陷入了沉默。这时只听林沐风结结巴巴地说道：“李公子，若这汤你不要，不知可否给我打包？你见过这么怂的宗主吗？高级秘境开启，大长老法宝跟干粮都帮他准备好了，结果他却因为害怕危险直接拒绝。”从李念凡家打包完离去的林家父女俩回到宗门，就见大长老激动的一把就扑了上来，说有要事禀报，西部出现了一座高级秘境，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他赶紧趁着刚刚突破实力大增去争夺机缘。然而林沐风却是直接拒绝，表示秘境里虽然是有些一般般的奖励没错，但是危机重重，很危险的呀，我才不去呢。这话直接就把大长老给惊住了。阁主，你在逗我吗？这时只见林沐风又是拿出了从李念凡家打包的剩菜剩饭，说道：“大长老你别急，先看看我给你们带回来的宝贝。”大长老一看打包盒，顿时双眼放光，直呼宝贝啊！这盒子工艺特殊，竟能做到密不透风，还有这温热的感觉是灵力，竟然有灵力。然而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里面的汤，比起那什么秘境，此汤才可称为机缘。看着汤里的各种极品灵药，三位长老的下巴都快惊掉了。这不叫机缘，这叫奢侈吧。随后就见大长老拿起打包盒就往嘴里灌，那是一点都不打算给人留，把旁边两个长老都给急哭了。然而就在几位长老还在抢着喝汤的时候，林青云想到了之前李念凡说的有台冰箱就好了。不过冰箱又是什么呀？林沐风猜测应该是个能让食物保持清凉的生物，具体作用尚未可知，但似乎对高人尤为重要。不知高人是刻意提起还是暗示他去寻来。这时喝完汤的三位长老突然喊道：“这汤真是神物啊！出云山脉的秘境和他相比算个球啊！”听到这话的林沐风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唰的一下就闪现到了三位长老的面前。你们说秘境在哪里啊？大长老明显也是被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表示回阁主在西部的出云山脉。一听还真是那个冰雪覆盖西部的出云山脉，林沐风瞬间双眼放光，哈哈大笑了起来。原来如此，想必李公子不但知道了秘境的出现，甚至算出了秘境中的宝物，才会刻意提起意再让我前往寻找。那冰箱一定就在那秘境之中。不过这时大长老却是说道：“阁主方才是我失礼了，不知阁主已经结识更大的机缘，确实不太适合冒险前往秘境。只是不知这位高人既然有大能耐，为何不自己去取呢？”然而林沐风却是转头没好气道：“这不是废话吗？他什么都要自己亲自去，那还要我们这些喽啰做什么？把握机缘为李公子效犬马之劳是我们的福分啊！”三位长老一听顿时恍然大悟，而林沐风则是迫不及待地朝着出云山脉飞了过去。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秘境的入口已经围满了修仙者，但却没有一个人能进得去，因为要想进入秘境就得先破了这个棋局。但秘境开启已有数日，此局却始终无人能破，有很多人尝试强行破局，但失败后却反被棋局震伤。而林沐风看着这个棋局却有些疑惑，这棋局怎么好像和李公子院里摆的一样的？莫非这秘境也与李公子有关？可他才刚想说自己有办法可以破局，就见一旁的修仙者已经离去，还劝他早点放弃吧。这时身后又有人将手搭到他的肩上，林沐风转头一看，原来是青阳道人。青阳道人表示这秘境实际上是他先发现的，无法破这棋局才广散消息，希望集众人之力能有所进展。但没想到过了数日，眼看秘境就要消失，也无人能破。
这局太难了，林兄弟破不了也不必太过苛责自己。林木峰刚想说自己真的可以，就又被人给打断了。这时只见一名手持火焰的地中海男子从人群中飞了出来，紧接着便有吃瓜群众开始介绍起了他的身份。原来这人名叫天眼道人，传闻天资举世无双，仅40岁就元婴大成，只是后来不知为何迷上其道，修为不增反减，整整400年闭关不出，只下棋不修仙。但世间若论其艺，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此局若是他也破不了，天下间怕是无人能破了。随后就见天眼道人来到棋局前，开始了一波操作猛如虎，实则战绩0-9的操作，被棋局的反震之力击飞了出去。看到连天眼道人都无法破局，众人也觉得无望，准备就此离去。可就在这时，身后的秘境却突然轰的一声打开，众人一转头就看到林木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说道：“真的太冷了，我们进去再聊可以吗？”随后进到秘境之中，众人皆是对着林木峰一顿乱夸，不过林木峰却是谦虚的说了句一般般。然而青阳道人却是笑着表示：“你不但棋艺好了，人也更能装了吗？还不快告诉我，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机缘？”被问起这个，林木峰也有些为难，高人喜好清静，他的事迹绝不能到处宣扬，所以只得胡诌了一句，说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不过这也让同行的修仙者们更佩服他了。但青阳道人却在这时露出了一抹阴森的笑容。随着众人慢慢靠近秘境深处，温度也越来越冷。最后除了前面带头的林木峰和青阳道人，身后那些修为低的修仙者全部都被冻成了冰雕。很快两人来到了秘境的尽头，发现前方有一个台阶，台阶的最上方放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晶石。青阳道人一眼便认出了这是冰元晶，能够冰封寿命，使人近乎永生的宝物。而林木峰则是一脸兴奋道：“冰箱啊，李公子，我找到你说的冰箱了。”青阳道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手舞足蹈的林木峰，心想这是无知还是脑抽？莫不是受冻严重，意识模糊，开始胡言乱语了？随后只见林木峰一脸兴奋地来到了冰元晶面前，就准备将它带回去送给李念凡。哪知就在这时，青阳道人突然暴起，在背后给了他一记闷棍，把他直接打晕了过去。看着倒在地上的林木峰，青阳道人得意地说道：“自古秘境难闯，能活着出去的10个难有1个。寻宝者当然也是争夺宝物自相残杀的关系，我们得到宝物的往往只有最强的那个人。冰元晶是我的了。”说罢，他便伸手朝着冰元晶抓去，可还没等他碰到冰元晶，身体就已经被冻成了冰雕。不久后，林木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疑惑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砍了自己后背一下。还好喝了银月妖皇炖汤，他现在能感觉到汤水化为灵力，在千钧一发之际替他抵御了攻击以及严寒，这也让他更加崇拜起了李念凡，觉得这一切都在他的计算之中。这时林木峰发现了被冻成冰雕的青阳道人，以为他也是牺牲了，竟然还哭了起来，对着他的冰雕行了一礼。青阳前辈一路相伴，最后身先士卒，才让林某幸免于难，林某永记在心。说完，他便掏出了李念凡之前给的打包盒，将冰元晶装了进去，一脸兴奋地朝着秘境外跑去，一边跑还一边脑补着：李公子把这盒子给我，原来也是为了装这冰箱，真是神机妙算啊！而被冻成冰雕的青阳道人也在这时流下了一滴悔恨的泪水。久居深山的九尾狐少女，第一次进城居然就对青楼感兴趣，这可把李念凡给急坏了。那可是成年男女谈合作的地方，连忙推着妲己就离开了这里。因为今天是圣元节，所以李念凡带着妲己来逛灯会。路上碰到了张大娘，张大娘看到李念凡身边的妲己，顿时露出了一副懂了的表情。只见张大娘说道：“我说最近怎么见不到你人影？原来是在谈妹子。”这句话把李念凡搞得满脸通红，连忙解释：“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张大娘回道：“啊，对。”妲己见状不得不开口，自己并不是李公子的娘子，而是他饲养的宠物。这句话让张大娘惊掉了下巴。好家伙，现在的年轻人玩的都这么刺激吗？不用解释了，大娘都懂。随后张大娘喊着囡囡让她过来拜见恩公。只见囡囡拎着一篮子鸡蛋，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说这是答谢恩公的礼物，不成敬礼。李念凡连夸真是个好孩子。囡囡还开心地说道，自己即将加入修仙的宗派，长大了要成为像恩公这样的人，惩恶扬善，普度众生。李念凡听着一愣，随后张大娘解释说，自从上次你救了囡囡以后，这孩子便一心想着修行，而今天是圣元节，也是各个宗派招揽新人的日子，囡囡准备借此机会申请报名。李念凡连夸这孩子真有志气，还说道，囡囡如果真的成为修仙者，那哥哥就送你一份大礼。这句话直接让小丫头两眼直冒金光。随后二人拉钩以示约定。此时空中突然燃起了烟花，妲己感叹烟花好美，没想到李念凡这个直男竟然说起了情话，烟花再美也不及你的倾城一笑。这句话直接把妲己说的低下了头，害羞起来。随后妲己突然指着一旁的青楼问道，那是什么地方？李念凡一下子老脸通红，妲己你对那个地方感兴趣吗？妲己点了点头并说道，我好像闻到了从那里飘过来的气味，这气味好特别，让我有种冲动。李念凡震惊，你可不能对那个地方感兴趣啊，那是成年男女谈几个亿项目的地方，很危险的。随后便拉着妲己离开了这里。妲己暗想，既然公子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多嘴了。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青楼内确实非常危险，只见里面一女子瞬间被怪物吸成了麻干，那妖怪还意犹未尽地舔着嘴说道，该下一个了。而另一边，梦想修仙的囡囡也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师傅，拜入了金莲门的门下，随后拉着师傅开心地找到李念凡。此时一旁的路人却纷纷议论，什么金莲门？
不过是杂七杂八的小门派罢了。只有小门派才会捡这种毫无灵根的垃圾当徒弟。听到这话，囡囡很是低落，像自己这种资质，就算修一辈子，可能也修不成。囡囡的话，李念凡全都看在眼里，摸着囡囡的头安慰道：“还记得哥哥说要送你礼物吗？”随后他起身将口袋里的笔墨纸砚抛向空中，嘴里喃喃道：“我只是个凡人，天赋远不及你，给不了你太值钱的宝贝。”一副字算是哥哥对你的祝福。就在完成的那一刻，字画上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金光，直冲云霄。远处的落黄和青楼上的妖怪都被这灵气给震惊。金光散去后，这幅字呈现在众人面前：天上白玉京，12楼5城，仙人抚我点，结发寿长生。一旁的妲己看出了字的含义，修仙者皆是为了长生。公子此句便是助囡囡修的大道啊！李念凡将字画交到了囡囡的手中，叮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看向了循着动静赶来的落黄。囡囡在你们朝内修炼，她年纪小，如果方便的话，还请您多多关照，日后我定将厚礼答谢。落黄听到这话，直接闪现到了李念凡面前，激动地说道：“包在我身上。”于是李念凡便和落黄告别离开。落黄父女二人连忙鞠躬送行，这个举动把旁人惊呆了。囡囡的师傅也是满脑子的问号。这小子究竟是何人？就连落黄都要向他鞠躬，然后看了看囡囡，我收的这个徒弟又是何人？想到这，不由得感觉脊背发凉。看着李念凡逐渐远去，落黄这才松了一口气。李公子认真起来，竟如此可怕。刚刚那幅字怕是无上至宝，比我们之前的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啊！此等宝物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了一个小姑娘了。然后酸酸的说道：“有李公子相助，别说下品灵根，就算是母猪也能飞上天。”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突然闪过，抓住囡囡飞驰而去。这个男人究竟有多牛逼？他随手写的一幅字就是顶级仙气般的存在，只是说了一句祝福，便能让一个只有下品灵根的小女孩修得大道。就连堂堂仙朝圣皇都要向他鞠躬。然而此刻，一只不知死活的妖怪竟然抓走了被他祝福过的女孩囡囡。圣皇看到妖怪后大惊，一旁的公主说道：“这是天魔道人，与一般修仙者不同，他修的是邪道，以吸食人的精血来增加自己的功力，落到他手里的人无一幸免。李公子前脚刚交代我们要好好照顾囡囡，后脚他就被抓走了，这可如何是好？这都火烧眉毛了，你丫的还在这解释，赶快追啊！”只见天魔道人带着囡囡来到深山老林，囡囡毫不畏惧，呵斥道：“你要是敢吃了我，下辈子我一定投胎上等灵根找你报仇。”天魔道人微微一笑：“你这种下等灵根的人还入不了我的口，我的目的是你手中的这幅字，别做梦了。就算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字交给你这种邪魔外道，因为《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从来没向邪魔低过头。”天魔道人一愣，孙悟空是谁？我怎么不知道有这号人物？此时突然一道金光向着天魔道人攻来，来人正是圣皇一家，二话没说便打了起来。天魔道人眼见敌不过，便用起了阴招，趁圣皇不备抓走了他的妻女。圣皇掏出大宝剑追了上去，可下一秒却被眼前的一幕搞得鼻血直流。见状，天魔道人幻化成一只巨大的怪物，再次将囡囡拎了起来。你我都是出窍期，但等我吸了这幅画的灵力，我便连你的地龙火也不怕了。说罢便将囡囡吞进了肚子里。此时怪物身体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紧接着一个头戴草帽的少女出现在囡囡面前。只见她小手一挥，便将怪物化为灰烬。圣皇的妻女也成功获救。此时公主满脑子的问号，那人究竟是谁？而圣皇这边却做起了事：道运显化，一念可成真，一言可为法，一笔可书春秋，一画可定日月，此定为仙人也。囡囡问道：“刚刚那个妖怪呢？他死了吗？”这句话提醒了他。仔细一看，那天魔道人竟还留有一丝余气。只见仙人轻轻打了个响指，天魔道人瞬间就被抓了回来，吓得他直接跪地求饶。见状，仙人把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头上。就在大家以为要放了他的时候，下一秒那道人直接灰飞烟灭，化成了一颗黑丹。囡囡看着小球直呼好丑。仙人轻笑一声，解释道：“这是怪物的原因，修仙者可以用它提升灵力，我就把它送给你吧。”伴随着一个融字，这颗元婴丹便融入了囡囡的体内，然后飘落到地上睡了过去。而另一边，囡囡的师傅竟然在收拾东西，打算剃头跑路，只因这倒霉徒弟被天魔道人盯上了，如果下次再来抓人，说不定就是自己。可他刚走出门外，就听到有人叫他，转头一看，竟然是圣皇带着倒霉徒弟回来了，连忙行礼，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仙友可是急着去救这新收的爱徒，放心吧，我已经把他救回来了。说完后，他直接变脸，这可是李公子特意吩咐本皇要好好照顾的。这孩子如今已经吸了天魔道人的元婴精华，未来前途无量，定能为我朝所用，请务必好好照顾。要是有什么闪失，必将拿你试问。说完后，圣皇又噼里啪啦地掏出了一些东西，说这些都是修炼阶段的必备之物，从筑基期到结丹期，如果不够，随时派人来取。眼前的一切直接把师傅愣在了原地，心想这哪里是收了个徒弟啊，这是收了个祖宗啊！可是已至此，也只能眼含热泪答应下来。另一边，李念凡和妲己正漫步在小树林，然而在暗处竟然潜伏了2只妖怪。妲己隐约察觉有些不对，一边走一边说道：“这树林里有脏东西。”李念凡以为小姑娘家的肯定是怕走夜路，便一把将妲己抱在怀里，瞬间安全感拉满。有我在，你别怕。妲己娇滴滴地靠在李念凡的肩膀，袖口之中偷偷绕了绕手指，然后说到：“刚才的脏东西已经解决了。”画面一转，2只狼妖已经血肉模糊。谁来救救这个肤白貌美的女人？她只是被马蜂蛰了一下，便奄奄一息。但你绝对想不到，她竟然是修仙者，而且还是金莲宗门的掌门人。那到底是马蜂太强，还是她太弱呢？就在他绝望之际，金莲门的招生办带着囡囡终于赶了回来。仔细一看，这金莲门竟如此破烂不堪，
就这条件居然也能修仙。囡囡来到自己的房间，虽然条件艰辛，但囡囡却一脸兴奋，因为她终于能踏上修仙的旅程了。此时囡囡的师傅来到了另外一个房间，并说了句姐姐我回来了，而床上躺着的人居然和她长得一模一样，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只见他虚弱的说道，妹妹你可算回来了，我在野外不小心被马蜂蛰了，可没想到这马蜂的毒劲这般猛烈，我去别的宗门求药，可他们却嫌弃我们金莲门太小不肯帮助，如今我命不久矣，以后金莲门就只能靠你了。这时妹妹说道，这次我收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弟子。姐姐一脸的激动，莫非是中品灵根？妹妹摇了摇头，难道是上品灵根？也不是，她只是下品灵根。听到这，姐姐直接吐出一大口酸梅汤，你这不孝的妹妹，我都要死了你还气我？金莲门以后托付给你，让我怎能放心的下呀？姐姐，她虽然是下品灵根，但却是我们金莲门的大造化。你看这是什么？这些灵药都是洛皇亲自相赠，有这些药你的毒就能解了。眼前的一切让姐姐震惊，便问道，新收的徒弟到底什么来历？妹妹说道，我只知道他有一个神仙哥哥，就连当今圣皇都要向他行礼，还特意送了这些宝贝。我们金莲门终于转运了，既然如此，那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这新收的徒弟。放心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因为你不知道我到底经历了什么。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敲门声，只见囡囡探出了小脑袋，倒霉师傅立即向囡囡介绍，这是我的姐姐，也是你的师伯。望着一模一样的两人，囡囡有些懵，回过神后立马向师伯问好。倒霉师傅问道，徒弟你找为师有何事？师傅，我想请你帮我看看这个名单。只见囡囡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上面记录的都是恶人和一些妖魔鬼怪，待我修炼有成，必将把他们一个个清理掉。从今日起，欺负念凡哥哥和我金莲门的人，我一个不留。姐妹俩一下子就被这股王霸之气震慑住，这究竟是何等的下品灵根？有件事我差点忘了，我要给念凡哥哥写信报个平安。画面一转，就看到洛皇和公主激动地跑进了李念凡的家中，大声喊着，李公子，我们来给你送信了。此时的李念凡正在刷牙，然后将口水吐进了一旁的花盆之中。送信这种事怎么能让您亲自前来？圣皇妇女憨憨一笑，不敢怠慢，紧接着就被刚刚那盆花吸引了注意力。这花长期沐浴在李念凡的口水之中，竟然已经修出人形。洛皇妇女泪流满面，心想我要是这盘花该有多好。就在两人羡慕之际，李念凡说道，你们真的是为送信而来？我怎么觉得你们是来蹭饭的？不过你们来的正好，今天我要给你们看个宝贝。跟随李念凡来到后院后，眼前的一切直接震惊。好家伙，这不是凌云仙阁的传家宝吗？还有千年寒冰，这可是灵仙道宫的大宝贝啊！这时李念凡说道，这些都不算什么宝贝，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一块历经千年才凝结成的冰原晶，凡靠近者都会被瞬间冻住，即使放在太阳下暴晒也不会融化。然而这么牛的神器，竟被男主拿去做成了冰箱。洛皇妇女为了能蹭到他家的仙气，特意跑来送起了信。李念凡一眼就看出父女二人肯定又是来蹭吃蹭喝的，说道，今天给你们看个新鲜玩意。望着眼前的物体，父母二人很是疑惑，这玩意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李念凡说道，这叫冰箱，我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只见一股寒气袭来，直接将二人冻成了冰雕。冰中的妇女瞪睛一看，好家伙，原来里面装着冰原晶。随后李念凡从里面拿出2个冰棍赠与二人。公主望着冰棍直接流出了哈喇子，心想这一定是仙人的食物吧。可她刚准备张口，就被父亲叫住，且慢，这东西是由冰原晶的寒气凝结而成，而冰原晶是能将人寿命都冻结的凶物，你这一口下去恐怕会丢了性命。可刚说完这话，下一秒就被打脸。只见李念凡拿起一根冰棍就抡了起来，而且还露出一副很享受的表情，这才是夏天的味道，你们不尝尝吗？见状，洛皇直接功力全开，费了9牛2虎之力，却只是轻轻舔了一口，可下一秒整个人仿佛来到了冰雪世界，但却感觉不到一丝寒意，反而有一种春天的感觉。只见洛皇胸口爆发出阵阵金光，一旁的公主一脸担心。洛皇说道，这难道是仙家的冰棍试炼吗？只是一舔就让我重回巅峰，女儿你可以吃了，但一定要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被冻住。洛公主望着手中的冰棍如临大敌，然后就看到二人伸着小舌头舔了起来。看到二人的模样，李念凡嘲讽道，哪有你们这样吃冰棍的，要像我这样大口咬着吃才爽。见状，二人瞬间石化，这么吃只怕我们当场去世，可为了修行拼死也要一试。然后两人大喝一声，将冰棒放入了嘴里，霎时间一道道金光直冲云霄，然后就看到这毁3观的一幕，二人一丝不挂，仿佛飘飘欲仙。我们现在都是死过好几次的人了，是不是也算有大修为了？这都要感谢李公子，让我们死这么多次，回去好好参悟，定有大突破。不知过了多久，二人的身体突然像被掏空了一样，然后就捂起了肚子。李公子，我要憋不住了。只见洛皇以光一般的速度冲向了茅房，过了许久才从厕所里出来，还不忘感叹李公子家的茅房竟也如此特别。等到洛公主也从茅房出来后，两人便向李念凡告辞，准备离去。这时李念凡突然叫住了洛皇，我还有一事想请你们帮忙。此时画面转到了另一边的灵仙宫，只见圣女秦曼云跪倒在地上，对面还站着5个人，其中一人问道，你可知你师父现在面临何等风险？曼云知道，师父正在经历道心拷问。不错，道心拷问是一大劫，轻则道心受损，重则道心崩塌。道心拷问虽是突破的机会，但更是一道催命符，稍有不慎便会化为齑粉。
与我们为敌的宗门肯定会借此机会大举进攻。此时我灵仙宫正是需要人手的时候，然而你却将他们全部调到一座破山上，你到底是何居心？当务之急必须赶快召回弟子加强安保。哪知秦曼云却回应道：正因魔人侵袭，我们更应该保证那座山的安稳和清静。听到这话，一众长老全都愣住。李公子喜欢吃一个小贩卖的鱼，如今银月妖王被杀，妖界大乱，那小贩都不敢去捕鱼了。李公子喜欢清静，还爱吃野味。山附近的魔人我要杀，进仙湖的妖怪我要除，野味我也要打了给他送。这每一件事都比天大。这些话把大长老听得一头雾水，以为他脑袋烧坏了，直接用捆仙绳把他绑了起来。堂堂圣女竟然被如此蛊惑，等你师父出关后再处置你。就在这时，落皇妇女突然到来。修仙世界的皇帝究竟有多悲催？前脚刚帮男主送信，后脚又被派去送书，好好的皇帝直接变成了一个跑腿的。来到灵仙宫后，就看到男主的小迷妹被糟老头子绑了起来。老头嚣张的很，见到皇帝也不给好脸色，直接问到：来我灵仙宫所为何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受李公子的委托来给贵宫圣女送书。秦曼云一看，好家伙，竟然是十面埋伏的秦谱。大长老心想，不管怎么样，他好歹也是一个皇帝，面子还是要给的。随后便给秦曼云松了绑。你师父闭关之时将宫中事务托付于你，没想到你却被妖人蛊惑，句句不理李公子。以后大小事务还是我来掌管吧。大长老话还没说完，便突然被秦曼云打断。只见他拿着十面埋伏说道：师尊闭关前将灵仙宫托付于我，那自然是我说的算。几位长老若有异议，那也得让曼云服气才行。听到这话，长老们都愣住了。糟老头子再一次说道：你个小丫头，难道是想和我单挑吗？不，我不是想单挑你一个，而是你们5个一起上。大长老说道：你这小丫头片子好大的口气，你可要搞清楚，我们5个分别修炼5种琴音，也就意味着5种不同的道。我们联手，别说是你，就算是你的师尊，我们也不放在眼里。你可要想清楚。各位长老不是想知道李念凡究竟是何人吗？今天我就用李公子著作的这首十面埋伏，告诉各位他究竟是谁。大长老说道：此次切磋就当作是几个前辈对你的指导，你放心，我们会尽量控制力量，不伤到你。说完后，几个人便飘向空中，看着空中的秦曼云和5位长老。洛公主担心道：以秦姐姐的实力对抗一个长老都很费劲，现在竟然主动要求1打5，真不知道她怎么想的。一旁的洛皇说道：那可是李公子的曲谱，保底也是仙曲啊，可还记得李公子为囡囡提字时显现出来的仙人之力吗？我隐约感觉这个曲谱肯定也不一般。画面一转，5位长老已经救稳，只见手中的乐器竟然同时向秦曼云发起了攻击。然而秦曼云却丝毫不慌，淡定地拿出曲谱弹了起来。下一秒，身体周围便出现了一个金钟罩，将所有的攻击都反弹了回去，霎时间就将长老们的琴弦全部斩断。琴弦都断了，也就没有继续比试的必要了。大长老说道：没想到这十面埋伏如此厉害，我等100年功力竟被瞬间秒杀，果然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地上的洛公主也感叹道：只是一个曲谱就这般厉害，李公子真是深不可测呀。此时一旁的洛皇突然哭了起来。囡囡有字画，秦曼云有曲谱，就连凌云仙阁也不知不觉和李公子搞上了关系，就只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得加油了。为了李公子，我们必须付出所有。就在这时，秦曼云的头顶突然出现数道闪电，长老们全都震惊。这个征兆难道是要突破元婴后期了吗？只是简单看了2眼曲谱，竟然就提升这么一大截修为，那个李公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啊？伴随着秦曼云的一声雷霆之吼，天空瞬间晴朗，雷电也全部消失，然后身体缓缓地降落在地面，挠着头说道：这仙曲可真是不好弹啊！长老们的态度也瞬间变好，个个都像舔狗一样伺候着，有披衣服的，有上茶的，还有要帮他梳头的。秦曼云虽然有些不适应，但总算是让他们明白了自己的苦心，然后说道：这曲谱就是那山中的高人所赠，我们的任务就是维护好高人的清净，托他的福，我们早晚也能得道成仙。据小道消息，那高人最近想吃净月湖的水妖，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出发。说完后，就看5位长老像火箭一样奔着净月湖的方向飞去，只留下洛皇妇女傻傻地站在原地，悲催地说道：原来我们只是个跑腿的。他本是修炼1000年的分神期鲍鱼妖王，不曾想却在死后达到了妖生巅峰，被美食家小白以灵水清洗，辅以各种灵药做成了一碗鲍鱼汤。话说在妖怪横行的修仙世界，洛城里的小贩鱼哥已经1个月不敢出去捕鱼了，可为了能买得起《西游记》的新刊，他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去净月湖捕鱼。画面一转，一张大网撒向了湖里，鱼哥坐在湖边静静的等待，嘴里还嘀咕着：妖怪又不是全知全能，我就不信他们会来抓我。可刚说完，就感觉身后好像有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只小兔子，这才松了口气。可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转头的一瞬间，后边又出现了一只硕大的鲍鱼精。下一秒，那妖怪直接张开血盆大口，将鱼哥砸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秦曼云及时赶到，对着妖怪就是一顿暴打。鲍鱼怪眼看敌不过，便跳入水里打算逃走。秦曼云此时前来就是为了给李念凡捕鱼的，又怎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只见他轻轻地说了一个收字，鲍鱼精瞬间就被抽进了口袋里。这一幕把那捕鱼的小贩吓得够呛，只见他背着渔网一溜烟的就跑了。此时大长老也赶了过来，你来得正好，这鲍鱼精实力不弱，肯定有不少虾兵蟹将追随他。
劳烦大长老将他们清理一下。说完便拎着麻袋朝李念凡家飞去。画面一转，就看到李念凡围着鲍鱼直转圈。好家伙，这么大的鲍鱼还真是第一次见。回想起穿越之前，别说这么大的鲍鱼，就是小鲍鱼也吃不起啊。一会我就把它给炖了，咱们一起尝尝鲜。两个女人听到这一脸兴奋。秦曼云看着洛公主酸酸的说道：“你怎么也来了？”洛诗雨回复道：“我可是经常来哦。在认识李公子之后，父皇就吩咐我一定要多来走动，说不定就能日久生情，然后再生几个娃，那我们仙朝可就有福了。”这句话把秦曼云气得直斜眼。这时李念凡喊了句：“小白干活了。”随后小白霸气登场，紧接着便拿起水管对着鲍鱼一顿猛冲。仔细一看，用的居然是灵水。两个女人瞬间震惊。不过回想起李公子把悟道竹当烧火棍，再看这灵水洗菜，好像也就不那么惊讶了。就在这时，一滴水珠突然溅到了秦曼云的脸上，秦曼云瞬间就不淡定了，这可是饱含着灵气的灵水啊，好香甜。李念凡看到水溅到了秦曼云身上，歉意的拿出纸巾让她擦一下。秦曼云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心想这可是灵水啊，就这么擦了，臣妾做不到啊。下一秒就看到秦曼云缓缓地伸出了小舌头，这小舌头灵活的让人心疼，瞬间就将脸上的水珠舔进了嘴里。这下直接把一旁的李念凡给看呆了。好家伙，这谁顶得住啊？这一刻他忽然明白了杰克为什么会娶安妮，这他妈是幸福的滋味啊！这个男人穿越到修仙世界，却有着一个现代的家。他家的空调能将空气转化成灵气，饮水机流出的水是仙界的灵水，做饭的厨师是拥有气灵的人工智能。而今天的午饭竟是眼前这个千年鲍鱼精，用灵水将鲍鱼清洗干净，切成小片放入珍贵药材，起锅烧油，小火慢煮。鲍鱼不但可以调节血压，还能滋阴补肾，以药善平肝，前阳止渴通灵。等到锅中散发出金光的那一刻，就说明已经煮好了。不知过了多久，那金光终于出现。洛诗雨和秦曼云迫不及待地来到锅旁，好家伙，光是香味已经让人沉醉。随后二人便不顾形象地吃了起来，仅仅吃了一口就仿佛非一般的感觉，第二口下去直接欲仙欲死。二女如此喜欢自己的美食，李念凡也不禁感到开心，能让修仙者都这么喜欢，我还真是了不起。两人吃饱喝足后，便和李念凡告辞离开。可刚走到门外，就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妖气。秦曼云说道：“这么强大的妖气，刚刚在李公子家中竟然丝毫感受不到，想必是李公子将妖气给净化了。可究竟是怎样的妖魔才能释放如此强大妖气，竟然覆盖了整个乾隆城？”就在二人疑惑之时，大长老突然从天而降。秦曼云急忙问道：“这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有弟子得到了消息，此魔物是为了坠魔剑而来，现在正聚集在凌云仙阁。凌云仙阁的人可都是李公子的朋友，事不宜迟，我们速速支援。很快三人便来到了凌云仙阁，只见三个小兵在殊死抵抗，却不见阁主的身影。走到屋内才发现，好家伙，阁主竟然在休闲地喝着茶水。眼前的一幕，二人震惊，这都火烧眉毛了，你竟然还这般悠闲？你不知道那魔物正在过来吗？只见阁主露出了一副很不在意的表情。我肯定知道啊，但是那又能如何呢？在你们来之前，魔人就送来了警告信。只见信上写着：“今夜午时，我将来取坠魔剑。”阁主说道：“正因为魔人的目的是坠魔剑，所以我丝毫不担心。前几日我拜访李公子的时候，在他家中用坠魔剑劈了柴火，因此染上了坠魔剑的气息。那魔人定是感受到了这股气息，便以为坠魔剑在我这里，所以来抢。可我思前想后，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李公子的计谋。李公子肯定是想灭了这魔人，所以故意让我触摸坠魔剑，以我为诱饵将魔人引出，然后灭之。”听到这，二女纷纷点头，还露出了一副花痴的表情。有李公子在，别说是几个魔人，就算是魔尊降临，我们也不怕呀！哈哈哈哈哈哈！一阵奸笑过后，就看到几人加入了阁主的阵营，喝起了茶水。而此时外面的门徒正在浴血奋战，但由于实力太低，一个照面就被魔人通通秒杀。只见那魔人酷似猩猩，却有着一双蝙蝠翅膀。他环顾四周，将目光锁定到了阁主的方向。我闻到了坠魔剑的味道，应该就在那个屋子里。随后他打开手掌，轰出了一股冲击波，一瞬间就将凌云仙阁夷为平地。伴随着烟雾散去，喝茶的几人裸露出来。还没等反应，那怪物竟然已经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阁主的身后，然后双手抱拳直接砸了下去。他本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绝世魔剑，如今却被男主丢进了柴房，在柴房中偶遇一本佛经，最后竟然当了和尚。为了赢回魔剑，魔界至尊派一只大猩猩怪来到人间，在取剑的途中遇到了秦曼云等人，怪物二话没说直接砸了下去。可抬起手却发现他们竟然安然无恙。仔细一看，原来是秦曼云用李念凡给他的曲谱弹出了一层防护罩，撑住啊，我们只需在里面等待李公子到来就好。怪物听到这话后突然狂暴起来，对着防护罩开始疯狂输出，防护罩最后还是没撑住破碎开来，秦曼云也被击倒在地。看到这一幕，林阁主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不是错的。这时大猩猩红着双眼来到他的面前，把魔剑交出来，我饶你不死。林沐风心想，在李公子来之前我们必须撑住，直接对着大猩猩使出了自己的最强杀招。可没想到那大猩猩不但毫发无损，反手还斩断了林沐风的一只胳膊。就在大猩猩准备补刀的时候，洛皇突然从天而降，阻止了这一击。看着赶来的洛皇，大猩猩说道：“不愧是真龙天子，确实有些实力，那我就陪你玩玩。”说完后，就看到那大猩猩竟然剥开了自己的肚子，紧接着一道黑影从大猩猩的肚子中飞出，众人瞪惊一
一看，终于明白了这星星为何会如此强悍，因为眼前这个魔人正是魔界4大天王之一的魔星将。那魔人刚一落地就发起了攻击，见状众人赶紧开启防御，但因为双方实力太过悬殊，没坚持几招就全部被打飞。望着眼前的场景，林沐风喃喃道：“李公子为何还不来？难道我们成为他的弃子了吗？”在说话的间隙，那魔人已经手持钢刀飞来。玩够了，该交差了。还是告诉你们吧，就算你们把坠魔剑藏起来也没用。如果我没猜错，你们之中的灵阁主应该使用过坠魔剑。凡是用过坠魔剑的人，他的血就会被坠魔剑记录下来。只要有了你的血，就能把魔剑召唤过来。说完后，魔星将奸笑起来：“魔尊大人一定会奖励我吧？”然后就看到魔星将将一只手举到天上，紫色的魔气直冲云霄，随后大喝一声剑来。此时李念凡柴房中的魔剑果然有了反应，下一秒便冲开屋门，朝着魔人方向飞去。正在刷盘子的李念凡隐约感觉身后有东西飞过，然而他却以为是有人在放风筝。画面一转，坠魔剑已经来到了魔人的手中，拿到手后他发出阵阵狂笑，觉得自己赢了。可下一秒就感觉到不对劲，不知是何时，一个披着袈裟的骷髅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然后说了句：“施主找我有何事？”魔人大惊，几天不见你怎么变成和尚了？魔剑露出一副老和尚般的表情说道：“正所谓佛门无不可渡之人，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只要你放下屠刀，我便可以渡你成佛，修正因得正果。”听到这话，魔人很是惊讶，对着魔剑破口大骂：“你他喵的肯定是疯了！老骷髅一个，你装什么和尚啊？我把你强行带走，等见到魔尊大人，你就会想起自己的本人了。”说罢便向着魔剑抓了过去。此时魔剑前方突然出现一道佛光屏障，使得魔人无法靠近。仔细一看，魔剑身后居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佛像，然后对着魔人开始狂扇耳光，3下5除2便将魔人收服，然后将佛光注入了受伤倒地众人的体内，帮他们快速恢复了体力。林沐风起身说道：“见过魔剑大人。”魔剑回复道：“魔剑这个名字已经成为过去，如今我已皈依佛门，以后准备改名为佛剑。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劈柴了，诸位就不用送了。”说完后化身成剑飞驰而去。这个男人竟然在修仙世界中做了一场断肢，在接手术，而躺在床上的是一位拥有100年功力的修仙者林沐风。他在与魔界4大天王的战斗中不小心失去了一条手臂。战斗结束后，林沐风摸着自己空荡荡的衣袖嚎啕大哭，因为在修仙世界中，要想接回断掉的手臂比登天还难。就在几人愁容之时，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悦耳的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那死去怪物的法器天心灵。经众人的商议，决定把这天心灵交给仙人李念凡处置。很快几人便来到了李念凡家的门口，刚进院就看到李念凡正手持绝世魔剑劈着柴火。林沐风的断手一下子就引起了李念凡的注意。“林伯伯，你这胳膊怎么搞的？”林沐风笑着说道：“在与妖怪斗法时受了点小伤，不碍事的。”听到这话，李念凡瞬间呆住：“我勒个去，胳膊都他喵的没了，这也叫小伤？看来这修仙世界果真是凶险无比。林伯伯他们遇到这种不测还能如此乐观，不愧是修仙者呀。话说我能在这修仙世界吃到冰棍，还要感谢林伯伯冒死帮我搞来了冰元晶。”想到这，他突然开口问道：“你这手断了多久了？”“也没多久，也就几个时辰之前的事。”李念凡顶着下巴喃喃道：“还没超过24小时，也不知道能不能接上。”听到这话，林沐风震惊：“李公子，我这断手难道还有救？”李念凡回道：“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接得上，但我觉得可以试试。”画面一转，一场修仙界史无前例的断肢再接手术即将开始，灯光、口罩、防护服都已准备就绪。林沐风虽有100年修为，但这阵仗他也是第一次见，心中难免有些忐忑。这时李念凡开口说道：“林伯伯，因为咱们没有麻药，一会可能会有点疼，劳烦您老人家忍着点。”林沐风自信地说道：“我再不济也是修行100年之人，区区疼痛何足挂齿，我的字典里就没有疼这个字。”可话音刚落，就听到林沐风像杀猪一样疼得哇哇直叫，而此时李念凡的表情看上去像是一台冰冷的机器。断肢在接的难点不在准，而在于稳。最难的环节是神经和血管的连接，不过好在伤口非常平整，又有100年修为护体，才使得手术可以进行下去。接下来到了紧要关头，神经缝合、血管缝合、肌肉缝合。伴随着李念凡的一个笑容，手术终于完成，可以了。在没彻底好之前，不要碰水，也不要过多的运动。林沐风试着控制刚刚接上的手臂，发现真的可以动，众人全都激动起来。李公子真乃神人也啊！欢声笑语过后，又是一阵惨叫。不是说好的字典里没有疼这个字吗？手术结束后，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李公子刚刚没有使用任何仙力，仅只靠凡人的手段就接上了断肢。秦曼云说道：“我好像明白了为什么李公子经常以凡人自居，他这是想展示给世人，就算是凡人，依旧可以做到很多修仙者都不能做到的事情，大智慧啊！”随后林沐风将刷怪爆出的装备天心灵献给了李念凡，李念凡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这个不错，我家房梁上刚好少一个招风铃，这个就当做是你的手术费吧。对了，我最近正盘算着带妲己出去旅游，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去处推荐一下？最近锁魔大典即将在青云谷举办，不知道李公子有没有兴趣？青云谷每5年就会对谷中封印的魔界入口进行加固，顺便再献祭几只魔人图个喜庆，这是修仙界中最盛大的盛典之一。可这是修仙者的活动吧？我李念凡只是区一个凡人，不知道有没有资格参加。”听到这话，众人大惊：“能去的很啊！既然这样，妲己你一会收拾，我们跟他们一起去参加锁魔大典。”听到高人要和他们一起去，众人
人直接乐开了花，心想终于有人罩了。很快报名参加大典的几人便整理好了行李，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个光头老者，这位是我的长辈周大成，此次远行驾驭灵州就由他老人家来掌舵。原来是司机啊，那就有劳周叔叔了。听到这话，那老头瞬间就不淡定了，连忙鞠躬，不敢。那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出发吧。你见过这么狗的狗吗？主人外出之前，他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走了以后，他竟直接在院子里跳起了 disco。院子的主人打算和几位仙友组队参加封魔大典，他转过身对着身边的大黑说道：“你一个单身狗就别跟着我们了，回去看家吧。”听到这话，大黑委屈的哭了起来。在大黑的依依不舍下，众人坐着灵舟飞向远方。可下一秒，大黑突然变脸，脸上的不舍和悲伤瞬间不在，然后转身对着院子说了句：“兄弟们，嗨起来！”此时院内的金龙从水中穿出，树木也开始疯狂舞动，而土中那3000年没发芽的种子居然也长出了嫩芽，这可真是医学奇迹啊！而另一边的小灵舟已经越飞越高，凡哥张着大嘴喃喃道：“这玩意坐起来比飞机可爽多了。”此时秦曼云突然说道：“大家准备一下，我们要换船了。”听到这话，李念凡满脸的疑惑，可画面一转，直接吓尿，头上啥时候出现一个这么大的船？这他喵的也太牛逼了吧！跟着修仙大佬混果然不一般啊！换了船以后，李念凡这个老色批第一时间就带着妲己来到了船头，玩起了泰坦尼克号。只见凡哥轻抚在妲己腰间，而妲己则张开了双手，二人仿佛两只飞鸟翩翩起舞。可下一秒，这甜蜜的时光就被这个糟老头子打断。李公子此次路途遥远，要不你还是回房休息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好。这船必须注入阵法才能飞行，所以我必须在这里守着。这也太辛苦了，这是我自己在家种的梨，还请周叔不要嫌弃。这难道就是他们说的高人恩赐的机缘吗？他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接过李念凡手中的梨，这是充满仙灵之气的神梨啊！然后就大口吃了起来。就在这时，他突然感觉身体发热，体温飙升。下一秒，那小红衣服爆裂开来，身上的肥肉瞬间变成18块腹肌。此时屋内的几人也感受到了这股气息，随即便飞出屋外查看情况。只见周大成面带笑容，手里还拿着一个梨壶，几人瞬间就不淡定了，感觉自己错过了1个亿。周大成不慌不忙地说道：“我并不是想要炫耀什么，只是承蒙李公子厚爱，侥幸尝到了一个宝梨。众人直呼你这个老家伙不厚道啊，竟然自己独吞。”可话音刚落，船体突然开始震动，前方竟然出现一个巨大的红色漩涡，好似黑洞一般无情地吸食着周围的物体。老头子张口说道：“这是星火潮，此乃天上驳杂灵气汇聚而成，引力极大，就连光都无法逃逸出去。我们必须在它的引力之外调转船头。劳烦圣女给我打个下手。”此时洛皇突然说道：“你们看，这星火潮刚好留出一个通道，好像在给我们让路。”此时老头突然想起，刚刚李公子在给自己梨的时候说了句希望天公作美，让我们早点到。三人一听喜笑颜开，原来这星火潮是在给李公子让路啊！洛皇说道：“这还掉个毛的头啊，冲就完事了。”只见老头深吸一口气，然后大吼一声：“给我冲！”飞船的马力瞬间拉满，可因为速度实在太快，直接把屋内的李念凡和妲己晃飞了起来。在倒地的一瞬间，两人竟不小心嘴对嘴亲了起来。等回过神后，就看到妲己捂着小嘴，两人满脸通红。李念凡尴尬地走出房门，抬头一看，直接惊呆，眼前这美到令人窒息的景象，就仿佛身处银河一般。这一幕直接把洛诗雨和秦曼云看得痴傻。星火潮似乎感受到了李念凡在看他，便加大了力度，红色烈焰四散开来，仿佛燃起了烟花。洛皇等人直呼舔狗。此时李念凡对着妲己说道：“我从没见过流星雨，真希望有生之年能目睹一次。”几乎就在他说完的一瞬间，空中的一个火球直接原地自爆，然后其他火球也接二连三的开始自爆，拖拽着长长的尾巴从天空滑落。虽然不是流星雨，但是却比流星雨还要美。此时我们的凡哥虽然身边已有妲己，但他心里想着的却是另一个女人。我能看到这么美的景象，多亏了秦曼云的这条船啊，得感谢他一下才行。然后就看到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只千纸鹤，递到了秦曼云面前，并说道：“流星雨真漂亮，多亏你我才能看到，这是我自己折的手工，小小心意不成敬意。”秦曼云看着手中的千纸鹤，激动的手足无措。出自李公子之手的那可都是神器啊！送完礼物后，李念凡一溜烟的就跑回了房里。这个男人究竟有多牛逼？他只要吐一口口水，便能让植物化成人形。随手叠的一只千纸鹤便是一件上古神器，在别人眼里他是大仙般的存在，可他却总觉得自己是个普通人。最近他要参加修仙世界中5年一度的封魔大典，为了把路费节省下来，他蹭上了一位女仙友的船。可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却发现住宿费竟然也付不起。刚要走，就被女仙友秦曼云叫住：“李公子，我已经安排好食宿，请您自便。”李念凡摇了摇头：“秦姑娘，这客栈我怕是住不了。”秦曼云心头一惊，难道是自己安排的不够周到？只见李念凡指了指客栈的牌子，上面赫然写着每晚98888，尴尬地说道：“这个价格比我的预算多了一点点，只要是钱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李公子你说吧，你差多少钱我给你补上。”李念凡尴尬地摸了摸头：“我全身上下加起来一共88块钱。”秦曼云瞬间就明白了李念凡的尴尬之处，大庭广众之下竟然让高人如此出丑，我真是该死。想到这，他换了种委婉的方式：“李公子一切开销我都已经付过了，您不必担心。”李念凡却依旧摇头：“你我非亲非故，怎能让你如此破费，无功不受禄啊！”听到这，秦曼云顿时就急了，心想好不容易有机会跟高人长期接触，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白白溜走。下一秒，他直接抱住了李念凡的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李公子你就住下吧，算我求你了。
在苦苦哀求下，李念凡被感动到了。原来秦姑娘这么在乎我这个朋友，正所谓千金难买一知音，那我就住下吧。听到李念凡说要住下，秦曼云露出了可怜巴巴的表情，连连道谢。李念凡说道：“我虽然答应了，但是我不能白住，等回去了你来我家，我给你做好吃的。”听到这话，秦曼云直接乐开了花，念凡哥哥竟然约我了。此时眼前的场景刚好被落黄妇女看到，瞬间感觉自己是不是又错过了什么机缘。画面一转，来到了午饭时间，因为封魔大典即将在本地举办，所以来了很多修仙者，客栈也不得不加强安保。此时秦曼云说道：“我要去拜访一下青云谷主，得先失陪了。我已经吩咐了店小二，一会就会来人给李公子上菜。就我们2个人，你可千万别点太多呀。”李公子尽管放心，妾身都懂。可下一秒就看到了眼前的场景，我勒个去，这他喵的是把满汉全席上来了吗？秦姑娘说的懂难道是反向的？而且居然连一道青菜都没有，这怎么吃得下呀？就在这时，一男子突然走了过来，看起来风度翩翩，手上还拿着一把折扇，然后说道：“可否和我拼个桌？”整个客栈都坐满了人，只有公子这里还有空座。仔细一看，还真是坐满了。李念凡犹豫了一会，心想这小子不会是想蹭饭吧？可下一秒，那人却说：“我只是来听书的，不吃饭，借我个座，你们这顿饭我请了。”李念凡震惊，现在的人都这么有钱吗？尽管坐吧，请吃饭就不必了。听到这话，那人光速坐下。本来是小情侣专场，结果莫名其妙插进来一个陌生人，气氛瞬间尴尬了许多。为了缓解尴尬，李念凡连忙给妲己夹菜。此时男子的心中却泛起了嘀咕：此人穿着朴素，一身布衣，只有2个人，但却点了这么多菜，而且还不让我帮他买单。看来这个人一定不简单，待我施展神识查看一番。好家伙，神识居然显示位置，难道是隐藏实力了吗？看来只能用御天珠了，除非是渡劫期以上的修为，不然谁都别想在天珠之下隐藏自己。天珠没有任何反应，看来他真是个普通人。李念凡质疑道：“公子不是听书吗？为何总是看着我？”失礼了。见公子英俊，便忍不住多看2眼，而且我喜欢听的是《西游记》，现在还没开始讲。话音刚落，就听到说书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今日我们讲《西游记》的最后一章，晋回东土，武圣成真。他本是修仙世界中毫无灵根的普通凡人，可仅仅喝了女孩递给他的一碗粥，便直接突破了元婴后期。这碗粥如此神奇，只因沾了仙人的口水。自打他认识了李念凡后，心中就一直有个疑惑：这个李念凡到底是凡人，还是我们无法探知的仙人？你说他是凡人吧，可被他沾过的东西都会立马拥有灵性，就连跟随他的丫鬟都成为了地仙级别的存在。可如果他是仙人，为什么玉天珠却无法感知到他的仙力？带着疑惑，他把李念凡请到了自己的家中。可刚到家，就看到秦曼云也在，他直接闪现到秦曼云的面前，抓住他的手一顿乱摸。曼云姐姐好久不见，子羽甚是想念啊。秦曼云尴尬地说了句：“子羽公子好。”看样子他们应该是老相识。而此时秦曼云已经将李念凡的事迹通通告诉了子羽的姐姐。虽然近年来青云山所妖的封印越来越弱，但只要有李公子在，便没什么可怕的了。为了迎接高人的到来，他吩咐自己的弟弟将一件家传宝衣拿了出来。李念凡顺势收下，这裙子妲己穿一定好看，不过我也不能白拿，简简单单给你们做点饭吃吧。虽然不值钱，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听到这话，姐弟俩激动地流出了眼泪。紧接着就看到李念凡拿出了一个小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几枚鸡蛋，并且还散发着耀眼的金光。这是我家鸡下的蛋，没有使用任何催蛋剂，纯绿色鸡蛋。望着眼前的鸡蛋，姐弟俩心想：仙人家的鸡那保底也是仙鸡啊，那仙鸡下的蛋岂不就是仙蛋？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机缘吗？看到这，我直呼这姐弟俩真是逻辑鬼才。随后李念凡又端过来一锅粥，鸡蛋配粥是我老家的传统。子羽望着手中的粥，老泪纵横：爸爸，你儿子出息了，仙人都给我盛饭了。一旁的姐姐露出了一副不屑的表情：真没出息，一碗破粥你就如此失态。可当粥端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的表情瞬间大变，这粥竟然蕴含着道韵，随即便吃了起来。仅仅只是一口，二人直接原地起飞，整个人仿佛进入了妙语花香的仙境，飘飘欲仙，欲仙欲死。然后就看到空中突然落下一枚硕大的鸡蛋，鸡蛋中的灵水充斥着二人的身体，那一刻仿佛灵魂得到了净化。回过神后，就看到二人疯狂地往嘴里塞饭。一旁的秦曼云心想，看来这一切又是李公子的安排。李公子布局结识二人，想必是对青云锁魔大典有所计划。最近我的运气真好，先是得到了李公子的千纸鹤，今天又蹭到了一枚仙蛋。想到这，他将嘴唇轻轻地贴向了手中的鸡蛋，伴随着一阵尖叫，他也进入了那个没羞没臊的世界。待李念凡离开后，三人来到院子交谈起来。姐弟俩彻底被李念凡所折服，看来他并不是一个凡人，他的仙人之力的确是我们无法感知的存在。李公子在临走之前还赐给我几个馒头，我没舍得吃，打算供起来每天舔一下，想必对我们日后的修为肯定大有帮助。此刻姐姐流出了激动的泪水，我们家终于转运了。随后二人便开怀大笑起来。五位老者在空中漂浮了整整500年，只为镇守下方山谷中的魔界入口。千百年来，魔界众妖不断冲击着结界，试图冲破封印，统治人间。为了加固封印，每过5年就会举办一次锁魔大典，来自4面8方的修仙者会在这天汇聚于此。而此次大典与以往不同，在众多修仙者中掺杂了一位高人，那就是我们的男主李念凡。
此时的他正在远处的高塔之上瞭望着一切，在他前方山谷的中心位置便是那魔界入口。就在这时，一股黑气突然从山谷中穿出，速度极快，欲有冲破结界之势。在这紧急关头，背后标有火字旗的老者突然大喊：“真火所魔阵开！”紧接着空中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金光圆盘，将那股黑气死压住。圆盘之下两股力量对冲交错，产生的能量堪比核爆，造成的气浪直接将李念凡吹得画风突变，真是厉害呀！他们会这样僵持多久？这个不一定，快则3-5天，慢的话可能要半个月。每过5年，魔界就会聚集这股黑气，全力冲击。这一次我明显感觉到黑气的增强，不知道他们能不能顶得住。李念凡听到需要这么久的时间，便转身离去，准备回屋。望着李念凡的背影，洛皇说道：“高人就是高人啦，看来这种程度的斗法还入不了他的眼。现在事情还没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到了的时候，相信高人一定会出手。”而此时山谷中的战斗进入了高潮，5位强者高度集中，默念咒语，伴随着火字旗老者帅气的姿势，一口巨大的金钟赫然出现，随后重重的砸向地面，将整个山谷全部罩住。阵法已完成，接下来有劳4位长老了。伴随着一句“谷主放心”，这才明白原来这个老头是这青云谷的谷主。本以为这次封印已经成功，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是噩梦的开始。画面一转，来到了第2天，青云城里车水马龙，有卖包子的，有卖糖葫芦的。仔细一看，我勒个去，居然还有卖人的！准确来说，应该是章鱼人妖。而此时的李念凡正带着妲己在街上闲逛，这时人群之中出现一名腰间盘着金丝腰带的公子哥，在他转头的一瞬间，刚好看到了正在买东西的妲己。大美女啊！公子哥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淫秽之色，然后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来到了妲己的身前。不知姑娘芳龄几何，可曾婚配？一旁的李念凡脑中顿时出现了10000个草泥马。这位公子，你有事吗？只见公子哥打了个响指，身后的小弟瞬间涌了上来。明人不说暗话，我看上了你身边这位小娘子，馋她的身子，你要是识趣就赶快滚。可话音刚落，一记大飞脚就踹到了他的脸上，直接把他踢到了西北。这个公子哥上一秒还在调戏着良家妇女，下一秒就被众人打得鼻青脸肿。打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男主的3大护法：皇帝、公主和圣女。刚才公子哥调戏妲己的这一幕，刚好被暗处的3人看到。感动李念凡的人就是和寡人过不去。公子哥的那些小弟看到是皇帝，当场傻眼，这小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当朝皇帝竟然都为他撑腰。此时的李念凡将妲己护在身后，眼角泛红，这是他穿越到修仙世界以来第一次起了杀心。而对面被打的公子哥还在那里不服不忿：“我可是柳家嫡子柳如是，你们给我等着！”此时李念凡说道：“不知道这世上还有多少像我和妲己一样弱小的人被这些奸人所害，要是世界上没有他这种人就好了。”这句话把洛皇3人吓得不轻。洛皇看向女儿，小声地说道：“李公子这句话的意思难道是……”想到这一旁的秦曼云脊背发凉，李念凡说道：“我没什么意思啊，只是一时感叹而已。”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天空刚好出现数道闪电，3人震惊，看来李公子这是真的怒了，随即跪倒在地。李公子放心，这件事我们肯定会办得妥妥当当。李念凡很是疑惑：“你们怎么突然跪下了？”3人尴尬地说道：“大晴天突然打雷，把我们吓的。”你们这样一说，确实有点怪怪的。大晴天的竟然会打雷，我先带着妲己回去了。这个人就交给你们处理吧。你们3位比我有权有能力，就有劳3位了。对了，这位公子哥刚刚自称是柳家嫡子，看来他肯定也是个有权有势的人。可千万不要惹怒了他们家族，引来后续的报复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明白，一定不会让他们来报复的。听到这句话，李念凡转身离开。虽然李念凡已经走了，但是那个公子哥还在那里骂骂咧咧：“我堂堂柳家公子，你们这帮小角色竟然敢打我！回去以后我定会叫我爹找你们寻仇。”然后就看到洛皇3人露出凶面之色：“你小子怕是没死过吧？得罪了李公子，就算你爹是仙人也没用。”伴随着一道闪电劈落，公子哥就这样领了盒饭。办完事后，3人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了李念凡的门口，但是却迟迟不敢敲门，只因自己没能给李公子带来一个安静的环境。思索片刻后，3人鼓起勇气敲开了房门。此时画面有一种亲信回报主人的既视感。洛皇说道：“事情已经办妥，请李公子放心。给你们添麻烦了，实在是过意不去。为了表示感谢，我将这幅字送给你们。虽然不值钱，但这却是我的心意。”洛皇接过字画，然后缓缓打开，只见上面写着：“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看到这样的内容，3人直接呆住，那一刻仿佛连呼吸都停止了。拜谢完李公子后，3人缓缓退出了房间。好家伙，李公子这次真的生气了，这幅字的含义是在敲打我们啊，以后定要更加小心服侍他才行。话音刚落，就看到3只手同时握着字画，谁都不愿放手。老头只是吃了一口馒头，下一秒竟直接看到了自己的祖宗。这个馒头如此神奇，只因他被仙人摸过。老头是青云谷的谷主，名叫步青云。祖师爷飞升之时，将封印魔界的阵法托付于他，100年来他恪尽职守，从未懈怠。刚刚他还加固了一遍魔界入口的封印。刚回到家，就看到一对儿女拉着他说要给他看一个宝贝，儿子还小心翼翼的让他不要声张。结果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只是一个破馒头，这可把老爷子气得够呛，以为2个不孝子在捉弄他，随即便对着2人一顿臭骂。可当他接过馒头的时候，瞬间惊呆，这馒头摸起来竟然如此松软，仿佛自己妻子18岁的手感。想到这儿，他直接吃了起来，一口下去直接原地起飞，整个人仿佛来到了仙界。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竟然看到早已飞升的祖师爷。这馒头是谁给你们的？竟然蕴含了如此强大的道运！老夫活了这么多年，却不知我青云谷竟有如此高人。不过话说回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我的实力已经是修仙界的顶峰。想必他真实的目的应该是看上了我，让我为他做事。那位高人的用意，为父知道了，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话音刚落，就听下人来报，圣女秦曼云求见。此时的秦曼云在客厅等候，墙上一幅诡异的画引起了他的注意。也不知看了多久，那老头终于来到。曼云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此次前来是想送顾伯伯一桩机缘。”听到这话，老头愣住了。我猜你说的机缘应该是那个高人吧？秦曼云吃惊，难道顾伯伯已经知道李公子的事？顾青云端起茶杯，轻轻点头。既然这样，那我就直说了吧。我们刚刚除掉了柳如生，为了不让柳家来寻仇，我们打算将柳家人全部灭掉。但是以我们的修为，恐怕不是敌手，所以想请您助我们一臂之力。这些话把顾青云听得一愣一愣的。你们在我的地盘杀了柳如生，还要我帮你们灭柳家满门，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还有就是那柳家家主的修为现在已经是合体期了，并且柳家曾经还出过仙人，这些你可知道？秦曼云淡淡说了句：“我肯定知道啊，但是他们得罪了李公子，别说是柳家，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他也得死。”听到这话，顾青云当场傻眼，这个李公子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圣女如此死心塌地？紧接着，秦曼云又说道：“柳家仗着自己在青云谷的威望，常年欺压乡里百姓，大庭广众之下强抢民女，简直罪大恶极。灭了他们，我觉得是天经地义。如果顾伯伯肯帮我这个忙，到时候机缘也会有您一份。”顾青云心里还是有点犯嘀咕，等我先见到这位传说中的李公子，再做决定吧。就在这时，两人突然感觉到大地正在剧烈的震动。此时，顾青云脸色突然大变，只见他看着远方说道：“这震动是封印的方向，难道封印被破了吗？”他本是能够轻松吊打渡劫期修士的魔界霸主，如今却被一只小小的千纸鹤给打败了，并且还将魔界入口永远封印。就在刚刚，青云山谷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地震。顾青云等人赶到现场，发现魔界入口的封印竟然无故松动，一时之间，大量的魔人从山谷之中喷涌而出。顾青云边打边说：“这魔人的数量还在增多，杀是杀不完的，我必须脱身去法阵的中央重启结界。”一旁的圣女秦曼云说道：“顾伯伯，我和落皇掩护你，您趁机冲过去。”紧接着，两人大喝一声，体内的灵力瞬间爆发，杀出了一条血路。就是现在，顾青云一跃而起，向着中心地带飞去。很快，他便飞到了阵法的中央，可抬头一看，直接傻眼。镇守封印的4位长老个个呆若木鸡，好像丢了魂一样。他高高跃起，大声呼喊，试图叫醒他们。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尖笑，只见一个手持巨剑的恶魔矗立在那里，并且还将祖师爷传给他的火漆踩得粉碎。老头直接暴怒：“今天就让我收了你这个孽畜！”哼，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大威天龙，大威天龙，大罗寡咒！老头子气势瞬间拉满，可还没等他动手，那个怪物竟然拿着巨剑捅向了自己，看着像个 boss， 竟然就这么自杀了。老头子瞬间尴尬：“你是故意找茬是吧？老子吟唱了半天，你就给我看这个！”可就在这时，一股黑色射线突然从怪物体内喷涌而出，只见那怪物一脸的享受：“我愿意以自身为祭品，恭迎月茶大人降临。”画面一转，才发现这压根不是射线，而是一只带着触手的独眼怪。因为飞行速度太快，怪物身体的周围甚至出现了音爆，产生的冲击波堪比核弹，将远处的落皇等人全部击飞。很快，那怪物便从黑线化成了实体，远处看去就好像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藤蔓一样，上面还长着一个类似果实的大肉球，并且肉球上还长着许多类似蛇一样的触手，口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尖牙。随即便对周围的修仙者们展开了屠杀。怪物以人类为养料，开始疯狂的生长，每吃一个修仙者都会长大一些。为了让怪物长得快一点，周围的小鬼们直接抓人往怪物嘴里送。此时老头子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喊道：“必须在怪物成为完全体之前将其消灭，不然整个修仙界都将毁于一旦。”在老头子的号令下，上百名修仙者们打算将所有力量都注入老头体内。正当我们以为老头子要力挽狂澜拯救世界的时候，老家伙竟然直接被怪物给吃了。远处的秦曼云大叫起来，然后和洛皇傻傻的处在原地。这他喵的不是完犊子了吗？老头子是修仙界的顶点，仙人以下战力第一人，没了他，我们岂不是都成了怪物的盘中餐？此时的他下意识地望向了李念凡的住处，心想高人为什么还不出手？然而此时的李念凡正在呼呼睡着大觉，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画面一转，那怪物已经向秦曼云吃了过来，靠着李念凡给他的曲谱勉强抵挡了一阵，可还是被怪物冲破了防线。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尽，向着地面坠落，心想难道我就这么死在这了吗？念凡哥哥快救救我！伴随着这句话，李念凡送给他的纸鹤突然显灵，身体周围散发着阵阵金光，忽忽悠悠地朝着怪物的核心飞去。此时怪物的脑中出现了1万个问号，这小破玩意不会是来阻止我的吧？虽然小，但毕竟苍蝇腿儿也是肉。随即便发动触手向着千纸鹤吃了过去。只见千纸鹤微微扇动翅膀，产生了一道坚固的屏障，将怪物的触手全部挡住。洛皇等人直接看呆，怪物眼看打不过，起身想跑，然而千纸鹤并不打算放过他。只见千纸鹤轻轻地落在怪物的身上，直接将怪物炸成了粉末。秦曼云和洛皇再次看呆，众人也纷纷围过来向秦曼云鞠躬，多谢圣女救命之恩。就在这时，秦曼云看到了人群之中的顾青云，这老头子居然没死。
随后他说道：“秦姑娘，这次多亏了你啊！你那个神器究竟是怎么回事？”顾伯伯过奖了，那个纸鹤便是我向你提起的李公子随手做的一个小手工。听到这话，老头瞬间惊呆，下一秒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曼云啊，你看我还有机会吗？我现在想当高人的棋子还来得及吗？秦曼云立马摆起了架子。既然顾伯伯顿悟了，那我之前求你的事情可否同意？还没等他说完，老头子就直接抢答：包在我身上。男人穿越到修仙世界，不仅吃到了冰棍，今天他还喝到了雪碧。早上起床的他下意识地打开窗户，突然一股飓风袭来，吹得他画风突变。定睛一看，我勒个去，居然是一只比房子还大的仙鹤！刚才那股风就是他扇动翅膀造成的。片刻过后，那仙鹤缓缓落在李念凡的门口，只见姐弟俩从仙鹤上跳了下来，对着李念凡行礼。而此时的李念凡正死死地盯着那只仙鹤，好大呀！这是你家养的吗？姐姐说道：“家父有事不在谷中，临行前吩咐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李公子，所以这次是特地来接你的。”姐弟俩慕名而来，搞得李念凡有些忐忑，但一想到能骑仙鹤，便不受控制地走了过去。可就在这时，秦曼云突然出现在李念凡的身后，不知道我可否和李公子一同前去。话音刚落，就看到洛诗雨也穿了出来，我也想去。姐弟俩心中10000个拒绝，可一想到这2个女人和李念凡的关系，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画面一转，几人已经飞到了空中，李念凡抱着妲己坐在头等舱，后边4个人抱在一起坐在经济舱。此时李念凡转头对着众人说道：“我以前最喜欢收集坐骑了，比如九霄鹏、北冥鲲还有小彩驴什么的，可这些是在游戏里，都是假的。没想到今天居然能骑到真家伙，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这些话把身后的4人吓得不轻，像九霄鹏这些神兽最低也都是仙级的，李公子竟然能随意收集，这难道就是大佬的日常吗？太可怕了！谈笑间，众人穿过了封印魔物的大裂谷，紧接着一道通天瀑布映入眼帘，李念凡直呼好美。姐弟俩说到那里正是爹爹吩咐让我们招待你的地方。很快几人便飞到了地面，这里仿佛世外桃源一般，鸟儿嬉戏，蝴蝶飞舞，就连空气都带着甜味。就在这时，只见顾子瑶伸手一指，那仙鹤便开始扇动翅膀，只听到嗖的一下便消失不见，而它飞行的轨迹刚好开辟出一条路来。秦洛2人顿时一惊，这等仙境就连土都是宝贝，为了李公子居然说开路就开路，看来青云谷为了讨好高人真是下血本了。说罢，众人便沿着这条路开始前行，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来到了通天瀑布的脚下。通天瀑布顾名思义就是通着天的意思，仔细一看，这瀑布还真是从云层之中流下来的。在路上，李念凡又看到了很多漂亮的美景，最后来到了一个宏伟的大门前，上面赫然写着青云阁3个字。走进屋内后，2排美女夹道欢迎。李念凡看到这眼前的一幕，荷尔蒙瞬间飙升，差点流出鼻血。可他自从穿越到修仙世界以来，就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因为沾了秦曼云等人的光，所以他立马把2人推到了前面。很快众人便在最中央的桌子处落座，台上台下歌舞升平，并且身旁还有美丽的侍女给他倒酒。姐弟2人笑容满面地说道：“李公子，请用茶。”李念凡愣了一下，然后看向手中的杯子，还以为是酒呢，原来是茶。此时秦曼云和洛诗雨露出了一副诡异的笑容，这回可赚大了，跟着李公子混果然没错。青云谷这是把家底都拿出来了，这茶正是青云谷的无上至宝醒神水。李念凡喝了一口，瞬间惊呆，这居然是雪碧的味道，这是修仙世界中制造雪碧的神器醒神珠，只要把它放进杯子里，就能立刻将水变成碳酸饮料。男主只是喝了一口就激动地流出了眼泪，自打他穿越到修仙世界以来，就再也没尝到过这种味道。看着水杯中不断浮现的气泡，恍惚间有种回家了的感觉。想到这儿，他直接一饮而尽，真是太爽了，真的是透心良心飞扬啊！可这一幕却直接把一旁的顾子瑶看呆了，因为在修仙世界中，这叫醒神水，此水有淬炼心神之功效，普通凡人喝上一口会直接身体爆裂而死，就算是我这种修仙者也只能一口一口慢慢喝，而李公子竟然已经连续干了18杯，不愧是仙人啊！此时李念凡突然说道：“我之前也尝试过自制这款水，但是最终都失败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能教教我是怎么做的吗？”只见顾子瑶咬着牙说道：“李公子稍作等候，我去便来。”画面一转，就看到他来到了瀑布前，犹豫了许久之后，他缓缓抬起右手，下一秒，一颗蓝色的宝珠从瀑布中穿出，取出来以后，就看到瀑布的水突然停了，周围的树木也瞬间枯萎。看来这珠子不只是能制造雪碧，更蕴含了强大的生命力。姐弟俩看着宝珠，很是心疼。弟弟说道：“你真的要将这醒神珠送人吗？”只见顾子瑶露出了坚定的眼神：“不要犹豫，宝物送给高人那才叫宝物，放在手里那就只是个垃圾。只要我们和高人搞好关系，成仙得道是早晚的事。你要好好观察高人的眼神，但凡目光在某种东西上停留了5秒，你就立刻打包，随时准备送给高人。”下一秒就看到他直接把姐姐打包了起来。我看李公子的眼睛一直盯着你，好像不止5秒。听到这话，姐姐露出了无奈的表情。随后2人回到了大殿，顾子瑶将醒神珠递到了李念凡面前，并说道：“只要把这个珠子投入水中，就可以让水变成你刚才所说的碳酸饮料。”李念凡望着这个珠子，很是眼馋。难道这是压气机吗？姐弟俩直接听懵了。公子说的压气机是何物？
就是能将空气压缩到水里的机器。顾子瑶不敢多说什么。没错，这就是压气机。如果公子喜欢拿去便是。以咱们凡哥的性格，不用看也知道他会直接收下。这是李念凡的老套路了。我这次来的比较匆忙，身边没带什么贵重的礼物，这珠子我就收下了。但是我绝对不会白拿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请你们吃饭。说完后，就看到李念凡握住了姐弟的手，痛哭流涕。真的太谢谢你们了。然后就看到3个人哈哈大笑起来。你见过这么牛逼的狗吗？它不需要写轮眼就能开须佐，就连千年妖王都是它的狗粮。可就是这么强的一只狗，却是主人院子里最普通的存在。白天的时候，一只小狐狸踩着舌头用力向院子里张望，因为它已经快1个月没有看到自己的姐姐妲己了。可它爬了一会，却发现这围墙好像能长高一样，自己这边叠得越高，围墙就越高。无奈之下，3只小妖打算硬闯。野猪精大喝一声，朝着大门撞了过去，结果直接被反弹了回来。此时大门突然打开，大黑瞪直了双眼，从里面走了出来。野猪精起身一看，不过是一只小土狗而已。我们找你家主人有事，赶紧给老子带路。大黑无奈地叹了口气，像拍苍蝇一样直接将野猪精打倒在地，然后冷酷地说道：“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你能再说一遍吗？”野猪精被吓得跪倒在地，连连求饶。看在小狐狸的面子上，我今天就放你一马。说完，他立马把头转向了小狐狸的方向，两妖对视起来。这一刻，仿佛春暖花开，又到了繁殖的季节。此时，大黑直男地说道：“你姐姐为我主人做事，所以你也能受到主人的福泽。但是你实力太弱，行为也不得体，出门在外未免丢了主人的面子。不过你来的正好。”最近主人和妲己不在家，所以我的时间比较充裕，你进来住一段时间吧，我手把手教你提升一下修为。小狐狸直接上套贴在了大黑的身上，随后大黑便将3个小妖带进了院子里，里面的东西把他们惊呆了，鲜灵芝、鲜白菜，还有千年玄冰，真是满院子的宝贝啊！就在3妖惊叹之时，身后突然出现3个人影，转头一看直接吓尿。他们分别是魔剑幻化的骷髅和尚、上古火龙和冰原精。这小狐狸是主人在外面散养的小喽啰吗？实力档次竟然这么低，真是够丢人的。冰原精施主，你说话未免太过刻薄了，虽然他们确实很菜，不如我收他们当徒弟，好好教教他们。我的龙火很久没用了，尤其是这头野猪精，皮糙肉厚，就让我来训练他们吧。3个上古神器开始争抢起来，都想做他们的师傅。此时大黑身后传来一个声音：“还是让我来吧，你们几个都太菜了。”看到是管家到来，空气瞬间安静了许多。管家在院子里属于是大哥级别的存在，院子里的一众弟兄在他面前都不敢造次。下一秒，他直接秀出肌肉将他们扛了起来。小狐狸感叹：这院子里最低级别的都是仙级，怪不得姐姐的修为能提升得这么快。这个男人竟然吃了自己从小玩到大的宠物，一边吃还一边说着真香。就在刚刚，顾子瑶姐弟俩带着众人来到了青云谷的密室，墙上的3幅画引起了李念凡的注意。3幅画分别代表了仙魔妖3方势力。自古以来就有妖怪分善恶、仙魔不两立的说法，人和妖若有缘是可以共处的，但是人和魔却是你死我活。弟弟脑中牢牢地记住了姐姐的话，只要高人看一个物品超过5秒就立刻打包。好好的青云阁密室就这样被洗劫一空。这时一个奖杯引起了他的注意，曾经不可一世的恶魔，如今却被做成了标本。此魔物乃高人所杀，打包起来也算是物归原主了。参观完密室之后，几人来到了后花园，园内养了很多小动物，他们都是和弟弟一起长大的玩伴。这时一只手突然搭在了姐姐的肩上。俗话说，要想得到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锁住他的胃。告诉你一个秘密，李公子最喜欢的就是吃野味，你院子这些宠物常年呼吸你家中的灵气，这可都是上等的食材，干脆直接全炖了，我想李公子一定会喜欢的。听到这话，姐姐立马闪现到李念凡的面前，含着眼泪说道：“此乃我青云谷的菜园，今天特意备了这些野味，请李公子品尝。”李念凡吃惊，这么美丽的后花园竟然是你们的菜园子，这些小动物都是为您精心准备的野味，想吃哪个尽管挑，我吩咐人去做。听到这话，宠物瞬间愣住，他们所说的野味该不会是我们吧？弟弟虽然很心疼，但是这毕竟是高人喜欢的。想到这，他咬牙大喊一声：“来人啊，把这只小猪先炖了！”紧接着就看到2个伙计把小猪拎了起来，然后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弟弟哭着说道：“曾梦想一起仗剑走天涯，如今你悄然无踪影，我的胖胖啊！”此时李念凡突然开口：“且慢，这玩意长得虽然丑，但好歹也是条生命啊！”说完，他直接穿上老厨师的专业服装。高端的食材往往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食物的目的是让人愉悦。如今顾公子这般痛苦，那无论这只猪有多美味，都是毫无意义的。听到这话，小动物们直接跪了下来，感谢李公子不杀之恩。一旁的弟弟也终于松了口气。画面一转，就看到李念凡抡起了大手：“今天给你们做一道我的拿手好菜——掌上明珠。所谓掌就是猪蹄，今天我用豆腐代替，至于明珠就用鱼来代替吧。”话音刚落，就看到姐姐露出了阴冷的表情：“去把少爷养的那条红鲤鱼拿过来。”听到这话，弟弟当场石化：“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一旁的姐姐安慰道：“为了坐上高人这班车，今天只能委屈你一下了。”下一秒就看到一只手将鲤鱼抓住，扔进了锅里。弟弟流着眼泪，心中暗暗发誓，这肉自己是绝对不会吃的。而李念凡这边的菜已经出锅，妲己兴奋地跑过来准备尝第一口，
却被李念凡拦了下来，并说道：“要想把豆腐做出肉的口感，必须经过3煮3炖。现在美中不足的是火有点小。”听到高人说火有点小，众人直接青筋暴起，开始施法。秦曼云甚至直接从嘴里射出了激光，经过大火淬炼之后，终于成型。揭开锅盖的那一刻，金光四散，香味扑鼻，把众人馋得口水直流。随后4人围坐在菜的周围，而角落里的弟弟此时正在念着佛经给鲤鱼超度，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还流着哈喇子。可恶，怎么会有这么香的菜？今天我就算是馋死也绝对不会吃一口的，因为我会吃2口。弟弟最终还是上了桌，姐姐尝了一口之后，直接变成了进击巨人。秦曼云和洛诗雨也同样如此，3人仿佛饥饿的丧尸一般疯狂进食，吃成了小花猫。这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好舒服啊！李公子的手艺可真不错，而弟弟吃的更是疯狂，实在是太香了。外面的宠物们也彻底认清了弟弟的嘴脸。此时画面一转，来到了另一边，眼前这个人正是柳家的家主柳星河。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儿子被秦曼云等人杀害，一场腥风血雨即将袭来。他本是拥有渡劫期修为的北境之王，平时靠着吃修仙者的肉提升修为，可如今儿子被杀，不但不主动报仇，还给仇家下跪。大殿之上，一名下人来报，少主失踪多日，至今仍未找到。但是在查探当中得到了另一个好消息，最近在北境地带突然出现一名少女，她是金莲门在乾隆仙朝新收的一位徒弟。在她拜入金莲门之前，出现一神秘男子给了她一幅字画，本只有下品灵根的她，因为字画瞬间起飞，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就达到了筑基期，甚至能够越级反杀金丹级别的修士。此等孩童若抓来给您当粮食，定能提升1大截修为，顺便还能得到那幅字画。以后这种事不用向我汇报，你直接做就行了，快去办吧。话音刚落，又见一名下人来报，出大事了！青云谷主携手落皇和灵仙道宫的长老在门前叫骂，原因不明。柳星河微微一笑，区3人有何巨灾？我柳家可是出过仙人的。很快他便赶到了现场，不知3位此次前来有何事。顾青云开门见山地说道：“你柳家与我青云谷虽没有恩怨，但你儿子前几日得罪了一位高人，今日我们奉命前来灭你柳家。”说明来意后，顾青云拿起手中的剑，直接就刺了过去。本以为会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可当剑即将刺到柳星河喉咙的时候，他突然开口说了句：“对不起。”这一句对不起直接把老头子整不会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柳星河说道：“犬子得罪了诸位，我做父亲的替他道歉，还请各位有话好说，不要打打杀杀的。”说完后，他直接来到了老头的身后，又是捶背又是按摩。下人们见此情况，也纷纷跪下来道歉。这些举动给老头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点着手指说道：“其实那个是这样的，你儿子已经没了。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是我们亲自送走的。”后边的光头长老也走过来添油加醋，准确来说是我送走的。不过你放心，他走得很安详，是被天雷影劈死的，直接化成灰了。在几人嘲讽之下，柳星河终于被激怒，一时之间从体内爆发出一股邪恶之力，然后将力量汇聚到一点，奔着老头杀了过去。老头子也终于能认真起来，随即他舞动手中的利剑，化作一股剑气，2股力量对冲起来。身后的落皇和长老也加入了战斗，将灵力注入了老头体内。此时柳星河爆发出一股更强大的力量，你们3个还差得远。可话音刚落，下一秒直接打脸，躺在地上的他身体冒着烟，嘴角还流出了酸梅汤。2个小兵也很诧异，咱们家主这么弱的吗？其中一人说道：“家主常年强抢民女，身体难免虚弱呀，我估计大概率是肾虚。”听到这话，柳星河直接立了起来，对着老头说道：“你和落皇先别上，那个秃驴杀了我儿子，我只和他打可以吗？”3人当场无语，这都是什么牛马？你们家得罪了高人就得死，已经没有谈判的必要。他起身擦掉酸梅汤，继续说道：“杀我儿子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吧，秃驴我也不杀了，大家扯平了。实在不行，我再给你们道个歉。”听到这话，老头子彻底忍不住了，一个大嘴巴子就扇了过去。“你硬一点行不行？你个软蛋一样的！”柳星河直接吓哭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一条生命啊，就不能放了我吗？顾青云凝聚手中的剑说道：“你利用修仙者的身份常年欺男霸女，如今你又得罪了高人，今天也算是你罪有应得。”说完后，老头直接斩了下去。可就在这时，一道暗黑血光突然从天而降，挡住了这一击。伴随着血色散去，一把巨大的利剑呈现在众人面前。此乃我柳家老祖飞升之时留下的仙气破空剑，就让你们看看我柳家的真正实力吧。他本是修行1000年才飞升成仙的柳家老祖，如今却被李念凡随手写的一幅字画秒杀。就在柳星河即将被斩首的时候，他紧急召唤出了上古神兵破空剑，本以为凭借这把剑能够反杀，可没想到顾青云和光头长老也有这玩意。一旁的落皇瞬间流出了眼泪，神兵不要钱的吗？你们都他喵的有，而我堂堂一个皇帝竟然2手空空，这种关键时刻我只能观战，我好惨啊！话语之间，3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破空剑虽然伤害极高，但是却有个致命的弱点，操控者每使用1分钟修为便会流失一血。老头深知这一点，所以故意拖延时间。很快柳星河便体力不支，最后终于在一次对拼中露出了破绽。老头抓准时机完成了一招秒杀。此时的柳星河已是强弩之末，披头散发跪倒在地。北境之王罪恶的一生即将结束，但是在临死之前，他想要一个答案：我们柳家究竟得罪了何人？你们如此胆尽杀绝！老头子淡淡的说了句：“多行不义必自毙。”说完便开启真火杀，准备补刀。可在最后一刻，柳星河身体突然爆发出紫色烈焰，
手举向天空大喊道：“我愿贡献我自身全部修为和生命，请老祖降临。”说完后，身体开始慢慢消散，最后在众人的监督下化成了一滩血水。三人感叹，身为修仙者，走错一步便是万劫不复。随后，他们来到了柳家府邸，准备将柳家得来的这些不义之财化为齑粉。从今往后，修仙界再无柳家。可当火焰即将接触到房屋的时候，突然出现一层紫色的防护罩，挡住了这一击。抬头一看，竟然是早已飞升成仙的柳家老祖降临凡间。柳家的下人纷纷跪地参拜，落黄三人愣在原地，不敢相信。只见老祖愤怒地说道：“是谁说的再无柳家？”说完便幻化成人形。柳星河的一缕魂魄落在老祖身上，哭诉自己刚刚的遭遇。闻言，老祖震怒，轻轻的一个眼神，直接将落黄等人震出了一口老血。随后缓缓抬起右手，一股能量波从天而降，向着几人砸去。就在众人绝望之时，落黄口袋中的字画突然显灵，挡住了这一击。落黄惊讶地说道：“这是李公子给我的字画，原来我不是最菜的那一个呀！最牛叉的道具竟然在我这里。”只见字画上面写着：“十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空中的老祖也非常震惊，没想到凡间竟有此等宝物，这个东西留不得。然后举起破空剑，准备将其毁灭。落黄拿着字画被吓出了眼泪，如今别无他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字画上了。他将字画高高举起，下一秒奇迹发生了，老祖的这波攻击竟然被原封不动的反弹了回去，直接贯穿了他的身体。好不容易飞升成仙的老祖就这样领了盒饭，柳星河的残魂直接被气吐了，还以为仙人多猛呢，就这。落黄抱着字画喜极而泣，谢谢你李公子，原来你是爱我的。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传来声音：“尔等胆子好大，竟敢毁了我在凡间的残影！”众人吃惊，这才明白原来老祖并没有死，刚刚那个只是他的一个幻象。老祖再次说道：“这幅字画的作者，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死不休。”此话一出，家中的李念凡似乎有了感应，字画上竟然自动出现了许多个不死不休，紧接着散发出阵阵金光，最后汇聚成一把金剑，下一秒直冲云霄。这力量太过强大，直接将宇宙中的星体击穿，顺便还击落了一架外星飞船。数秒之后归于平静，但天空却出现了一个无法修复的黑洞。三人望向洞口，瞬间惊呆，洞口的另一边竟然是仙界。紧接着就看到一具尸体缓缓落下，正面一看，这人竟然是刚才的老祖。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一句不死不休最后真的应验了，即便老祖躲在仙界，也要将其斩杀。就在这时，洞口突然出现一张金色大手，尔等竟敢弑神，我这可怜的仙儿啊！此时顾青云说道：“难道是想把他抓回去救活吗？若是这样，那必将后患无穷啊！绝对不能让他回去。老夫今天就算丢了性命，也要拼死一试。”说完便朝着金手飞去，还没等飞到，就被一拳打了下去。在他绝望之际，一道蓝光闪过，一双大长腿缓缓地落在金手之上。仔细一看，原来是妲己。伴随着一个结字吐出，那只金手逐渐变成了冰块，然后破碎开来。只能说李念凡实在是太牛逼了，他的一个女仆竟然都能瞬秒天神。男人对着花盆吐了一口口水，下一秒花盆中的植物竟然直接化成人形。更可怕的是，他的一幅字画竟然能秒杀上古飞升大神老祖。老祖在弥留之际不禁感叹，凡间竟然有如此大能，看来仙界威仪。说完后，身体化为齑粉四散而去。落黄等人万万没想到此生竟有机会参与这种等级的战斗，也算是为以后的修仙之路攒下了宝贵的经验。经历了这次以后，顾青云对李念凡有了更新层次的认知。回到家后，他来到了家中的藏宝阁，走近一看，瞬间傻眼，这藏宝阁难道是进了小偷吗？里面的宝物怎么全没了？门外的儿女说道：“家中的大部分宝物已经打包送给了李公子，原来是送给了高人呐。那为父就放心了，你俩赶快看看是否还有剩余的宝物，把这些宝物也全部打包，一会我有大用。”画面一转，他便和落黄几人来到了李念凡的家中。因为李念凡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凡人，所以对锁魔大典中表现炸裂的顾青云甚是崇拜。两人交谈甚欢，见到高人如此平易近人，顾青云放下了心中的包袱，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蓝色的玻璃球，送到了李念凡的手中，并解释道：“这不是普通的玻璃球，此物名为空间宝珠，我将家中剩余的宝物都放在里面。今天我将它赠予李公子，但老夫有一事相求，李公子可否动金手给顾某做一幅画，哪怕是随便乱画的都行。”落黄两人直呼老头子大智慧啊，而顾青云此时心中却非常忐忑，自己如此冒失，不知道高人会不会生气。可现在自己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不搏一搏，以后的日子怕是混不下去了。三人绷紧了神经，等待高人的答复。只见李念凡挠着脸说道：“能给顾伯伯作画是我的荣幸。”三人瞬间震惊，紧接着李念凡便拿起笔，脑中回想起在青云谷藏宝阁中看到的那3幅画，3幅画分别代表了仙妖魔，那我就画个神吧。想到这，他大笔一挥，此时落笔之处突然散发出阵阵金光，一旁的几人受到金光的影响，仿佛来到了上古世界。抬头一看，空中还燃烧着一个巨大的火球，下一秒从火球之中飞出一只火鸟。这一刻，三人的灵魂仿佛得到了火焰的洗礼。不知过了多久，李念凡的画也终于画好了。仔细一看，是一个有着3条腿的鸟。李念凡解释道，在他那个世界，这叫3足金乌，乃是东方天帝和西河的孩子，是神鸟。闻言，众人震惊。李念凡继续说道：“这3足金乌本来有10只，金乌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上古时期经常有10日同出的场面，搞得陆地上的百姓苦不堪言。后来出现一位上古大神后羿，他手持宝弓射落了其中的9只，最终 carry 全场，挽救了世界。
我家乡流传的故事大概就是这样。众人惊呼：这难道是上古秘闻吗？说得如此详细，看来这肯定是他的亲身经历，不然谁能编出射落太阳这样的故事？李公子真乃神人也啊！随后李念凡拿起手中的画，并随口说了一句：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画最后的神鸟送给顾伯伯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简单的一句话竟然让老头想歪了，还以为是让他不要多管闲事，原来我在李公子心中这般不堪。他给我讲后羿的故事，不会是想一箭射死我吧？想到这里，老头子直接口吐白沫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来到了第二天，看到一双儿女，这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儿子说道：李公子已经回家了，临走之前特地将这幅画交给我，还说非常感谢你让他在青云谷玩得这么开心。闻言，顾青云老泪纵横，原来是自己曲解了高人的意思。而另一边的李念凡此时正坐在方舟之上，家里的狗肯定饿坏了，得赶快回去喂一下。一条金龙吐着火焰烧烤架子上的猪，还说这是对他身体的历练。另一边的小狐狸此时正练着跑步机，而他的健身教练是一台人工智能。最惨的当属那只蛇妖，他竟然被大黑拿去泡了酒，好好的3只小妖被他们当成了玩具。自从主人走后，院子里的小家伙们便彻底放飞了自我。小狐狸可怜巴巴地看着大黑，你看我们都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天了，咱能不能教点法术意思意思？谈话之间，大黑猛然发现这小狐狸的尾巴已经从7只变成了8只。既然你想学，那我就教你一招从天而降的狗爪吧。可话音刚落，大黑就闻到了主人的味道，院子里的空气瞬间宁静。大黑看了一眼一旁的小狐狸，下一秒直接一炮子将他打出了院子。等李念凡打开门的时候，一切已经恢复了原样。回到屋后，他将顾青云送给他的礼物摆放起来。这时口袋里的奖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什么玩意？怎么这么丑？不过想起这东西是顾伯伯的一片心意，所以最后他还是摆了上去。可等他转身走了以后，那奖杯突然散发出阵阵黑气，更诡异的是那只眼睛竟然动了。过了一夜之后，早上起来的李念凡和妲己做着早操，此时妲己突然感觉草丛的方向有动静，好像还散发着魔气。李念凡怀着忐忑的心情走了过去，此时大黑突然从草丛里穿了出来，吓得他是魂飞魄散。原来是大黑在草丛里拉了便便。李念凡对着大黑就是一顿暴打，这个我看还不如杀了吃肉。而此时的奖杯竟然自己跳到了窗台，暗中观察着刚才发生的一切。但眼尖的李念凡还是发现了他拿着奖杯产生了疑惑，明明放在架子上了，为什么会出现在窗台呢？不管了，先放回去再说。可就在这时，李念凡的脑中突然传来诡异的声音，是那个奖杯化成的魔气在蛊惑他，试图控制李念凡的心智。可他万万没想到，此时的李念凡只是突然觉得饿了而已，魔气根本对他没有造成一丝影响。紧接着李念凡便跑出去准备干饭，可他走了以后，那奖杯突然卷起黑色旋风，下一秒竟然幻化成一个前凸后翘的魔女，口中喃喃道：我月茶活了上万年，还从未见过如此愚目之人，不过也算是有惊无险的来到了凡间。只要过了今夜，我的本体就能借着这一缕魔气亲自降临凡间，到那时人类将不复存在。想到这，他大笑起来。可就在这时，妲己突然出现，给了他一耳光。他捂着脸刚要还手，可仔细一看，把他惊呆了。这女人仙力深厚，是他望尘莫及的存在。妲己冒着火说道：你若敢吵到公子安静的生活，下一次我定打得你魂飞魄散。说完后潇洒离去。此时的月茶心中有气，我堂堂一个魔界女王，竟然被如此欺负。随后他把目光看向了窗外的大黑，老娘打不过他们，我还打不过你吗？就先拿你撒撒气。想到这，他直接朝着大黑飞了过去，可下一秒直接被一狗爪子拍倒在地，然后用狗爪轻轻地抚摸着女恶魔的头，走的时候还不忘撒一泼狗尿嘲讽。就在这时，他突然看到了放在柴火上的魔剑，这可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想不到在这里会遇到魔剑，随即便念起了咒语：魔剑魔剑按我心意，快快显灵，快快显灵。可他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魔剑早就褪去魔气，归入了佛门。只见魔剑摸着他的头说道：月茶施主，你我同根同种，你能来到这里也算是与我有缘，不如皈依我佛，脱离肉体的苦海，去往极乐世界。此时的月茶已经彻底蒙了圈，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魔剑再次说道：月茶施主，我知道你心中有千万个问号，一切困惑，你看看四周便知道了。他抬头一看，院子里的一众神器已经把他包围了。老人头顶避雷针坐在雷雨交加的屋顶，因为有一位穿越者告诉他避雷针能避开雷电，为了渡劫成功，所以他将避雷针插到了头上。临仙道宫内，众弟子望着刚刚出关的师尊姚梦姬，本以为闭关之后的他修为定然有大突破，可没想到他走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大限将至。在他闭关之时，算到自己将面临千年不遇的双倍雷劫，如今仙凡之路关闭，无法求得上仙的帮助，而自己身上又没有像样的法器，看来这回大概率是要完犊子了。在众弟子绝望之际，秦曼云突然开口说道：虽然大陆之上已无神仙，但却有着一位比神仙还神仙的隐士高人李念凡，只要他肯出手相助，区区雷劫不算什么。听到这话，老头子露出了老太太的笑容。而此时的李念凡正在为一个千年古树祈祷。不久之前，这棵树被雷劈成了2半，李念凡带着妲己前来看望，临走的时候留下祝福，愿古树能够破而后立，涅槃重生。结果因为这句话，死木头上真的长出了嫩芽。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身为穿越者的他回到家后想到的办法就是用铁棒磨出一个避雷针。就在他打磨的时候，姚梦姬刚好找上了门，并向他说明了自己即将要面临一场超级雷劫，但如果有高人相助或者得到什么机缘法器之类的，兴许还能有救。闻言，李念凡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姚梦姬看高人不动声色，便直接开门见山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可没想到李念凡竟然直接抱住了他，
既然死亡已经注定，那就坦然面对吧。我一个凡人能有什么办法？这句话如同给他判了死刑一般。既然高人无意救我，那我也不敢强求。姚某就此告别。可当他走到门口时，一旁的铁棒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即开口问道：“刚刚进门的时候看到李公子在打磨这根铁棒，不知此物有何作用？”李念凡拿起铁棒说道：“这个叫避雷针，前几天城门口的古树被雷劈了，我怕以后会劈到我家院子，所以就做了这根避雷针。”姚梦姬震惊：“此物名为避雷针，难道可以避雷吗？”李念凡露出了李念凡的表情，说了句：“当然可以。”画面一转，就看到姚梦姬头顶避雷针坐在了屋顶之上，秦曼云和秃头长老在下面神情紧张。但是有了李公子给师尊的避雷针，相信一定能顺利度过此劫。很快天空便开始电闪雷鸣，一道天雷从天而降。姚梦姬望着即将落下的天雷，丝毫不慌，心想天雷落下之时一定出现一层防护罩将其挡住。可他不知道的是，避雷针的作用其实和他的名字恰恰相反，与其叫避雷针，不如说是引雷针。下一秒天雷落下，姚梦姬直接被电了个满贯。下面的几人当场傻眼，这避雷针怎么不起作用？姚梦姬也流出了绝望的泪水。但是在弥留之际，他突然看到空中好像飘着什么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风筝，上面还写着4个大字：“你过来呀！”看到这几个字后，即将死去的姚梦姬瞬间立了起来。难道这是李公子给我的指引吗？此时的风筝如同他的救命稻草，他赶紧凝集身体最后的一点力量，朝着风筝飞去。换个角度才看清楚，放风筝的原来是一个野猪精。李念凡是要做风筝引雷实验，所以妲己便找来了这个野猪精当垫背的，并告诉他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可以松手，如若不从就把它做成烤猪吃掉。姚梦姬、杜雷杰和野猪精放风筝刚好是同一时间，看到天雷袭来，野猪惊吓得撒腿就跑，姚梦姬在后边穷追不舍。最后他使出了生孩子的劲儿，终于抱住了风筝。伴随着一道天雷落下，雷电从姚梦姬的头顶传到了野猪精的身上，可怜的二师兄直接被电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活着。此时身后突然传来声音：“谢谢你小猪，老朽已经在这里守护多时了，想必恩公一定是李公子派来的使者吧？恩公帮我分担了天雷，以后若遇到难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帮助你。”野猪精流出了委屈的泪水：“我哪里是什么使者，我是个受害者呀！”天空中一位修仙者渡劫成功，可他低头一看，下面竟然在办着自己的丧事。仙宫之外，2名弟子擦着眼泪哭诉着：“听说这次师尊是被雷劈成了焦炭，其状甚惨啊！”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口中的师尊此时正活生生的在他们身后。而此时仙宫之内，秦曼云等人也已经披麻戴孝，一旁的长老给他碗中加了菜：“曼云啊，师尊已然仙逝，但这桌子山珍海味却不可不尝，多吃点儿，咱灵仙道宫这杆大旗以后就落在你的肩上了。”听到这话，师尊瞬间闪现到了2人面前，把他俩吓得是魂飞魄散。此时师尊脑中1万个草泥马：你们这帮不孝的弟子，老子才离开多久，你们就搞起了这个，巴不得我死是吧？看到师尊活蹦乱跳的回来了，秦曼云灵机一动，摆了个兰花指，屋梁上的白布变成红布，吹乐器的火急衣服也变成了喜庆的颜色，屋内从阴暗瞬间变得张灯结彩。一系列的操作直接把师尊气出了一口老血，哭着说道：“这次多亏了高人相助，不然今天可能真的就是我的丧事了。”此时秦曼云突然说道：“有个大喜事要向您禀报，在你没回来之前，先祖的石碑突然亮起，仙凡之路似乎又重新打开了。”闻言老人震惊，很快几人便来到了石碑前，发现确实亮了起来。此时画面来到了青云谷，果不其然，这边的石碑也亮了起来。姐弟俩率先发现了这奇异的现象，随即叫来了父亲顾青云。老头面带神色，仙凡之路已经关闭了3000年之久，今天突然打开，我必须抓住这仅有的机会，赶快飞升成仙。说完，他直接用剑划开了自己的手臂，将血洒在了石碑上，伴随着一道金光，一个老者踩着祥云从天而降。青云，是你召唤我吗？我的好孙儿，好久不见。看到爷爷后，顾青云眼泪在眼角直打转，直接跪倒在地。姐弟俩紧随其后，见过曾祖父，见到自己的子孙如此兴旺，老头大笑起来，随后低头问道：“怎么不见你爹？”顾青云擦着眼泪说道：“仙凡之路断绝以后，青云谷失去了仙界相助，魔人趁机大举进攻，父亲最后耗尽了自己的生命，才将他们镇压。”老头安慰道：“身为修仙者，生死本就寻常，整个青云谷算我在内，能够飞升成仙也只有3人而已。”此时顾青云突然说道：“爷爷，你有所不知，前几日锁魔封印突然松动，幸亏当时有圣人帮助，不然今天我就见不到您老人家了。”老头子大笑起来，别说是凡间，就算是仙界圣人也只存在于传说之中，那是上古时期才有的存在。此时顾子宇突然开口：“这些都是真的，那个人随便煮的粥都蕴含着道语，喝过之后原地突破。他写的字画直接秒了柳家先祖，不信的话给你看看这个，这是圣人给咱们家留下的一幅画，名为三足金乌。”说到这儿，他直接将画打开，可没想到从里面突然射出一道光束，对着老头轰了过去。烟雾散去后，已不见老头的踪影。3人瞬间傻眼，老爷子不会就这么没了吧？此时空气中传来声音：“快让那个逆子把画卷合上，不然你老子我要没了。”伴随着弟弟合上了画卷，老头再次出现，没想到凡间竟然有如此神物。曾爷爷，我再打开让您仔细看看吧。听到这话，老头抢过画卷，对着他一顿臭骂：“你这个不孝的子孙是想害死你老子吗？”可说着说着，老头突然停了下来，然后露出了震惊的表情。他感受到了里面的仙人之力，并且还不是道运这么简单，而是附神，也就是说这幅画被赋予了生命。这种宝物就算在仙界也是绝无仅有。看来这幅画的作者修为相当深厚啊。
就连老夫也要甘拜下风。闻言，众人震惊。随后老头说道：“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临走之前送你们几句真言，一定要谨记在心。像这种高人直接舔就完事了，没事的时候多多溜须拍马。”三人当场愣住，这还用你教？此时顾青云说道：“我听闻那个高人喜欢收集坐骑，我想送他一个，可惜我没有。”老头捋着胡子说道：“高人要的那至少是仙兽才行，等我回到仙界给你们挑一个。”随后老头又说道：“这三足金乌图放在尔等那里太危险了，还是交给我吧，我把它带回去好好研究一番。”说完便拿着字画拔腿溜走。老头本是3000年前飞升到仙界的大仙，被孙子召唤到凡间后，没想到被一副小鸡吃米图给打败了。把画拿到手中以后，不禁感叹凡间竟有如此圣人。为了讨好圣人，老头准备回到仙界挑选一只神兽赠送给他。此时画面来到了仙界的青云宗，刚回到宗里就被后边的仙童叫住：“顾护法，如此匆忙，可是出了什么大事？”老头子说道：“不是出大事了，是出天大的事了。”仙童说道：“我也有所耳闻，似乎是一位仙人被击落，尸体还沉在了凡间。”此时老头子回想起曾孙子说的话，那个高人直接用一幅画秒杀了柳家老祖，看来这件事是真的。仙童又问道：“顾护法，你说的天大的事，难道另有其事吗？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凡间竟然出了圣人。”说完后，老人来到了一处美女如云的地方，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包裹，说是送给他们的点心。很快美女便围了上来。老头说道：“我此次前来是想送你们一桩天大的机缘，我侥幸认识了一位法力无边的高人，而那个高人有个爱好就是收集神兽，若是能被他看上，将来的造化必将无法估量啊。”通过老头的谈话可以得知，这些美女应该就是他所说的神兽。就在这时，蓝头发的女孩说了句：“被选上的人是给高人做妻子吗？”“非也非也，是给他当坐骑的。”看到这个我直呼好家伙，美女坐骑会是什么样的姿势呢？老头子又说道：“你们听我说，那可是一位留在凡间的上古大圣，他言出法随，他画的三足金乌，老夫一个照面就被秒了。如此大能，他的坐骑可不是谁都能做的。只可惜我乃人形，当不了坐骑，不然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你们头上？”此时树上一个黄毛白衣女子突然开口：“若真有这等好事，就给顾护法个面子吧，别让顾护法觉得我们高高在上不近人情，让宗主知道了会不高兴的。”说完后，他纵身一跃，变成了一只烈焰孔雀，落地动作也是极其帅气。在火雀的带动下，一场选美大赛正式开始。紫头发的修为太低不要，黄头发的品种不好不要，这2位血脉太下贱不要。老头子这些话把一旁的火雀激怒了：“你个老不死的，我这样给你面子，你直接当鞋垫子是吧？我看你不要再选了，你干脆直接说究竟谁才能配上那位远古大能就好。”老头子露出了诡异的表情，看来他看上的人应该就是这个火雀。此时画面一转，来到了李念凡这边，他正和妲己在湖中钓鱼，两人双手紧握鱼竿，场面尴尬。李念凡时不时的用余光偷看着妲己，小脸弄得通红。此时妲己突然开口：“是妲己太笨了，让公子扫了兴。都教了这么多次了，我还是学不会。”说完后，他激动的起身，使得船体一阵猛烈的晃动。就在妲己即将落水之际，李念凡抱住了她，二人对视许久，这一刻仿佛恋爱般的感觉。李念凡彻底沉浸其中，情到深处即将表白的节奏，可刚要开口就被城里的鱼贩子打断：“嗨呀，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李公子，真是巧了呀。”此时鱼贩子也意识到自己似乎来的不是时候，便急忙道歉。随后几人交谈起来，鱼贩子说道：“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湖里的鱼好像成精了一样，一只都打不到。”李念凡说道：“我也有这种感觉。嗨呀，没想到李公子也会钓鱼啊。”只见李念凡手握大网说道：“我技术比较差，只会一点点。”鱼贩子看到渔网里有这么多鱼，瞬间惊呆。李念凡挠着头说道：“最近的鱼确实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总是喜欢往我的渔网里跳。”男人手持一只木船模型，扔向湖中后竟变成真船，只要轻轻一指，露宿的工具便凭空出现。白天的时候，李念凡带着妲己在湖中钓鱼，此时水中突然卷起漩涡，李念凡靠着刚穿越时系统教他的划船技巧，最后成功上岸。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其实刚才漩涡位置的下面是一处仙人遗迹。身为修仙者的林木峰父女感应到了遗迹的存在，女儿说道：“百年难遇的仙人遗迹最近突然频繁出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和李公子可能有关系。最近确实发生了许多怪事，传言柳家覆灭，先祖仙人被杀，并且那日天空还被一个未知法器打了个窟窿。整个修仙界除了李公子，谁能有这般能耐？”想到这，他直接哭了起来。我已经快1个月没见到李公子了，说不定他已经回到仙界了，我好想他呀。此时女儿突然大喊道：“爹，我好像看到李公子了。”仔细一看，还真是他。林木峰瞬间从伤感转化到了喜悦，紧接着便来到了李念凡的面前。寒暄过后，林木峰问道：“我刚才感应到了这湖中藏有仙人遗迹，不知李公子是否感兴趣？”闻言，李念凡震惊，脑中回想起穿越之前那些仙人的宝藏，可是只存在于游戏之中的，没想到今天在修仙世界中竟然要遇到真的了。想到这，他眼冒金星，感兴趣，太感兴趣了。林伯伯，你一定要带我。林木峰说道：“那我们就一起寻找吧，但是今天得委屈一下李公子，我们今晚必须在这里守着，不然宝藏可能会被野外的那些小妖偷走。”听到这话，李念凡突然想起系统临走之时留给他的装备，随即他凭空变出了一个木船模型，扔进湖中后直接变成了一条真船。李公子牛啊！紧接着李念凡又凭空变出了一堆生活用品，现在睡觉的屋子有了，用品也有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在这里过夜了。随后几人便走进了船里，不知过了多久，水面上空果然出现了2只小妖，紧随其后的还有3个道人，分别是正太道人、萝莉道人和御姐道人，他们都是为了争夺仙人宝物而来。
牛头妖率先发难，既然都是为了宝物而来，那就看谁先抢到了。随即他便开始施展法术。此时水下突然出现一层防护罩，将这股攻击全部吸收。一旁的御姐道人说道：“就你这德行，还想抢仙人宝藏？今天老娘就给你科普一下，仙人遗迹一般有3道关卡，刚才出现的结界是第1层，以你们这2只小妖的实力，我看连第1层都无法突破。”听到这话，2只小妖不服气，紧接着又开始施法，可这次从结界中直接穿出来一条金龙，然后对着2妖撞了过来。最后耗子精舍生取义挡在了前头，当场领了盒饭。兄弟的死激发了牛头怪的力量，变身以后他对着结界疯狂输出，产生的冲击波使得船只摇晃起来，直接将固定船只的锁链扯断。可此时船内的几人却丝毫没有察觉，最后小船竟自动向着宝藏中心游了过去，紧接着便被光圈吸了进去。